特制的利刃从背后直插心脏，果断而狠辣。黄小田，你！作为守护骑士，白苍为他的女友黄小田抵挡了无数来自正面的伤害，但他没想到有一天利刃会从背后捅出。白苍无力地倒在地上，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迅速失去生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小田在被刺他后开始从他身上寻找物品。那是神级道具战争之盔，找到了！黄小田看着手里的道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注意到地上的白苍还在死死地盯着他，眼神里满是震惊、愤恨。黄小田收敛了笑容，走到了白苍身前。他是一名法师，在身上闪烁着光芒的法袍映衬下，气质神秘而高贵。我知道你想问为什么。黄小田面色平静地说道：刘维来找我了，他需要战争之盔转职，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来找我，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只要把战争之盔给他，我就可以让他跟我复合了。说着，黄小田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语气里还带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事实上，白苍是黄小田的第二任男友，而刘维是他的初恋。至于你，我根本没有喜欢过你。黄小田目光落在白苍身上，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要不是为了在恩赐里升级，我才不会和你在一起。跟他比起来，你只是个肉盾而已。将隐藏在内心的话语全部吐露后，黄小田迅速离开了这里。而白苍在不久后闭上了眼睛。白苍猛地睁开眼睛，心里还满是死亡时的悔恨与愤怒。这里是……白苍坐起身来，发现自己正待在一个卧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面上，为屋内带来了一丝暖意。这不是我大学时租的房子吗？我重生了！白苍迅速地查看当前的时间，2048年11月10日，我重生到了8年前，恩赐即将降临的时间。白苍坐在椅子上，略微有些恍惚，只是回想到死亡前的经历，他的内心就有一团愤怒烈焰在燃烧。白苍是一名孤儿，但他还保留了一个秘密，他是一名穿越者。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他，顺利考入了最高学府，然后遇到了黄小田。他一见钟情，费尽心思讨她欢心，最后成功追到了她。之后，恩赐游戏降临了，人们可以通过梦境进入游戏，在游戏里，玩家通过猎杀怪物或完成任务等途径来获得语言。只要有足够的语言，就能够将游戏里的能力、物品等提取到现实。当第一件游戏道具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后，整个世界都疯狂了，超凡能力开始在现实中蔓延。随着游戏内玩家等级的不断提升，现实世界里他们也拥有了与热武器抗衡的资本。于是世界变化了，超人的力量也为世界带来了灾难。为了在超凡降临后的世界生存，也为了保护黄小田，白苍选择成为了一名守护骑士，守护身为法师的他。无论是怪物的利爪还是敌人的刀剑，白苍都为他挡下，将黄小田供养成了全球顶尖的法师。只是没想到最后换来的是一记被刺。回想起黄小田在他临死前说的话，白苍只觉得很讽刺。他前世为了黄小田放弃了很多东西，为了保护他，白苍放弃了巨额的伤害，放弃了迅猛的速度，成为了一面无比坚固的盾牌。却不知在黄小田眼里，他也只是一个肉盾罢了。好在他现在重生了，那么他一定会让黄小田付出代价。还有那个刘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他得到战争之盔后找上门来，此人也在他的必杀名单里。白苍此时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了。他推开窗户，微风吹拂在他的脸颊，让他有些浮躁的情绪平静下来。复仇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恩赐中不断前进，达到我之前不曾涉及的高度。我记得恩赐是在11月11号晚上11点降临的，在那时，所有睡眠中的人都会进入游戏中。需要注意的是，在玩家进入游戏时，他们外面的身体都处于睡眠状态。游戏并不会对玩家的身体进行保护，而是在检测到危险时让玩家强制下线。虽然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在前世还是有不少人利用了这一点，在现实中处理掉了自己的仇人。因此，如何在进入游戏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未来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尤其是在玩家还没有提取游戏能力的情况下。白苍想了想，决定还是另租一个屋子比较好。虽然黄小田平时都住在学校宿舍，但他也是有这个房间的钥匙的。既然下定决心要让他付出代价，那么就趁早划清界限。傍晚，白苍躺在新租住的房间里。现在已经到9点了，还是尽快入睡吧。如果是在平时，白苍一般不会这么早就睡觉。再加上他刚重生归来，即使有前世的经历，在此刻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好在为了尽早进入游戏，抢占先机，他准备了一些安眠药。现在就等着睡意来临，进入恩赐。不知过了多久，白苍的意识进入了一片黑暗的空间。进来了。白苍很清楚，此刻他已经来到了恩赐游戏中。下一秒，金黄色的光芒在他眼前浮现，然后凝结成了文字。
欢迎来到 N 次游戏，在这里，您将前往异世界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期待您的表现。接下来，请您抽取天赋。到了这里，白苍也不禁有些紧张。要知道，天赋是一经确定就无法改变的，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天赋。而在 N 次中，无论是天赋还是物品、技能，都被统一的划分为10个品质，从低到高分别是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翡翠、王者、史诗、传说、神话。在上一世，白苍的天赋就是钻石级的，在初期给予了他不小的帮助。希望来一个钻石以上的天赋吧，白苍在内心祈愿。只是在那行抽取天赋的文字过后，白苍的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动静。什么情况？我的天赋转盘呢？白苍又等待了一会，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难道 N 次游戏坏了？第2章神话天赋战争骑士。白苍矗立在虚空中，一时间有些懵。什么情况？我的天赋转盘呢？给点反应啊！身处黑暗中，白苍有些无语。在前世，他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难道是因为我重生了？白苍脑海里不禁出现了这样的想法。然而，就在这个想法刚刚浮现时，之前消失的文字出现了。检测到神话道具战争之盔，玩家天赋锁定为神话天赋，请玩家抽取天赋。在看到第一条系统提示的那一刻，白苍的内心就立即掀起了惊涛骇浪。N 次游戏竟然检测到了战争之盔，难道他跟着我重生了？然而，在看到接下来的文字后，白苍原本就激动的心情像是加了催化剂一样，反应得更激烈了。卧槽，神！白苍是真的没有想到，战争之盔竟然给他带来了一个神话级的天赋。要知道，即使是在前世，神话级的存在也是凤毛麟角，无论是 BOSS、装备、技能还是其他，统统加起来都不超过20个。而战争之盔就是第一个出现的神话级道具。至于神话级天赋，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前世身为全球顶尖法师之一的黄小田，他的天赋也只是翡翠而已。而现在，白苍拥有了一次抽取神级天赋的机会。想到这里，白苍不由得放声大笑，而且笑声越来越嚣张。重生一次的经历，再加上神话级天赋，白苍现在只能用一个词来评价自己：无敌。过了一会，收拾了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白苍将目光投向不知不觉间出现的天赋转盘。不，现在应该叫神话天赋转盘了。与白苍印象中的普通天赋转盘不同，眼前的转盘呈七彩色，在转盘附近还有云雾霞光缭绕，显得分外尊贵。不愧是神话天赋转盘，皮肤都不一样了。白苍感慨一句，随后用意念启动了转盘。不同于之前的心中祈祷，现在白苍的内心很平静。毕竟神话级天赋这个名头摆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担心。在白苍的注视下，转盘的速度从一开始的急速转动逐渐缓慢下来，最后指针指向了一个区域。那个区域上是一个熔炉一样的图案，奇迹熔炉。简介：玩家可通过消耗源对万物进行融合或分解。奇迹熔炉这个描述好像很强的样子，只要消耗源就能将万物融合或分解吗？白苍看着自己的天赋描述，感觉有些微妙。弱肯定是不会弱的，毕竟是神话级天赋，但是这个描述有些模糊，不知道这个万物是概念上的万物，还是夸张的描述。如果是概念的话，那就太强了，只要消耗源就可以融合分解装备、道具，甚至说不定还有技能。而且这个天赋并不是单纯的辅助类天赋，如果有足够多的元力的话，还可以用来对付敌人，比如在战斗中直接把对方装备分解，又或者直接把敌人和史莱姆、哥布林之类的低级怪物融合在一起。白苍只是随便想想，灵感就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可惜的是他现在还没进游戏，还不能将脑海里的想法付诸实践。不过关于天赋的思考可以先放在一边，因为接下来要选择职业了。在 N 次游戏里，玩家在初次进入时一般有6种可供选择的基础职业，分别是战士、法师、刺客、骑士、弓箭手、牧师。而根据玩家天赋的不同， N 次会为玩家提供额外的隐藏职业进行选择。比如白苍前世的天赋是钻石级的不动之盾，能够在迟钝时大幅度削弱受到的伤害， N 次就为他提供了盾之骑士这个隐藏职业选项。当然，职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进入 N 次后，玩家也可以通过寻找转职道具进行任务来变更自己的职业。像白苍之前获得的战争之盔就是转职道具。白苍将目光投向系统的提示，根据玩家天赋，已为您推荐以下职业。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6大基础职业。意料之中，毕竟白苍的天赋有很强的适用性，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能很好的发挥出它的效果。暂时略过基础职业，
白苍更期待的是系统会为他提供哪些隐藏职业选项：爆炎法师、暗影刺客、狂暴战士、风灵射手、圣象骑士、黑暗牧师。他粗略看下来，竟然有10几个隐藏职业供他选择。果然神话级天赋就是厉害。不过虽然有这么多的选项，白苍的目光却直接锁定了一个职业：战争骑士。唯一。虽然说隐藏职业不一定比基础职业强，但唯一职业一定不会差。更别提这个职业的名字是战争骑士，白苍立刻就联想到了战争之盔。他怀疑前世刘维想要用战争之盔转职的就是这个职业。于是白苍果断开口，选择战争骑士职业。恭喜玩家就职战争骑士。战争骑士踏过鲜血与白骨，为世界带来席卷一切的战争。职业特性：战场主宰，玩家所有单体类状态技能自动转化为对应等级的光环类技能。杀戮兵器，玩家不受武器类装备限制，可随意使用各种类武器，并学习相关技能。职业技能：猎杀标记，神话级，玩家可向任意目标施加猎杀标记，身上存在猎杀标记的玩家行踪将被战争骑士掌控，受到战争骑士攻击时伤害增加 5%， 被战争骑士击杀后自身物品掉落概率增加 5%。 猎杀印记在同一目标身上最多可叠加至10层，单层存在时间为24小时，技能冷却时间为10分钟。看完战争骑士的信息，白苍脑海里只回荡着3个字：还有谁？只能说不愧是唯一职业，不仅能够掌握大量的光环类技能，还可以不受装备限制的使用武器，甚至还能学习对应的技能。想想看吧，一个骑士不仅可以使用自己职业的技能，还可以使用弓箭手的急速射击、刺客的背刺、战士的旋风斩等强力技能，再加上拥有侦查、增伤、加爆率3重功能的猎杀印记，还有白苍自己的神话级天赋奇迹熔炉。可以说，一旦白苍成长起来，他就是一个远程、近战、群伤、单体、辅助全方位、无死角的全能骑士。白苍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进入游戏大杀特杀了。请玩家输入游戏昵称苍白，欢迎玩家苍白进入游戏。第3章，新手村与勋章。随着系统的提示，白苍正式进入了游戏。果然还是枫叶村，真是让人怀念啊！白苍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象与记忆里新手村的样子逐渐重合，让他不由得在心中感慨。而在他环顾四周时，周围一道道白光涌现，不断有人出现在周围。虽然他们身高、长相、性别各不相同，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相似的，那就是一脸懵逼。我不是在家里睡觉吗？怎么莫名其妙的要玩什么游戏，然后就到这了？我去，我也是，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随着人影的不断出现，白苍周围也逐渐变得嘈杂起来。趁着大部分人都没反应过来，白苍直接朝着记忆里村长家的方向跑去。由于枫叶村比较大，白苍干脆一边跑一边查看起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苍白，种族人类，职业战争骑士，天赋奇迹熔炉，等级 LV0， 属性力量5，体质5，敏捷5，智力5，魅力1，幸运1。技能猎杀标记，神话级，突刺，黑铁级，横扫，黑铁级。物品新手上衣，新手长裤，新手草鞋，新手长枪，战争之盔。原10。这个面板只能说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之盔确实是跟着他重生了，可能是因为白苍前世就对他进行了灵魂绑定的缘故，重生后战争之盔还是绑定状态，安静地躺在白苍的背包中。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新手都是这个属性，装备也是一样，新手3件套再加上1件武器。3件套没有任何属性加成，仅仅是起到一个遮蔽身体的作用。武器也是一样，没有属性加成，只是高达2米的长枪能够提升不少攻击范围。至于元在这个世界是交易的基本货币，10元算是系统给他的初始资金了。而突刺和横扫同样是系统给予的初始技能。突刺，长枪向前刺出，对敌人造成伤害，极小概率触发穿刺效果。横扫，长枪横扫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一个单体技能，一个群攻技能，在前期也算够用了。了解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白苍赶到了村长家里。这是一个小院，拄着拐杖的村长在院里栽种着些什么。白苍走上前去，村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村长看了一眼他，村子外的哥布林越来越多了，麻烦你清理一些吧。系统的提示及时到达。是否接受村长发布的任务清理哥布林？接受。接下这个任务后，白苍马不停蹄地拜访了村子里的杂货店老板和药剂师，
又接下了收集史莱姆粘液和收集流氓兔毛2个任务。事实上，这3样任务对应的正是新手村附近最弱的3个怪物：哥布林、史莱姆以及流氓兔。当然，说是最弱，那也是相对而言。N 次游戏与那些传奇类的页游不同，无论是怪物还是 NPC 都有很高的智慧，他们会偷袭、伏击、围攻，甚至还会逃跑。可以说，即使是最弱的史莱姆 LV 0级的新手也不一定能搞定。如果贸然对一群史莱姆攻击，那么结果只有被杀回新手村了。不过这一点对于目前的白仓来说无所谓，他本来就没打算按部就班的杀怪完成这3个任务。他真正要做的是利用这些任务开启另一个隐藏任务。雷霆半月斩又一次回到了复活点。不是，这游戏有病吧？怎么史莱姆还会掩护伤员逃跑啊？雷霆半月斩是真的破防了。本来进入这个 N 次游戏时他是有点慌的，毕竟回想一下就觉得不对劲。可作为看过几百本网络小说的资深读者，雷霆半月斩仔细一想，这不就是小说里说的机遇吗？现实里他是翻不了身了，游戏里总得努力一把吧。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别人恐惧我加仓。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雷霆半月斩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初始长刀走向了史莱姆，然后他就回到了复活点。拥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他自然不肯放弃，可史莱姆教会了他死字怎么写。被偷袭、被围攻就算了，好不容易把一只史莱姆砍到了残血，他竟然还被其他史莱姆掩护着逃跑了。当时的雷霆半月斩心都碎了，可还是追不回那匆匆离去的身影，最后还是被史莱姆送回了快乐老家。雷霆半月斩在复活点冷静了一会，觉得还是不要引史莱姆上了，不如先在村子里逛逛，看看能不能接个跑腿任务什么的，毕竟赚经验嘛，不寒碜。结果雷霆半月斩在村子里逛了一会，发现任务好像都被接走了。在 N 次任务不是无限的，如果一个任务被接走的话，只能等到 NPC 再发布任务了。算了，去村长那看看吧。说是去看看，其实雷霆半月斩也没抱什么希望。到达村长的小院时，他彻底死心了，因为这里还有7、8个人围在村长旁边，不过看他们的样子，估计也没接到任务。他转身离去，准备去找人组队刷史莱姆。这时又一名玩家来到了村长这，雷霆半月斩以为他也是来接任务的，就好心提醒了他一句：兄弟，这儿没任务了，还是去刷怪吧。那个人没理他，径直走了进去。然后雷霆半月斩就听见了一声带着悲愤的嚎哭：村长，我对不起你啊。雷霆半月斩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去，什么情况？他转过头看去，发现刚才进去的那名玩家正满脸沮丧地站在村长面前，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诉说：村长，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我的力量太弱小了，根本打不过那些哥布林，连您交给我的任务也无法完成了。说到这里，他低下了头，也许我并不适合成为一名冒险者，清理哥布林的任务还是请您交给其他强大的冒险者吧。雷霆半月斩听完的第一反应是这哥们是不是有病，第二反应是那我是不是可以接任务了。他一个箭步冲进院内，大喊道：村长，我愿意承担这个重担，任务就交给我吧。而原本围在村长身边的玩家们也反应了过来，叫嚷着争取这个任务。嘈杂的声音让拄着拐杖的村长有些头疼，他高喊了2声，让周围人都安静了下来。然后他看向了之前那个声称要放弃任务的冒险者，慈祥地安慰道：孩子，哥布林是邪恶而又狡猾的怪物，你现在打不过他是正常的。他打量了一下低着头的身影，笑呵呵地继续说道：我能看得出来，你具有强大的潜力，只要你耐心成长，过一段时间你的力量就可以远超哥布林了，到那个时候任务对你来说不是轻而易举吗？那个玩家抬起了头，他看着慈祥的村长，可是我担心哥布林会对村子造成危害，我想尽快消灭他们。村长闻言，脸上的笑容更盛，他沉吟了一下，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枚勋章。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可以给你一枚勋章，它能给予你消灭哥布林的力量。然后他一转话锋，但是这枚勋章并不能白白的赠予你，在你清理哥布林后，你必须为我再完成一个任务。怎么样，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原本佝偻着身子的玩家挺直了腰板，他从村长手里接过那枚勋章，脸上露出了阳光的笑容。村长，这个挑战我接下了。说罢他转身离去，留给众人一个自信的背影。而在一旁观看了整个过程的雷霆半月斩众人，他们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想着一个字：啊！第4章，秒杀，秒杀，秒杀！勇气勋章，白银。效果：指定玩家一个技能，将其强化至10星。该效果每个玩家只能使用1次，生效后该勋章自动销毁。需求：玩家等级在10级以下。看着手里勋章的属性，白苍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错，刚刚村长院里的玩家就是他。而他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拿到了勇气勋章，
还接到了另一个任务，勇气的证明。任务要求完成清理哥布林任务之后，前往村长家中接受另一个任务。任务奖励5。这个任务就是白仓之前要开启的隐藏任务，而他的开启方法是白仓前世作为趣闻听到的。虽然不知道最后的奖励是什么，但一个勇气勋章就足以让白仓对这个消息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勇气勋章能给白仓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呢？这就不得不提到 N 次里的强化机制了。众所周知， N 次里品质由低到高分为10级，品质越高，效果也就越强。为此，玩家们不得不去冒着风险猎杀远比他们强大的怪物，或者完成危险的任务。但如果不想走这条路的话，强化同样可以增强玩家的实力。通过一些特殊物品，如勇气勋章或强化时，玩家可以对装备或技能进行强化。每强化成功一次就增加1星，每增加1星，效果就会变得更强。如果能强化到最顶尖的10星，那么装备或技能就能得到一次蜕变，能抵得上比他们自身品质强上1到2级的效果。由此就能看出勇气勋章的强大之处了。所以在进入新手村后，白仓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任务，最后凭借着精湛的表演成功拿下了它。而勇气勋章的用处，白仓已经想好了，那就是用来强化猎杀标记。作为白仓身上唯一的神话级技能，强化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白仓将勇气勋章放在手心，用意念启动，锁定技能猎杀标记。金色的勋章在他的手中逐渐碎裂，而技能面板中的猎杀标记则闪烁着绚烂的光芒。最后在勋章化为灰尘时，技能也完成了强化。猎杀标记神话级10星。效果：玩家可向任意目标施加猎杀标记，身上存在猎杀标记的玩家行踪将被战争骑士掌控，即使进入隐形等隐匿状态，战争骑士的攻击对其具有锁定效果。受到战争骑士攻击时，伤害增加 100%， 被战争骑士击杀后，自身物品掉落概率增加 100%。猎杀印记在同一目标身上最多可叠加至10层，存在时间为永久，直至被战争骑士击杀为止。身上带有标记的玩家在被战争骑士击杀后复活时，将自动生成一层猎杀标记。此技能无冷却时间。看完强化后猎杀标记的效果，白仓脸上的笑容就抑制不住了。可以说，任何目标只要被他标记上就完蛋了。尤其是玩家，只要身上有标记时被白仓击杀一次，就永远甩不掉这个标记了，只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垫脚石。不知道谁会有福气成为被我标记的第一个目标。白仓的目光瞥过身后不远处鬼鬼祟祟的几道身影，就是你们了。老大，我们真要去抢他吗？感觉这小子有点怪啊。看着前方的那道身影，大灰狼有点心虚。你怕什么？他就一个人，我们3个人，还是战士、法师加刺客，优势在我。听了野奥奈我和的回答，大灰狼觉得也对，大家都是新手，你还能1打3不成？眼看着白仓出了新手村，野奥奈我和兴奋地拍了拍一旁法师的肩膀，走，跟上去。只是他们没注意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多了猎杀标记10的字样。在注意到有人悄悄跟着他后，白仓就在村子里多逛了一会，直接给跟着他的3个人上了标记，然后出村来到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哥布林刷怪点，等着身后3人的到来。看到前方的那道身影，野奥奈我和拉住身边的2人，听我说，一会我去和他交涉，拖住他的注意。大灰狼你绕远一点，从背后偷袭。法师你就用火球术支援我们直接把他给拿下。安排好了作战计划，野奥奈我和这才走向白仓，嘴里喊着兄弟。结果他刚走到离白仓不远处，话还没说完，白仓直接手持长枪发动了技能突刺。2米的长枪在白仓手中像是迅捷的电光，直接穿过不远的距离，盯准了野奥奈我和的胸口。猝不及防之下，野奥奈我和根本没反应过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枪仿若是人的巨蟒直接穿透了他的胸口。150，在巨额的伤害面前，他那50点血量根本不够看，甚至还倒欠白仓2条命。击杀了面前的战士后，白仓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转身横扫。坚韧的枪杆带着呼啸的风声而来，直接将准备偷袭的大灰狼横扫出去，强劲的力道甚至让他倒飞了出去，在半空中直接死亡。80，卧槽，这什么鬼伤害，一枪秒一个。不远处的法师看得目瞪口呆，看见白仓又朝他冲过来，这才慌忙念起了咒语。炽热的火球朝着白仓飞射而来，但他丝毫不慌，直接在冲刺中一个侧身躲过飞来的法术，随后一枪将法师也带走。3个玩家3次秒杀，整场战斗时间不超过1分钟。50，系统的伤害提示姗姗来迟，白仓看着鲜红的数字，不由得在心中感慨：猎杀标记不愧是神话级技能，我一发普攻都能打掉他们1条命，真是太强了。不过当白仓低头去看自己的战利品时，
他的好心情瞬间消失了一半。不是，怎么一个两个的这么穷啊？就只掉落元吗？白苍无奈地叹了口气，将地上的元收入背包。算了，还是去刷怪吧。第5章，出世奇迹熔炉。枫叶村外的一处草丛附近，史莱姆们正享受着难得的阴凉。突然，一杆长枪突刺而来，一只史莱姆当场暴毙。同伴的死亡让周围的史莱姆惊醒过来，愤怒地注视着那个手持长枪的杀人凶手。一些暴躁的史莱姆蹦蹦跳跳地朝他的方向移动，想要为同伴报仇。但那人不禁反喜，2米的长枪在他手上如臂使指，枪头不断的突刺，每次都精准地落在一只史莱姆身上。就这样，靠近他的史莱姆被纷纷秒杀，其余的眼见情况不对，直接选择开溜。白苍并未阻拦，放任史莱姆们远去，而他则把地上掉落的物品都收入背包。锋刃术、蓄力射击、史莱姆护腕，还有他需要的任务物品史莱姆粘液。白苍数了数背包里任务物品的数量，满意的点点头，这次够了。再看自己的面板，经验槽已经到了 90%， 回去提交完任务就可以升级了。再看看背包里技能书和装备的数量，白苍脸上的笑意更盛。相比于出村时空荡荡的背包，现在里面塞满了技能书、装备还有材料。没办法，猎杀标记提升的爆率太高了，即使像史莱姆这样本身爆率极低的低级怪物，在白苍刷了半天后，也为他贡献了10几本技能书，还有差不多数量的装备。再加上哥布林和流氓兔爆出的物品，白苍身上的技能书多达6种：锋刃术、蓄力射击、钝击、重劈、治愈术、3连射，每个都是黑铁级的技能，数量都有10几20本。而装备数量也不遑多让，虽然黑铁级的装备属性加成不多，都是和史莱姆护腕一样单项属性加1，但相比于新手套装已经很好了，几件装备叠加下来也提升了不少属性。而这也让白苍在回村的路上吸引了不少目光，毕竟现阶段能有1件装备已经很不错了。回到新手村，他先去提交了另外2项任务，顺利的升到了1级。然后白苍就惊喜的发现，战争骑士的职业居然为他带来了每级各项属性5点的提升，再加上升级自然带来的5点自由属性点，白苍每升1级就能得到25点属性提升，相当于其余玩家2到3级的成长。只能说不愧是唯一职业。然后他选择将力量再提高2点，其余3点平均分配给体质、敏捷与智力。走了一会，白苍来到了村长的家中。村长，我已经完成了清理哥布林的任务。看着眼前浑身装备都换了一遍的自信青年，村长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刚才他见到白苍时还有些疑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错不错，你果然是个有潜力的冒险者。这样的话，我也能放心的把任务交给你了。说到这里，村长的表情严肃起来。最近不断有村民向我反映，在村子西边有不死生物出没，他们弄伤了不少出去采药的村民，严重的威胁了村子的安全。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前往那里，将不死生物出现的原因调查清楚。听到这里，白苍对这个任务已经有了一定猜测。事实上，在前世，村子的西边是一个5级的副本阴暗洞窟，而里面的怪物正好都是骷髅兵这些不死生物。看来村长发布的任务与这个副本有不小的关系。白苍理清了头绪，看着村长期待的目光，笑着向村长说道：您放心，我一定会调查出不死生物出现的原因的。村长满意的点点头，又向白苍做出了承诺，只要你能调查清楚，我一定会给予你满意的奖励。白苍朝村长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这里，而系统也提示他接下了任务，调查不死生物。不过在出发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实验自己的天赋。作为神话级天赋，奇迹熔炉的描述无疑是强的，只要消耗元就可以融合分解万物。但这毕竟只是描述，白苍并不知道如果要使用天赋究竟要消耗多少元，而融合和分解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都需要实践来得出结论。现在他背包里有270单位元，还有大量的黑铁级技能书以及装备，正好可以用来融合分解。而他首先从背包里拿出来的是2本蓄力射击的技能书。由于战争骑士的职业特性，白苍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所有武器，并学习相关的技能。而他看完这个职业特性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弓箭。骑士本身是一个近战类职业，攻击范围不远，并且单体攻击较多。如果能够学习弓箭相关的技能，那么就可以弥补骑士本身缺少的远攻能力，让白苍更加全面。所以在拿到掉落的蓄力射击后，白苍第一时间尝试学习，果然没有限制。不过他之后选择了取消，因为他想看看技能书融合后会发生什么改变。看着手上的2本技能书，白苍发动了自己的天赋。一个小巧的熔炉出现在了白苍身前，它模样精致，周身刻满了奇异的纹路，从上方向炉内看去，只能看到一片黑暗。白苍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
玩家苍白，是否消耗50单位元发动天赋融合？是。下一秒，2本蓄力射击技能书就直接被熔炉吸了进去。原本黑暗的炉内放出了耀眼的紫色光芒，然后一本全新的技能书飞了出来。蓄力射击青铜，玩家可蓄力1至10秒，对敌人造成蓄力时间 X 自身 50% 力量属性的伤害。没想到奇迹熔炉的融合居然能提升技能书的品质，而且与黑铁级的蓄力剑相比，技能有了明显的加强。如果白仓没记错的话，之前的蓄力时间是3至5秒，而伤害系数是自身力量属性的 30%， 相比于融合前，数值上有了明显的提升。那如果融合2本不同的技能书呢？白仓又从背包里拿出了蓄力射击，还有一本3连射技能书。它的效果，玩家以极快的速度连射3箭，对敌人造成3次伤害，分别为自身力量属性的 70%、50% 和 30%。白仓又消耗了50元用来融合，但这次的结果让他有些失望。融合后的技能书依旧是黑铁级，并且既不如蓄力剑伤害高，又不如3连射攻击频率快。看来融合也是要看相性的，相性不好的融合在一起，只会出现一个4不像。接下来，白仓又尝试了一下装备的融合，但与技能书不同，多件装备融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属性上的叠加，并且消耗的元也更多，在他看来有些得不偿失。看来装备的融合更适用于一些拥有特殊效果的装备。本来白仓在出发前还想再试试天赋的分解功能，但他身上的元不够了，因为他已经把那本青铜级的蓄力射击学习了，所以还要去商店里买把新手弓和剑士，元实在是不够花，所以分解功能只能之后再测试了。第6章阴暗洞窟，玩家苍白，种族人类，职业战争骑士，天赋奇迹熔炉，等级 LV1， 属性力量12加1，体质11加2，敏捷11加1，智力11，魅力1，幸运1。技能猎杀标记，神话级，突刺，黑铁级，横扫，黑铁级，蓄力射击，青铜级。物品史莱姆护腕，哥布林皮甲，兔毛长裤，哥布林草鞋，新手长枪，新手弓，战争之盔。元0，这是白仓目前的属性面板，虽然元一单位都没有了，但只要能提升实力，那就是值得的。从村子的西门出发，白仓打算去完成调查不死生物的任务。枫叶村的西面是一座小山，从门口延伸出一条上山的道路，村民们都是沿着这条路上山采药的。在刚出村子时，白仓并没有看到不死生物，相反有不少史莱姆在附近，还有练级的玩家。在婉拒了几个组队申请后，白仓沿着小路上山。随着他不断的深入，史莱姆这样的低级怪物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野狼之类的怪物。白仓继续朝记忆里阴暗洞窟的方向走去，终于他远远地看见了一只正在与3只野狼进行战斗的骷髅兵。那只骷髅兵身材高大，由惨白粗壮的骨头组成，虽然是人形骷髅，但他身上一些骨头都突兀地长出了锐利的骨刺，显得极具攻击性。骷髅兵的等级是5级，面对3只3级野狼的围攻，没有丝毫狼狈。他一手拿着骨盾抵挡野狼的撕咬，另一只手上的骨刀捅入野狼的腹部，连捅2下，直接解决了一只野狼。虽然另外2只的攻击让他身上又多出了几道深深的咬痕，但他还是3下5除2的解决了他们。白仓站立在远处看完了这场战斗，但他并没有轻举妄动，只是给骷髅兵上了个标记。在战斗后，骷髅兵将自己被咬掉的骨头重新装上，用颅骨里跳动的灵魂之火吸取了3只野狼的灵魂，然后转身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白仓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最后来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前。果然是这里，这个山洞在前世就是副本阴暗洞窟的入口。白仓从背包里取出长枪，缓步走入山洞。刚开始洞内还有一些光亮，但走了几步后，白仓的视野就完全昏暗起来。而在阴暗的环境里，除了偶尔发出的蝙蝠扇动翅膀的声音，就只有白仓的脚步声。山洞内的土壤有些松软，不知是不是蝙蝠粪便的缘故，在上面七零八落地分布着各个奇形怪状的骨头，白仓踩上去就会发出细细簌簌碎裂的声音，这也是白仓脚步声的来源。在昏暗的山洞里前进了一段距离，白仓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坡道，朝坡道延伸的方向望去，只有一片黑暗，仿佛怪兽的深渊巨口，能够吞没一切进入其中的生物。白仓站在坡道前，标记显示之前的那只骷髅正在下方。没有什么好犹豫的，白仓拿着长枪走了下去，一边走一边警戒四周可能会出现的怪物。在前进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白仓的眼前突然一丝微光，他加速靠近，发现微光来自坡道的最底部，而标记显示骷髅兵也在那里。白仓调整了一下手持长枪的方式，经过一段距离的前进，终于看到了光芒的来源。那是坡道尽头四周岩壁上裸露出的石头发出的光芒，在光芒的照耀下，是一处宽广的地下空间，
十几只一动不动的骷髅兵矗立在那里，而白苍到来的脚步声似乎是惊动了他们，他们的颅骨不约而同地冲着坡道上方白苍的方向转了过来，眼窝里跳动的灵魂之火透露着对生者的恶意。在看到这群骷髅兵的第一时间，白苍就将猎杀标记施加给了他们。此时他距离骷髅兵们还有一段距离，而他们已经举起手中的骨刀朝坡道杀过来了。面对十几只5级的骷髅兵，白苍没有退却，叠满的猎杀标记给予了他对抗的信心。他脚下的频率加快，在重力的作用下，速度越来越快，朝着骷髅兵们冲去。在两方的双向奔赴下，终于在坡道与地下空间的交界处，两方相遇了。借着冲锋的惯性，白苍直接发动了技能横扫。2米的长度赋予了横扫恐怖的攻击范围。骷髅兵们手中的骨刀距离白苍还有半米时，他们的身躯就被长枪击退。50、50、50、50。由于坡道与地下空间的交界处并不宽阔，白苍在用横扫击退了率先冲上来的几只骷髅兵后，后面的骷髅兵只能连带着被迫后退。在地形的限制下，10几只骷髅兵中能直面白苍的只有4个，而他们手中的骨刀又比不上长枪的攻击范围，所以在面对白苍时只能白白挨打。在这样近乎一面倒的情况下，白苍只需要注意别被骷髅兵突破到近身，就能一人单刷这10几只5级怪物。就这样，白苍时不时一个横扫将面前的骷髅兵打退，再偶尔补上几个突刺将残血的收割，10几只骷髅兵很快倒地，留下满地的战利品。白苍将掉落物品收入背包清点一番，发现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颅骨头盔青铜级，增加装备玩家2点智力属性。及其骷髅套装：颅骨头盔、骷髅铠甲、骸骨腿甲、白骨披风、骨质长靴，将激活套装效果。玩家受到近战伤害削弱 10%， 远程伤害削弱 5%。装备需求无。像这样的骷髅套装，白苍背包里有不止一套，此外还有一些技能书、材料和大量的元。而技能书中正好有一本白苍能用到的格挡反击青铜级，玩家可使用武器格挡敌人的物理攻击，根据双方力量、体质判定削弱受到的伤害，并使玩家下一次造成的伤害增加 10%。学习需求物理系职业，格挡反击，一个物理系玩家必备的技能，同时也是前世白苍最喜欢的技能之一。只要熟练度够高，完全可以做到让物理伤害减少 90% 以上，可以说上限非常高。在打扫完战利品后，白苍直接穿上了刚掉落的骷髅套装。作为新手村中为数不多的套装，它不仅提供了属性加成与减伤，外形也很出众。白色的骸骨纠缠蔓延在躯干表面，搭配充满攻击性的金属配饰以及背后猎猎作响的披风，当白苍看上去像是一个从冥界爬出来的骸骨复仇者，非常的酷炫。第7章青铜级 BOSS 骷髅骑士。在消灭完骷髅兵后，白苍继续前进。按照前世的记忆，阴暗洞窟副本里一共有3波怪。第一波是10到20只骷髅兵，也就是刚才白苍杀死的那些。第二波是2只精英怪骷髅射手雷文以及骷髅战士莫罕。而第3波就是阴暗洞窟的当家 BOSS 骷髅骑士贝塞留斯。如果按照副本流程来的话，接下来白苍要面对的就是2只精英怪了。穿越宽广的地下空间，白苍来到了一处废墟之中。在这里，他看见了2个手持不同武器的骷髅，果然是他们，骷髅射手与骷髅战士。在前世，这2只怪物可谓是新人杀手，近战与远程的默契搭配，再加上远超玩家的属性，把他们打得叫苦不迭。不过白苍可不是普通玩家，还是老规矩，猎杀标记直接叠满。2只怪物也意识到了敌人的入侵，骷髅射手开始弯弓搭箭，而骷髅战士直接举着巨型斩首刀朝白苍冲了过来。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白苍淡定自若，手里猛地长枪刺出，直接在半空中架住骷髅战士劈下来的刀刃。格挡反击，刚学会的技能直接派上了用场。随后白苍手中枪杆一晃，直接将骷髅战士的刀刃拨向一旁，接着枪头对准骷髅的脑袋就是一记突刺。700，白苍的一个技能直接让骷髅战士的血量下降了1半还多。而一旁的骷髅射手也没有闲着，看见骷髅战士受挫，对着白苍不断射击，掩护着骷髅战士的下一次进攻。而面对接连飞射而来的箭矢，白苍脚步灵活的移动，配合手中长枪击飞，躲开了不少。但即便如此，他依旧被命中了几次，血量也下降了一些。趁着这个机会，骷髅战士又举着大刀突了过来，但白苍一直用余光留意着他，见他又冲了过来，直接放低长枪一个横扫，将他掀翻在地。接着一发突刺就结束了骷髅战士的生命。而失去了骷髅战士这个肉盾，骷髅射手也无力抵挡白苍的突进，在象征性的放了几箭后，也被他杀死。在杀死这2只精英怪后，白苍的等级已经来到了2级，属性再次得到一大波增长。为了能够在接下来的 BOSS 战里打出足量的伤害，
白仓直接把5点自由属性全都加给了力量。在掉落的物品中出现了一把让白仓感到惊喜的武器，那就是骷髅射手的长弓。没错，骷髅射手直接将他的武器爆了出来。骸骨狩猎者，青铜。玩家每次攻击时会自动生成古剑，每当玩家连续命中同一敌人3次时，额外造成10点伤害。白仓用手抚摸着这把武器，心想这下短时间内不用担心弓箭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新手长枪给换掉。在连续战斗了2波之后，白仓也有些疲惫了，于是原地休息了一会，顺带整理了一下背包。简单休息了一下，白仓继续前进，准备面对最后的挑战。青铜级 BOSS 骷髅骑士贝塞留斯静静地矗立在一片类似训练场的环境中，他的身上是钢铁打造的全身甲，坚硬的甲胄笼罩了他的全身，没有半点漏洞，就连头部也被全覆盖式的头盔包裹，再加上手中攥紧的钢铁长枪，远远望过去，俨然是一名冰冷无情的杀戮兵器，根本看不出半点骷髅的特征，只有跳动的灵魂火焰昭示着他不死生物的身份。而在他的一旁，一匹全副武装的骷髅马也漠然地站在那里，那是贝塞留斯的坐骑。白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与之前的怪物不同的是，贝塞留斯并没有反应，依旧沉默地站在那里。看见 BOSS 没有反应，白仓也不客气，先把猎杀印记叠满，然后将手中的长枪换成刚拿到手的骸骨狩猎者，直接开启了技能蓄力射击。白仓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古剑精确地瞄准了贝塞留斯的坐骑。在长达10秒的蓄力后，古剑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尖笑声，直接命中了全副武装的骷髅马。1100，系统的伤害提示跳出，原本矗立的骷髅马直接被这造成巨额伤害的一剑秒杀。这下原本沉默的贝塞留斯开始动起来了，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朝着白仓这里冲来。趁着距离还远，白仓先是接连放了几剑造成伤害，然后才将长枪拿出格挡贝塞留斯的攻击。双方的长枪在空中不断的突刺、抵挡、碰撞。虽然贝塞留斯的长枪比白仓的还要长，但他丝毫不慌，前世作为守护骑士的他自然有面对这类敌人的经验。新手长枪在白仓的手上像是一条噬人的毒龙，枪头不断的探出，在空中撩、刺、拨、挡，不仅成功防御住了贝塞留斯的进攻，甚至还用时不时的突刺来消耗 BOSS 的血量。可以说，在猎杀印记的加持下，白仓是很乐意跟贝塞留斯打这种普攻中穿插着技能的战斗的。但此时 BOSS 的血量已经下降了1/3，于是他使用了一个新的技能，钢铁长枪从空中砸落在地面，散发出一道无形的波纹，将近在咫尺的白仓眩晕在原地。随后一个突刺将白仓的血量也打掉了1/3。从眩晕中清醒的白仓没有急躁，继续使用格挡反击招架着 BOSS 的进攻。过了几秒，贝塞留斯又想故技重施，但这一次被白仓用格挡反击架在了空中打断。战斗还在继续，但白仓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局面， BOSS 既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也无法使用技能控制住他。其实在前世，这个 BOSS 还是有3阶段的，那就是骑上一旁的坐骑进行冲锋战斗，那时才是贝塞留斯最强的阶段，骷髅骑士。可惜白仓不讲武德，开局直接把骷髅马坐骑给秒杀了，这直接让贝塞留斯丢失了战斗力最强的形态。就这样，在普攻打不过、技能用不出的情况下，贝塞留斯的血量稳定下降。最后白仓一记格挡反击后的突刺，让 BOSS 的血量见底。青铜级 BOSS 骷髅骑士贝塞留斯轰然倒下。第8章游戏公告与黄金级坐骑。在骷髅骑士死亡的瞬间，接连数道游戏公告响起。游戏公告：玩家苍白首次击杀青铜级 BOSS 骷髅骑士贝塞留斯。游戏公告：检测到玩家击杀 BOSS， 游戏等级排行榜开启。游戏公告：检测到 BOSS 骷髅骑士贝塞留斯死亡，副本阴暗洞窟于枫叶村正式开启。而在游戏公告响起时，白仓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恭喜玩家首次击杀 BOSS， 系统奖励白银级宝箱1个，传说度+1。听到系统给出的奖励，白仓脸上也多出了一丝笑意。白银级宝箱就不用说了，懂得都懂，传说度则有点类似于声望值，但比声望值更稀有。如果一名玩家传说度高的话，那么当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狱，很可能会碰见你就是大名鼎鼎的 XXX 吧。这样的情况，甚至再夸张一点，会像《水浒传》里宋江那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倒头就拜，对于玩家做任务以及购买特殊阵营的物品还是很有帮助的。而与此同时，连续几条游戏公告的出现在玩家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要知道，此时距离 N 次游戏开启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涌入游戏的人正在不断变多。此时全球至少有1/3的玩家进入了游戏，而在绝大部分玩家还不知所措或筹划着怎么对付史莱姆时，游戏公告居然提示有人击杀了 BOSS， 甚至还是一个人单杀的。这让不少人高喊不可思议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个高悬在等级排行榜第1的玩家苍白。
而已经意识到游戏不对劲的聪明人们，更是苍白这个游戏名称和他所在的枫叶村牢牢地记在心底。不管是运气还是实力，苍白已经在这个 N 次游戏中成为了暂时的第一人。而相比于远方玩家们的震撼，枫叶村内的玩家更是群情鼎沸。卧槽，枫叶村，是我们这个枫叶村吗？不是，这人谁啊？开了吧。骷髅骑士听起来好强的样子，跟史莱姆比怎么样？有没有人认识这个苍白？没别的意思，就想问问他缺不缺小弟。我去，这人我认识。苍白大神牛逼。在枫叶村的玩家们因为游戏公告而激动、质疑、惊叹时，大灰狼则有些沉默。大哥，这个名字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野奥奈我和心情也有些复杂。废话，我们面板上的那个什么标记不就是他放的吗？大灰狼哭丧着脸哥，要不我们还是给他道个歉吧，不然我害怕他记仇追着我们杀啊。一旁的法师也深以为然，赞同的点点头。而野奥奈我和虽然心里也有点怂，但还是嘴硬的说道，我们不是被他杀一次了吗？大不了以后绕着他走呗。而此时的白仓却无暇顾及外面玩家对他的讨论，因为他要开宝箱了。白银级别的宝箱虽然大概率会爆出来白银级的物品，但也是有极小概率出现黄金级的。白仓将宝箱从背包取出，然后趁他不注意直接打开，这是他一贯的开箱秘诀。一阵耀眼的金光蒙蔽了白仓的双眼。我去，金色传说召唤契约黄金级，玩家使用该物品可随机召唤一只黄金级怪物与玩家签订坐骑契约，该物品使用后消耗。看到宝箱里居然开出了这个，白仓的内心一阵狂喜。要知道坐骑这个东西对其他职业来说可能只是个代步工具，但对于骑士来说就不一样了。骑士没有坐骑怎么能叫骑士呢？要知道骑士能够学习的技能中可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坐骑有关的，只有骑士本人骑上坐骑才是战斗力最强的形态。以白仓干掉的骷髅骑士为例，要不是他的坐骑在战斗开始就被秒杀了，这场 BOSS 战的胜负还犹未可知呢。本来白仓还在回忆新手村里能够获得坐骑的途径，没想到宝箱直接给他了个黄金级的。将召唤契约取出，白仓毫不犹豫的使用。在现阶段，黄金级的坐骑已经很好了，更别提骑士的坐骑是能够和主人一起成长的。召唤契约被使用后，白仓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在魔法阵神秘纹路的作用下，一个漩涡出现在了白仓眼前。漩涡中不断有各种怪物的影像伴随着嘶吼声掠过，大地暴熊、风雷隼、月光独角兽、赤焰恐狼，全部都是骑士们梦寐以求的坐骑，甚至于白仓还隐隐听见了龙吼。但是到最后，一阵规律的哒哒哒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这是马蹄声。接下来出现在白仓面前的是让他忍不住发出赞叹声的生物，身体犹如夜幕的漆黑，而从头蔓延至尾巴的鬃毛与四只马蹄却是骸骨般的苍白，半透明的幽蓝色火焰缠绕在他矫健的身躯周围，再搭配蕴含不祥意味的血色眼眸与螺旋花纹的独角，仿佛是来自地狱的死亡使者。他慢悠悠地走到白仓面前，颇具灵性的眼眸望向他，姿态高傲却又有些好奇。白仓伸出手想要抚摸他，他先是后退了一步，然后又主动蹭了蹭白仓的手，算是表达对他的认可。就这样，白仓一边安抚他，一边查看他的属性。幽灵梦魇，黄金级，等级 LV10， 属性力量50，体质50，敏捷50，智力50，魅力5，幸运1。技能幽灵鬼火，幻影身躯，邪恶光环，死亡冲锋。简介：来自地狱的梦魇马一种，变异的幽灵鬼火燃烧着死者哀嚎的灵魂。看着幽灵梦魇的属性面板，白仓在心里感慨，果然是梦魇，只不过是一种，而且这个技能搭配不愧是黄金级坐骑。幽灵梦魇的4个技能中，邪恶光环能削弱一定范围内敌人的防御，幻影身躯能让他短时间内免疫物理攻击，幽灵鬼火能够根据智力判定在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燃烧他们的法力值，死亡冲锋则是一个威力强大的突袭技能。可以说现在白仓的战斗力还不如这一匹幽灵梦魇，而对此白仓欣然接受，这才是配得上我的坐骑。第9章 BOSS 掉落，新手村的轰动。看着面前神俊的梦魇，白仓作为骑士的心有些痒，不过他还是选择先查看 BOSS 的掉落。骷髅骑士总共掉落了6样物品，分别是一杆长枪、一个戒指、3本技能书和1本日记。白仓首先拿起了日记，粗略地翻了翻，里面记录的是阴暗洞窟里这些不死生物的来源，拿回去正好完成村长的任务。长枪就很熟悉了，正是骷髅骑士手里的那把，看来不死生物们都很喜欢武器留给敌人。贝塞留斯的叹息，白银级，力量+5，体质+5，该武器对血量 5% 以下的目标造成伤害时触发斩杀效果，该目标直接死亡。装备需求，力量15，体质15。果然是一把好枪，属性加成先不提，
这把长枪的效果是可以一直用到游戏结束的，对 BOSS 更是特工。至于装备需求，在击杀 BOSS 后，白仓就升到了3级，属性完全满足要求。接下来是戒指，这件青铜级的装备就不是白仓能用的了，对智力有加成，是法师专属。然后就是技能书了，骷髅骑士也是骑士，白仓对他爆出的技能书有很高的期待。弱点洞悉，青铜级，玩家更容易洞察到敌人的弱点，提升10%暴击率以及打断敌人技能的概率。战争践踏，青铜级，玩家大力震动地面，对半径3米内的所有单位进行一次敏捷判定，失败的单位陷入1至3秒的眩晕状态，冷却时间30秒。学习需求，骑士职业，一体通心，玩家骑乘坐骑时，双方视作一个整体，部分技能对彼此共享，根据使用者的不同更改技能表现形式，技能效果可作用于双方。学习需求，骑士职业，果然都是白仓能够学习的技能，特别是一体同心，更是骑士的必备技能。虽然描述可能有些模糊，但效果非常强，因为它让骑士与坐骑达成了1+1大于2的效果。以白仓和幽灵梦魇为例，如果学会了这个技能，那么在骑乘时，白仓就能够使用梦魇的死亡冲锋技能，并且与梦魇靠独角攻击的方式不同，白仓版本的死亡冲锋则是梦魇负责冲锋，而带给敌人死亡的则是白仓2米多的钢铁长枪。同样的，像战争践踏这个技能，白仓使用这个技能的方式和骷髅骑士一样，是用武器震动地面，而梦魇使用出来就是用马蹄来践踏地面，并且由于双方是做一个整体，当幽灵梦魇使用幻影身躯时，白仓同样可以享受到短时间内物理免疫的效果。而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当白仓骑着梦魇战斗时，完全可以一个使用蓄力剑，一个使用战争践踏，形成技能配合，从容的击杀敌人。并且随着双方技能的不断增多，彼此的配合方式也更加多样，可以说一体同心就是骑士与坐骑构建战斗体系最关键且强力的一环。白仓将收获的3本技能书全部学习，看着自己逐渐成长的面板，他心中有一种丰收的喜悦。然后他带着幽灵梦魇走出阴暗洞窟，来到了山洞外。此时已经接近黄昏，幽灵梦魇初次来到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白仓刚打完一场 BOSS 战，并不急于回去提交任务，就带着坐骑在周围的山林里游荡，增加默契。这样一来，附近的怪物们就遭了殃，因为幽灵梦魇作为来自地狱的一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他在山林里横冲直撞，肆意地将缠绕在他身上的鬼火扔向每一个出现在他视野中的生物。可怜的野狼、野猪们不过是区区几级的野兽，哪里见过这样恐怖的魔物，纷纷拼了命地朝远离危险的方向逃窜。幽灵梦魇见了这样的场景，反而更加开心，以闪电般的速度追逐着这些四散奔逃的野兽，像猫捉老鼠般戏弄着他们，并且时不时放出一道鬼火，迫使野兽们改变方向，将他们困在这片山林之中。而一旁的白仓则笑眯眯地看着坐骑玩闹，甚至还将骸骨狩猎者掏了出来，时不时地放上一剑，将快要逃出去的怪物给逼回来。过了一会，似乎是玩腻了，幽灵梦魇发动了技能死亡冲锋，幽蓝色的火焰缠绕全身，来自地狱的魔物化作幻影，几个急速折返，就将这些野怪全部消灭，灵魂也化作燃料喂给了幽灵鬼火。似乎是对白仓刚才助纣为虐的行为感到满意，结束了玩闹的梦魇来到白仓身前，头朝着身后的方向摆动，发出了一声嘶鸣。你是想让我骑上去吗？白仓有些惊喜。马儿点了点头。好好好，果然是一匹好马。得到肯定回答的白仓也不墨迹，夸奖了他一句后直接翻身上马。虽然没有马与缰绳，但白仓的骑术还是让他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幽灵梦魇在白仓的指挥下原地走了几步，算是适应一下载人的感觉。随后梦魇开始朝着白仓指挥的方向奔跑，速度越来越快，留给这片山林的只有一片狼藉的现场和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马蹄印。而此时的枫叶村外，与史莱姆搏斗的玩家们换了一批，之前的玩家们去找哥布林了，留下一批新手与史莱姆斗智斗勇。在夕阳的注视下，一名战士玩家喜笑颜开地用刀杀死了一只残血的史莱姆，再杀几只就能到1级了。这时一旁的同伴拍了拍他，哎，你看那里，什么情况？他朝着同伴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远处的密林上空有大量的飞鸟朝各个方向飞去。我怀疑那里有 BOSS， 要不我们过去把他杀了吧，说不定也能上一次系统公告。同伴调笑道，要送死你自己去，我还想升级呢。战士翻了个白眼，转过身继续刷怪去。可下一秒他听到了同伴震惊的声音，卧槽， BOSS 真出来了。他立马转头望去，在夕阳昏黄的光线下，一匹浑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漆黑独角兽正朝着他们冲来，在他的背上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森白的颅骨头盔隐藏面容，骸骨制成的铠甲笼罩全身，手中还拿着一杆迈向恐怖的钢铁长枪，闪烁着寒光的锋利枪头正对准他们这个方向。战士一把拉住身边的同伴，朝着新手村跑去，
同时拼尽全力的呐喊 ：“Boss 攻城了！”声音撕心裂肺。不远处练级的玩家们听到后抬头，看见那急速靠近的恐怖身影，同样转身逃跑，一边跑一边跟着喊 ：“Boss 攻城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新手村西门外练级的玩家纷纷朝村里跑去。他们可不傻，史莱姆都这么难打了 ，Boss 不得上天啊！虽然有少数玩家想要逆流而上，跟 Boss 一决高下，但还是被汹涌的人朝裹挟着逃进了村子。而除了这些逃进来的玩家，还有大量的玩家也挤到了西门处。他们是听说了 Boss 攻城出现，来看热闹的。在人潮的注视下，沐浴着黄昏的光线 ，Boss 闯入了他们的视野。我去，这 Boss 卖相好凶啊！这打扮不就是公告里被杀的骷髅骑士吗？难道这是他老婆 ？Boss 过来了，我们要不要放一件试试？而在人群的围观讨论中 ，Boss 胯下的坐骑逐渐放慢了速度，最后停在了新手村外，似乎是在耀武扬威。玩家们紧张地盯着马上的骑士，发现他抬起了手中的长枪，难道是要攻击吗？不，他手里的长枪消失了。就在玩家们猜测着他下一步要干嘛时，骑着坐骑的恐怖骑士头上出现了枫叶村玩家们无比熟悉的2个字。有看到的玩家来不及思考，就大声地念出来：苍白。第10章，震撼众人的商品。很喜欢枫叶村玩家的一句话啊！在看到 BOSS 头上的玩家昵称后，挤在村子西门的玩家们人傻了，闹了半天是自己人啊，而且还是刚上过游戏公告的熟人。这下原本紧张的玩家们松懈了下来，嘈杂的讨论声瞬间爆发。是谁在谎报军情？拖出去！原来不是 BOSS 啊！闹了半天就这样，一个玩家而已，浪费感情啊！我老公好帅！看着玩家们挤在村子门口七嘴八舌的讨论，白苍也不说话，带着幽灵梦魇就朝前走。而随着他缓步靠近，玩家的喧哗声也越来越大，但在他的前方，拥挤的人群自动分出了一条可供他前行的道路。白苍在人群中穿行，由于在近距离更能感受到白苍装备的豪华和幽灵梦魇的威势，附近玩家们的声音都高上了1度，并疯狂地朝着白苍喊话：“大佬，带人升级吗？加我一个！苍白大佬，我们这里有全女生的团队，欢迎你加入！大佬，阴暗洞窟在哪儿啊？苍白，你是个男人，就跟我1v1决斗！我去，这马真帅吧？苍白，你身上装备卖不卖？我出1000万！”在周围的人群里，还有不少人跃跃欲试的想要摸一下幽灵梦魇，可惜被他喷出的火焰给劝退了。朝着村长家的方向走了一段距离，白苍发现身后有一大群玩家正在跟着他前进，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他们对白苍这个现阶段第一人抱有极大的兴趣，想要看看他究竟要去干什么，说不定还能发现他成为击杀 BOSS 第一人的秘诀。白苍对于这些玩家也没太在意，人多正好方便他一会清空库存，把背包里不需要的技能书和装备卖一下。就这样到了村长家，他将坐骑留在院外，自己进去交任务。而身后看见他进了村长家的玩家们也在议论纷纷。苍白的那个传闻不会是真的吧？什么？说给我听听。据说苍白当初只是个普通玩家，就是靠着时间优势提前从村长那领了杀史莱姆的任务。结果呢，他完不成任务，竟然跑到村长面前，当着几十个人的面嚎啕大哭，说完不成任务太丢脸了，想自杀。你猜怎么着？村长竟然还安慰他，甚至给了他隐藏道具，还有隐藏任务。你看现在，他就成了第一个杀死 BOSS 的人。真的假的呀？不就是哭吗？他怎么运气这么好，能拿到隐藏道具啊？这我上我也行啊。哎，谁说不是呢？他就是运气好，没办法。流言开始在玩家群体中传播，对于这个消息，有的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将它放在心底。而院内，村长从白苍手里接过日记，大致翻了翻，得知白苍已经将不死生物全部击杀后，欣慰地笑了起来。没想到苍白你这么能干，竟然直接把所有亡灵都击杀了。面对村长的夸奖，白苍谦虚地表示为村子服务都是应该的。听到这话，村长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一些。他摸了摸胡子说道：“既然你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那么原来我准备的奖励就不太够了。这样吧，苍白，我这里有2个选择。一是我原来为你准备的青铜级技能书奋力一掷，它是骑士少有的远程攻击技能，在这基础上我再多给你一些元。而第2个选项是我给你一封推荐信，当你离开新手村时，你可以拿着它去翡翠城找一个叫卢卡斯的人，他会给你一个开启副职业的机会。你选择哪个？”听完村长的话，白苍陷入了思考，当然并不是在思考该选择哪个。第1个选项直接放弃，元就不提了，奋力一掷对他这个能学习弓箭手技能的人来说也没用。这样一来，他就只能选择第2个了。像炼金、魔药这样的副职业利用好的话也是很有好处的。而他在想的是村长提到的卢卡斯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前世听到过，但又有些记不清了。卢卡斯在回忆一阵无果后，
白仓放弃了思考，告诉了村长他的选择。村长似乎也不意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而白仓向村长询问了卢卡斯的具体地点后，也就告辞了。来到外面，看见还有不少玩家等候在这里，白仓朝着他们招了招手，示意跟上来。随后带着幽灵梦魇和这一群玩家，白仓来到了村子里的一片广场。在系统界面上一顿操作后，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摊位，锋刃术、钝击、史莱姆护腕等等他用不上的东西都被摆上了货架。看到白仓的操作，玩家们也反应了过来，原来是要卖东西啊！这下他们也来了兴趣，毕竟白仓是刚刚击杀 BOSS 的人，手里肯定有好东西。于是白仓的摊位瞬间就被里3层外3层的围上了。而当玩家们看到摊位上的东西时，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主要是白仓卖的东西太多了，光是各种种类的技能书就有几十本，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黑铁级的装备，这些他们平时刷半天怪都见不到的东西，在白仓这儿像不值钱的菜叶一样堆着，对比实在是太过惨烈。而更让他们破防的就是白仓竟然连青铜级的物品都拿出来卖，甚至其中还有一套装备，实在是太不当人了。这就是第一人的实力吗？也太豪了吧！人群里传出的一句话道尽了此时众人的心声，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你这么优秀？白仓虽然不懂读心术，但也从周围玩家们的脸上看出了羡慕嫉妒恨。对此他毫不在意，毕竟像这样的表情他前世就见多了，重生之后更不会少，他已经习惯了。又等了一会，期间有不少得到消息的玩家匆匆赶到，感觉气氛差不多时，白仓在摊位前立了个小木牌，然后在上面写出了交易需求。第11章粉末登场。黑铁级装备100元一件，技能书200元，青铜级装备800元，技能书1000元一件，支持使用同等级骑士弓箭手技能书，装备以物换物，特殊物品根据效果判断价值。看到告示牌上的内容，原本高涨的气氛有些冷淡下来。现阶段玩家们手中最多也就几十元，如果要购买白仓贩买的物品，至少需要几个人合伙出钱，这就需要商讨一下了。原本喧哗的声音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团体之间的窃窃私语。白仓坐在摊位后逗弄着幽灵梦魇，心里暗存，现在玩家们手里的元还是太少了，这次贩卖的目标就是多收些技能书。由于自身的天赋以及职业特性，白仓对于不同种类技能书的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这次贩卖只是一次初步尝试，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手中的好东西，这样他们才能拿出自己的宝贝来交换。新手村的人那么多，总会有几个欧皇或实力强大的团队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对于这点白仓还是确信的。经过了小小的讨论后，首个买家出现了，他用300元买走了一本盾击，看他的装备应该是团队为作为前排的他买下的。首笔交易达成后，不少买家就不再等待，纷纷上前买走了各自的目标。白仓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卖出的都是黑铁级的物品，并且技能书占了绝大多数。而交易完成的玩家们也没急着走，而是继续在周围围观，似乎是在等待什么。终于，一个魁梧的身影从人群中挤出，他用一本技能书对白仓发起了交易申请，同时指着摊位上的一把巨型斩首刀问道：“大佬，用技能书换这个够不够？”出现了第一个瞄准青铜物品的玩家，而且他看上的是白仓之前杀死的精英怪骷髅战士手里的武器。没办法，猎杀标记提升的爆率太高了。白仓看了看他用来交易的技能书，原本懒散的坐姿变得端正起来。浮空击，青铜。玩家使用武器对个体单位做出上挑动作，根据双方力量进行判定，成功时将该单位挑至空中。冷却时间30秒。学习需求：骑士职业。相当优秀的控制技能，以白仓现在的力量，可以凭借这个技能将任何玩家挑到空中，和战争践踏配合好的话，可以形成一套控制链。魁梧的中年大汉注意到了白仓姿势的变化，脸上闪过一丝喜意。可以。白仓将斩首刀从摊位取下，同意了交易申请。大汉拿到武器后，直接将其从背包取出，高举着朝周围的玩家大喊：“大家看好了，我叫铁王，是除了苍白大佬以外第一个拿到青铜级武器的玩家。我打算组建一个团队，名字是钢铁兄弟会，兄弟会之间互帮互助，共同进退。有意向的玩家可以找我细聊。”说完了这些，他朝白仓低了低头，然后也站到了一边。白仓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也朝他点了点头。而经过铁王这么一喊，玩家们也反应过来，这次交易对于有实力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扬名的机会。有了名气，无论是像铁王这样组建团队，还是有别的想法，都能提升一部分成功的概率。至少这一次，在现场的玩家们都会记住铁王这个名字和他的团队钢铁兄弟会。这下，一些还在犹豫的玩家坐不住了，既能换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又能彰显自己的实力，提升名气，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于是，又一名玩家站了出来，这次是一名刺客，他的目标是骷髅兵掉落的一把青铜级匕首。
而它用来交换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是一个青铜级道具——轻盈羽毛，可以让使用者的身体像羽毛一样轻盈，从高空飘落而不受伤。总共有30分钟的使用时间，可以分次使用。白仓同意了这笔交易，而拿到武器的刺客同样向周围的玩家传递了自己的名字——毒牙，只是他没有表达组建团队的意向。这让一旁铁王的眼睛亮了起来，走上前跟他攀谈。而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一个女法师钻了出来，她相貌柔媚，身材窈窕，选择用一本弓箭手的技能书换骷髅骑士掉落的法师戒指。暴雨，青铜级，玩家朝空中射出一箭，箭矢在飞行途中分裂为20支，对范围内的单位造成伤害，分裂后造成伤害削弱 70%， 冷却时间30秒。学习需求：弓箭手职业。说实话，白仓就需要这样的范围伤害技能，有猎杀标记在，削弱 70% 根本不是问题。女法师在完成交易后也娇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粉红泡泡，而她也要组建一个团队，叫粉红家人，目标是招收女性玩家，并且已经有3-4个女玩家加入了这个团体。而对于这次宣传，玩家们给予的反应就热烈多了，回馈相当热情。而粉红泡泡最后还朝白仓喊话：“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破例的哦。”对此，白仓没有用言语回答，给了他一个眼神自己体会。粉红泡泡也不在意，笑嘻嘻的跟凑上来的铁王聊了起来。白仓坐在摊位前又等了一会，虽然黑铁级物品又卖出了不少，但没有再出现青铜级的买家了。事实上，白仓对于这次摆摊的结果很满意，拿自己用不到的物品换了3个有用的东西，已经是血赚了。而就在白仓打算收摊时，一个女人出现在了他眼前。白仓的瞳孔猛地一缩，因为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上一世背刺他的女人黄小田，而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个让白仓牢牢记在心底的男人刘维。有意思。头盔下白仓的嘴角咧开一个夸张的弧度，没想到这么早就碰见了他日思夜寐想要遇上的人，而且看样子他们似乎比前世更早的搞在一起了。不过这样正好，白仓在他们身上留下标记，因为可以一次性的解决2个。第12章，敢不敢？不过白仓并没有轻举妄动，他要看看这2个人打算干什么。黄小田的游戏昵称是小黄人，他手中拿着一根法杖来到摊位前，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双手将法杖拿在身前，弯着腰朝白仓笑盈盈地问道：“苍白大神，这本锋刃术怎么卖啊？”明明没有做什么诱人的动作，他颇具吸引力的身材曲线就展示了出来，让一旁的粉红泡泡撇了撇嘴。白仓在心底冷笑一声，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木牌。黄小田看了看木牌上的内容，转过头撒娇似的对白仓摇了摇身子，脸上的笑容更加甜美。“不好意思啊，苍白大佬，我身上没有那么多元，能不能便宜一点啊？”白仓还没回应，冷眼旁观的粉红泡泡忍不住了：“凭什么便宜卖给你啊？我们都是原价买的，你没缘就去刷怪，别在这摇来摇去的。”不少买了东西的玩家们脸上也是赞同的神色。面对粉红泡泡不留情面的话语，黄小田微微后退一步，娇声辩解：“你看苍白大神还有这么多的技能书没卖出去，便宜一点卖给大家，不是能赚更多元吗？这样大家的实力增加了，苍白大神也得到了元，一举两得，不好吗？”这时他身后的刘维也站了出来，昵称是第一深情的他力挺黄小田：“就是啊，苍白大神把用不到的东西便宜卖给大家不好吗？反正他身上肯定有比这些更好的装备，便宜一点怎么了？又不是不给元。”他同样是一名骑士，说话时一脸义正言辞的样子。而他的话语刚结束，人群中就传出一句附和的话：“对啊，便宜一点卖给我们吗？你都是排行榜第一了，反正也不值钱，就算我们帮你清库存了。”一时间，玩家群体中竟然传出不少支持的声音，就连一些看热闹的玩家都隐隐有些异动。刘维的眼中掠过一丝得意，转过身朝着白仓笑着说：“苍白大神，要不还是便宜一点吧？你看大家都挺支持你的，就算是为枫叶村玩家们发一点福利嘛。”看完眼前的这场闹剧，白仓心底一审，就这点套路还想来用名义绑架我？做梦！他站起身，摸了摸幽灵梦魇的鬃毛，嘴里吐露出一句话：“爱买买，不买滚。”这一句话让刘维脸上的笑意僵住了，他没想到白仓这么不给面子。余光注意到黄小田担心的眼神，刘维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他放大了自己的声音高喊道：“苍白，你别以为自己是排行榜第一就了不起了，要不是你运气好接了隐藏任务，你能这么装？”说着他冷笑起来：“如果不是你仗着时间优势把村子里的任务全接走了，大家至于升级这么慢吗？你现在识相点，我们还愿意用元买你的装备，不然等到之后大家等级上来了，你又算什么东西？”原本围观的玩家们一阵哗然，没想到第一深情居然这么大胆，竟然直接质疑起了苍白这个目前的玩家第一人。而且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居然还真有玩家附和起了这个第一深情。
一旁围观的铁王三人表情则有些玩味，显然玩家群体中有人在带节奏，不然只凭几句陌生人的口号，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吗？他们将目光投向苍白，想知道他面对这些会做出怎样的行动。在他们的注视下，白苍直接骑上了幽灵梦魇，手中贝塞留斯的叹息寒光闪闪，居高临下的将之前说过的话语又重复了一遍。我再说一次，爱买买，不买滚。配合着他的话语，幽灵梦魇直接嘶鸣一声，幽蓝色的火焰直接朝四周猛地延伸，让包括刘维在内的玩家们都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刘维的表情难看，没想到到了这一步，白苍竟然还不愿退让，这让高举民意大旗的他有些进退两难。但白苍的话语还没有结束。不过嘛，既然这位第一深情先生想为大家谋福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等刘维回答，白苍接着说道：这样吧，只要这位第一深情先生正面打败我，我就把这些摊位上东西全部送给大家，怎么样？白苍有些戏谑的话语直接让原本就被刘维引导的高涨情绪彻底燃爆，一些好事的玩家甚至直接鼓起了掌，高喊着刘维的游戏昵称。短短的时间内，有大量的玩家加入其中，并且他们的口号迅速统一，甚至玩家们还加上了节奏。第一深情，砰砰，第一深情，砰砰。这时刘维是真的骑虎难下了，虽然他嘴上喊着白苍靠运气，但他又不是真傻，就算靠运气，白苍的等级也比他高啊，更别提还有那头看着强的坐骑。但要是直接拒绝的话，他的名声就臭了。这可不行，他本来是打算借着将白苍踩下去的名声组建势力的，要是名声臭了，他组建不起势力，一个人练级就太慢了，怎么在这个游戏里崛起？刘维的思绪一片混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白苍那可恶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样吧，1对1可能有些欺负你了，你不敢，那么加上这位小黄人小姐怎么样？而躲在后面的黄小田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白苍居然这么小气，不肯便宜一点就罢了，甚至还要威胁刘维和他。不过他的心中其实有些心动，一个人大概率打不过白苍，2个人总没问题了吧？更何况他还是钻石级天赋，能够大幅度削弱法术技能的消耗。可还没等他与刘维商议，白苍继续点名：如果还不够的话，你还可以把你的朋友们都叫出来一起，比如那位牛战士先生，还有……白苍手中长枪遥指人群，将刚才注意到的在人群中带节奏的玩家们一一点出。刘维此时的脸色有些苍白，他没想到白苍居然将他的人全部找了出来，而意识到自己被煽动的玩家们也有些愤怒，直接把白苍点出来的那些人从人群中推了出来。怎么样，加上你10几个人应该够了吧？现在我问你一句话。白苍坐在幽灵梦魇背上，高高在上的问道：你敢还是不敢？第13章戏耍虐杀。刘维这时也有些恼羞成怒了，他没想到白苍居然这么嚣张，敢一个人对付他们10几个。他这时也豁出去了：好，这是你说的，一个人和我们13个人打，我怕你输了以后反悔。白苍呵呵一笑：放心，一些摆上货架的东西而已，不值得我反悔。刘维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围观的玩家们则兴高采烈，纷纷讨论起这场战斗的胜负。我觉得还是第一深情他们能赢，10几个人不能被一个人打败了吧？那你觉得苍白为什么敢让他们10几个人上？肯定有把握的呀，兄弟！双方玩家各执一词，甚至有人开启了盘口，引得不少玩家下注。白苍朝着周围的玩家们招招手，示意跟上来，然后他一马当先的朝着村子西门外走去。玩家们踊跃的回应着他，乌乌泱泱一大堆人跟在幽灵梦魇的屁股后。刘维他们也跟在后面，10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讨着什么。其中一个战士率先开口：我们10几个人总不能打不过他一个吧？刘维摇了摇头，他敢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底牌，我们还是制定个战术，确保万无一失。剩余的人面面相觑，看向刘维：之前是你把我们找过来的，你来定吧。刘维用手轻点太阳穴，露出一副蜘蛛在握的表情。这样吧，我们13个人，6个职业全都有，在战斗开始之前，我们先摆好阵型，前排保护好后排。等到战斗开始，我们先把目标瞄准苍白的马，他是个骑士，没了那匹看上去很强的坐骑，肯定打不过我们互相配合的10几个人。刘维为了提升士气，还透了点底：我是黄金级天赋，能增加近战伤害；小黄人是钻石级天赋，能减少法术消耗。只要苍白的马一死，我们就赢定了。听到这番话，剩余的人内心大定，都觉得胜券在握。黄小田甚至幻想起了他们胜利后的画面，幻想着让苍白洗心革面，为大家做贡献。对此，刘维表面附和，内心却不屑一顾。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这么蠢。要不是天赋是钻石级，我才懒得理你。说到这个他就来气，凭什么他这样的人只有黄金天赋，黄小田的却是钻石？还有那个苍白，不就是比他进游戏早吗？要不是他昨晚在夜店玩太嗨了，也不至于进游戏这么晚。如果他早睡一会，
苍白的位置说不定就是他的了。刘维将思绪收回，见已经来到了村外，将周围的人拉过来，重申战术。白苍骑在幽灵梦魇身上，看着对面一群人嘀嘀咕咕，眼神漠然。无论他们商量了什么战术，在他的铁蹄面前，只有被碾碎的命运。远处，铁王和毒牙、粉红泡泡三人凑在一起，猜测着接下来的胜负。不约而同的，三人都一致认为白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铁王和毒牙的理由是白苍一定有底牌，不然不会一次性对战10几人。而粉红泡泡的理由就比较玄学了，他觉得白苍身上有种强者的气质，就像幻想作品中的主角一样，不会在这里倒下。对于他这个理由，另外2人表示呵呵。到了约定好的时间，白苍和刘维双方都表示准备好了。粉红泡泡作为裁判，提前打开游戏面板的录像功能，他站在双方中心的空地上，随着一发朝着空中发射的火球，战斗开始了。刘维这边，近战职业掩护在远程职业前面，几个刺客从两侧窜出，按照战前的安排，弓箭手和法师们将目标对准了幽灵梦魇。看到他们的行动，围观的毒牙和铁王都点了点头，至少他们是有配合、有战术的。而反观白苍，面对敌人的攻势，他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他有动作了，他将手里的武器收起来了。在围观群众的一片哗然之中，白苍以极其傲慢的姿态收起了手中的长枪，双手抱胸，仿佛一个挂件一般，任由坐骑带着他面临敌人的进攻。他疯了吗？毒牙不由得发出疑问。可下一秒，他就看到了白苍如此傲慢的原因。面对飞来的攻击和即将围上来的敌人，幽灵梦魇不屑地发出一声嘶鸣，随后四肢发力，50点的速度在此时得到了恐怖的彰显。仿佛一道闪电一般，幽灵梦魇带着白苍轻松躲过了所有的进攻，在一处空地停下了脚步，然后朝着刘维他们发出挑衅的叫声。怎么会这么快啊？刘维与场边的观众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恐惧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嘶吼着指挥同伴继续打。可幽灵梦魇太快了，飞射的箭矢与法术根本碰不到他一根毫毛，更别提那几个折返跑的刺客了。更打击士气的是，幽灵梦魇为了戏耍他们，每次闪躲过后，故意停留在能被攻击到的范围内，刺激他们继续进攻。这样2、3次之后，刘维这一方的内心绝望了，碰都碰不到，这还打个屁！而白苍似乎也察觉到了他们的情绪，他伸了个懒腰：“你们打完了吧？打完就轮到我了。”他的手向前一伸，贝塞留斯的叹息被握在手中。下一秒，来自地狱的一种梦魇载着被骸骨缠绕的钢铁骑士，朝着敌人发起了冲锋。燃烧灵魂的火焰从马蹄蔓延至骑士全身，好似从地狱中冲出的复仇恶鬼，要疯狂撕咬敌人的血肉。在这样恐怖的冲击力面前，10余人匆忙摆出的阵型被无情撕裂，几个来不及躲闪的玩家被当场秒杀。而在他们惊魂未定时，复仇骑士的冲锋在调转方向后又一次袭来。此时敌人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朝着四面八方疯狂逃窜。但迎接他们的是从背后传来恐怖冲击的长枪和飞在半空中的无力感。在观众沉默的注视下，白苍像是无情的杀戮机器，将他的敌人一个一个追上，然后刺死。而他留到最后享用的是已经被吓瘫的刘维、黄小田2人。又一次的调转马头，无视哭泣求饶的声音，地上的女法师直接被挑到空中，伴随着幽灵梦魇的嘶鸣声，他2只前蹄腾空，背上骑士冰冷的长枪捅出，将空中坠落的人影直接贯穿。随后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马蹄从空中落下，直接践踏在地面男人的胸前，将其活活踏死。在月光的沐浴下，白苍高举血色的长枪，四周鸦雀无声。第14章下线，被引爆的论坛。注视着那道恐怖的身影逐渐变淡，直到最后消失，粉红泡泡这才松了口气。和他同样动作的还有一旁的毒牙和铁王。幸好N次游戏下线的时间快要到了，不然他们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他们眼神复杂地看着白苍消失的地方，言语无法表达他们刚才受到的震撼。当白苍在月光下举起血染的长枪时，他们甚至有一种臣服的冲动。只能说不愧是等级榜第1、首个击杀 BOSS 的玩家。白苍肆意戏耍虐杀的表现让他们极为忌惮，恐惧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生向往、崇拜。他们恨不得取代白苍，自己骑着燃烧烈焰的战马驰骋，用挥舞的武器将敌人斩于马下。特别是白苍最后杀死2人的场景，铁王和毒牙将自己带入进去时都要颅内高潮了，实在是太无情、太残暴、太喜欢了。可以说他们2个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白苍凌空贯穿一人，又将敌人踏在马蹄下的画面，实在是让人情绪激荡，难以自拔。他们尚且如此，更别提围观的男玩家们了。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和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不仅脸上眉飞色舞，手也不停地比划着什么，嘈杂的声音直冲天际。可以说即使现在有一头泰坦巨兽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也会拿着武器嗷嗷地冲上去送死。而以粉红泡泡为代表的女玩家们反应同样激烈，他们两两三三地聚在一起，兴奋地手舞足蹈，时不时发出一声尖叫来发泄内心的情绪。在白仓这一番冰冷、残暴而又附带美感的表演过后，枫叶村的女玩家们集体成为了他的粉丝。粉红泡泡更是在下线后的第一时间就将录制的战斗视频上传到了 N 次的官方论坛上，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白仓的英姿。而视频的标题也很简单， N 次游戏第一人的虐杀秀。而另一边，白仓同样在回味着刚才的战斗。当他骑着幽灵梦魇朝敌人冲锋时，他的心中就不断涌出暴虐的情绪与杀戮的欲望。在一次次的冲锋中，这样的情绪不断喷涌而出，溢出了他的心灵，充斥着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在他用长枪贯穿空中的黄小田，幽灵梦魇用马蹄踩死刘维时，复仇的快感点燃了他的身心。多重情绪叠加下，白仓举起了手中的长枪，像戏剧中的高潮一样，他的情绪也喷薄到了高潮。那样的快感甚至强烈到让他的手有些颤抖。而当他回到现实后，脑海中的快感逐渐散去，这让他的内心有些失落。白仓躺在床上，他朝天花板伸出手，五指张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装饰豪华的大床房中，刘维猛地坐起来，胸口似乎还残留着幻痛，他大口地喘着粗气，缓过来后脏话连篇地叫骂着白仓的名字，但眼角的泪水却抑制不住地流下来。租住的公寓里，黄小田双手颤抖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意识到完好无损后长舒了一口气，但被长枪撕裂身体的场景不断在脑中回放，让他忍不住痛哭起来。而在他们哭泣时，全球的互联网因为一个论坛和其中的一条视频兴奋起来。起初没人知道为什么一个游戏论坛会出现在所有人的电脑上，但当进入 N 次游戏的玩家不断回归后，全球都得知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个神秘的 N 次游戏出现在了这个世界，当你入睡后就能进入其中，前往异世界进行冒险。一时间，关于 N 次的消息满天飞，不少玩家下线后都选择在论坛里分享自己的感受，而他们总会提到一个名字：苍白。在所有人都费尽心思与史莱姆这样的低级怪物搏斗时，他横空出世，用3条游戏公告让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就在所有人都好奇这个苍白究竟是谁，为什么能击杀 BOSS 时，一条视频被上传到了论坛。所有看过视频的玩家都被画面里苍白的表现震撼。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来自地狱的复仇骑士对敌人发起了冲锋，他仿佛不知疲倦的亡灵，用一次又一次席卷着火焰的冲锋终结着敌人的生命。尤其是视频的结尾，人马配合的残暴处决和月光下骑士高举血色长枪的画面更是被单独截成视频广为传播。全世界的互联网都在参与苍白有关的话题。他为什么这么强？他在哪里？他的坐骑是怎么获得的？他为什么要以一当十？这个神秘的玩家凭借着恐怖的实力，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对象。尤其是意识到 N 次游戏不对劲的官方组织与玩家们，更是将苍白列为头号观察对象，反复播放视频来分析他的技能、装备。而在分析出游戏与现实中的地理位置是对应时，白仓生活的城市瞬间成为了无数交通工具的终点，大批身份不明的人开始涌入这里，寻找着苍白的线索。而白仓在干什么呢？他在吃饭。看过论坛的他，当然也知道自己现在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目标，但无所谓，等他在上线拿到那件道具后，现实世界里将没有人能找到他的真实身份。吃饱喝足的白仓回到房间，再次浏览起了论坛。此时论坛中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他的，人们好奇他的一切。而白仓在浏览时能明显看出一些答案出自枫叶村的玩家，他们将自己从村长那里接隐藏任务、摆摊、赌斗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不少玩家们都热衷于从他们诉说的内容里分析白仓的行为，猜测他行动的目的。白仓略过这样的讨论，将注意力放在一些分享游戏内容的帖子上。很快，他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一名玩家在刷怪时被人偷袭死亡。奇怪的是，他复活后属性面板上多了一个持续24小时的虚弱状态，这让他在论坛上破口大骂。而根据他的回忆，那人在大白天穿着笼罩全身的黑袍，非常的可疑。看到这，白仓的眼睛亮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了这个 NPC 是谁——腐烂吸血鬼维克多。第15章：血统，虚假的存在感。白仓对这个 NPC 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 N 次游戏中第一个对玩家们表现出强烈敌意并进行猎杀行为的 NPC。 在前世，他流窜10几个新手村，击杀了数以百计的玩家，最后被几个领头的玩家组建团队斩杀。而从他的身上掉落了一样物品，让当时的团队瞬间分崩离析，互相厮杀来争夺它。那件物品的名字叫做血脉收集装置。而要了解它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到 N 次游戏的背景。在悠远的岁月前，游戏中的世界被称作起源，
那是一个无比强大的世界，以至于其中的生灵将自身的世界视作诸天万界的起源。而在起源世界中，生存着数以百计的种族，巨龙、精灵、矮人、地精、兽人、人类等都建立起了强大的文明。他们用智慧、勇气、毅力共同创造了那个世界的辉煌。即使在世界外，还有深渊、地狱、天界、元素等强大世界的虎视眈眈，但起源世界的生灵们用一次又一次胜利让他们无功而返。但或许是胜利迷惑了他们的双眼，起源生灵们竟然想直接掀起反攻，将其他强大的位面都拉入起源世界，将他们作为自己世界的养料。于是，一场前所未有、席卷万界的战争爆发了。精灵用弓箭射落天使，恶魔用火焰燃烧巨龙，法师们挥动法杖将星辰作为炮弹发射，元素领主则用漫天的雷霆回击。而这场大战最后以2败俱伤告终。起源界的生灵们虽然成功让起源世界吞噬了几大位面，但他们的文明也被这场大战断绝，在不久后灭亡。为了在新世界延续自身的种族，在灭亡前，法师们以适应力最强的人类为载体，将百族的血脉都加入其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种族，那就是如今的人类。所以在 N 次游戏中存在着一个隐藏的系统，那就是血统。只要开启自身的血统，并不断提升浓度，玩家就能够将自身转化为精灵、龙裔、矮人等隐藏种族，从而获得独特的技能、职业，甚至有的玩家在提升血统浓度时还能获得种族天赋，可以说好处巨大。而血脉收集装置就是能够开启血统的一样道具，只要携带它，就能够在击杀人类时自动收集百族血脉，为主人开启血统并提升浓度。在这基础上，击杀的人类越多，收集到的百族血脉也就越多，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大。如果白仓没有记错的话，在维克多肆虐的新手村中，正好有枫叶村的存在。如果他能够将维克多提前引诱过来并击杀的话，他就能将原本就领先其他玩家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而将雪球滚到他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白仓想到这里，内心立刻就下了决定，就这样干。对于白仓来说，击杀维克多并不是问题，在前世维克多死亡时也不过是10级的 NPC， 凭借白仓和幽灵梦魇的实力，对付一个初出茅庐的维克多更不是问题。现在摆在白仓面前的是，要如何吸引维克多来到枫叶村呢？他将双手垫在脑后，身子靠在椅背上，思索着这个问题。白仓先是回忆脑海里维克多的情报，他的职业是刺客，开启的血统是血族。一旦觉醒这种血统，就会极度厌恶阳光，喜欢黑暗，热衷于吞噬血液，对于高品质血液的味道极为敏感。而维克多本人就沉迷于这一点，在杀死生物后会连吞带咬的撕咬未冷的尸体，这也是他外号腐烂吸血鬼的由来。将这些情报回顾了一遍后，白仓脑海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想法，不知道黄金级生物的血液能不能将这只吸血鬼引来呢？或许还要加上那件道具。白仓在心里盘算着。白天很快过去，在无数玩家的期盼中，他们又能进入 N 次游戏了。白仓睁开眼，不理会周围玩家的喧哗声，直接骑着幽灵梦魇冲上了村子西边的山林中，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来。白仓翻身下马，再去拿到那件道具前，他还需要增强一下实力。他看了看背包里的元，发现数量已经近万了，看来可以融合不少次。白仓从背包中拿出一堆黑铁级的技能书，然后开始使用自己的天赋疯狂融合。但与之前不同，这一次白仓在使用天赋时闭上了眼睛，全力感受着自身的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融合中，他逐渐有了感觉，尽管背包中元的数字在不断下降，但白仓却甘之如饴，因为他能感受到物品之间的相性了。白仓又一次的开启天赋，但这一次他没有急于融合，而是不断将技能书投入熔炉当中，在闭眼感受后又取出。终于他筛选出了2本技能书，融合飞出的青铜级技能书让白仓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然，在经过大量融合后，他的天赋得到了开发，能够在融合前感受到物品的相性，从而选出最优的组合。这一次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然后白仓就将目光投向了之前交易来的技能书和装备上，背包里元的数字再次疯狂下滑，而白仓的属性面板却变得逐渐豪华起来。玩家苍白，种族人类，职业战争骑士，天赋奇迹熔炉，等级 LV3， 属性力量27加10，体质23加11，敏捷23加9，智力22加8，魅力1，幸运1。技能猎杀标记，神话级，疾风骤雨，白银级，突刺，青铜级，横扫，青铜级，蓄力射击，青铜级，浮空击，青铜级，战争践踏，青铜级。物品青银羽毛，骸骨套装，贝塞留斯的叹息，战争之盔。元0。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白仓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在融合了许多次后，
不仅他身上全部是青铜级的装备，就连技能也都到达了青铜级。特别是暴雨技能，在和几本3连射技能书融合后，就变成了白苍第一个白银级技能疾风骤雨。不仅可以极快的速度连续射出威力不减的箭矢，甚至每道箭矢还可以由白苍自由选择在空中是否分裂为威力减少的箭雨，可以说完全汲取了2个技能的优点。那么接下来就该去拿虚假的存在感了。第16章，纵身一跃到手。虚假的存在感是一件白银级的饰品项链，它的作用就像名字一样，能够让佩戴者的存在感无限降低。只要开启这个效果，并且佩戴者不做惹人眼球的事，旁人都会将其视为平常。而这个效果并不止于此，它甚至可以将佩戴者的名字、照片、画像等相关的一切都抹去存在感。看到这些东西的人只会把它们当作忽略的目标。当然，这个效果只对不高于佩戴者5级的单位生效，这也是他白银级的原因。但对于白苍来说，这件装备正好适合他，只要能保持等级领先，就永远不会有玩家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他发育起来。这件装备原本就在白苍的计划当中，只是有了轻盈羽毛这个物品后，白苍就能提前获得它了。他骑着幽灵梦魇一路冲到山的最高处，这里是一处悬崖，而悬崖的下方是深不见底的幽谷，如果直接跳下去，绝对会摔得粉身碎骨。但有了轻盈羽毛后就不一样了，白苍将幽灵梦魇留在悬崖上，嘱咐好他击杀任何靠近这里的生物后，开启道具，白苍纵身一跃，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接下来出现的场景让幽灵梦魇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高空中的白苍并没有急速坠落，而是像没有重力般轻飘飘的慢慢朝着下方的深谷飘落。由于下落的速度比较慢，白苍飘了10分钟才双脚落地。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虽然这里阳环境恶劣，但仍有不少菌类顽强的成长着，并且诡异的是，这些蘑菇的伞盖上都长出了一张笑脸，并且眼神诡异的朝着同一个方向看去。白苍一脚把挡路的蘑菇踩倒，将贝塞琉斯的叹息取出，朝着那个方向前进。随着他的深入，周围的蘑菇也变得多样起来，杂乱的颜色和千奇百怪的形状让白苍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光怪陆离的梦境世界一般。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是一间黑色的小屋，坐落在一片空地上，而虚假的存在感这件装备就放在其中。白苍没有急于上前，反而缓缓走到空地上，将手中长枪高高举起，全身肌肉都被调动起来。下一秒，长枪猛然砸落在地面上，战争践踏，无形的波纹在地面蔓延。白苍向后退出这片空地。过了2秒，愤怒的叫声从地底传出，白苍面前的空地开始晃动，那座黑色的房子也开始摇摆。伴随着泥土的飞溅，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白苍的面前。它的外表和白苍最初遇到的蘑菇一样，只是放大了许多倍。但不同的是，在它的军杆上同样存在着一张人脸，并且正在做出愤怒嘶吼的表情。而白苍目标的那栋黑房子就稳稳立在他的伞盖上。显然，如果刚刚白苍直接走过去的话，没准就会受到这个大蘑菇的偷袭。而这个怪物的名字也展示了出来，白银级 BOSS 竞技蘑菇纳尔尼亚。大蘑菇在愤怒过后，意识到自己的陷阱被看穿了，他恼羞成怒地朝着白苍这个小不点蹦过来，想要一屁股把他坐扁。但白苍在他蹦起落下前就闪开了。纳尔尼亚还想要继续这样的进攻，却被白苍接连躲避。在躲避的间隙，他直接将武器换为骸骨狩猎者，对着这个体型庞大的目标疯狂射箭。这时疾风骤雨就派上了用场，密密麻麻的箭矢像雨点般落下，将大蘑菇扎成了刺猬。如狂风骤雨般的攻击配合猎杀标记的伤害增幅，直接让大蘑菇的血量下降了快一半。纳尔尼亚似乎也被这样的伤害给吓到了，急忙使用了自己的隐藏形态。在白苍的注视下，大蘑菇的身上不断掉落出小型的蘑菇怪，这些小怪一落在地上就疯狂地朝着白苍冲来。虽然被疾风骤雨几下就轻松解决，但竞技蘑菇纳尔尼亚已经达成了他的目的。出现在白苍眼前的是一个头顶伞盖的人形生物，与之前的大蘑菇形态不同，这个人形生物的体态完美，相貌精致，仿佛巨人版的美丽人偶，一看就是个强力角色。而更换形态的竞技蘑菇也展现了新的技能，与之前的蹦跳攻击不同，变换后纳尔尼亚的攻击方式更像是召唤师。他双手每一次挥动，都有无数笑脸蘑菇从地上冒出，然后变成小蘑菇怪攻击白苍。这些蘑菇怪不仅数量众多，并且在纳尔尼亚的指挥下十分难缠，一旦没有及时杀死一只，他就会钻回地中回满血继续出来。可以说，即使是现在本次游戏中配合最默契的玩家团队，在这样的围攻下也会隐恨埋葬在蘑菇堆中。但白苍不一样，他的猎杀标记太强了，无冷却时间让白苍能够疯狂标记每一个冒头的蘑菇怪，再加上他快把弓弦拉断的急速频率与疾风骤雨的范围攻击，白苍硬是一个人在蘑菇堆中坚持住了。
在他的周围，蘑菇的尸体们甚至形成了一道壁垒，阻挡着生前同伴的进攻。而在这样的对耗下，竞技蘑菇顶不住了。要知道，这些围攻白仓的蘑菇估计都是从他身上掉落的菌丝长成的，结果他的体型都缩水一半了，这个小不点竟然还没死，实在是让蘑菇顶不住。于是，原本矗立的巨大人形蘑菇突然解体，在坠落的黑色房子与大量蘑菇怪的掩护下，竞技蘑菇的核心悄悄钻入了地底，疯狂逃窜。当白仓用剑矢清理完所有的蘑菇怪后，留给他的就只有一个坍塌的黑房子了。但白仓毫不在意，他的第一目标是虚假的存在感，而且那只逃跑的 BOSS 已经被他标记了，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白仓快步来到房子坍塌形成的废墟中，在经过一番寻找后，成功找到了一条项链。这条项链由各色的宝石组成，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它们一会发出夺目的光芒，一会又犹如普通的石头般平平无奇。白仓将其拿在手上，观察一会后，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虚假的存在感，到手。第17章狩猎计划。虚假的存在感，白银级。佩戴装备的玩家自身以及记录玩家信息的物品、资料等将存在感降低，被人忽略。此效果仅对不超过玩家5级的单位生效，效果可关闭。白仓看着项链的属性，没错，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接下来只要升到10级，就可以将它提取到现实了。白仓将项链佩戴上，虽然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虚假的存在感应该已经发挥了作用。正如白仓所料，在他佩戴上虚假的存在感的瞬间，原本还在积极讨论他的玩家们突然丧失了兴致。不知怎么的，他们的话题就偏到了别处去。即使苍白仍然是排在等级排行榜第1的玩家，大家却都不再关注讨论他了。即使是偶然聊到他，也是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就像聊到了一个身边的普通玩家一样。可以说，虚假的存在感这件装备效果显著。当然，此时的白仓还不知道这些，他还在追踪着逃跑的竞技蘑菇。由于身上有猎杀标记的存在，即使这个 BOSS 可以钻地逃遁，白仓也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最终，竞技蘑菇纳尔尼亚似乎是放弃了挣扎，被白仓一枪杀死，留给他掉落一地的物品还有丰厚的经验。原本白仓的等级就已经接近4级了，在击杀 BOSS 和一堆蘑菇怪后，经验直接到达了5级，甚至直接过半了。只能说，对于白仓而言，或许刷 BOSS 才是提升经验的最好手段。况且 BOSS 掉落的物品貌似也更加丰富了。白仓清点了一下竞技蘑菇掉落的物品，发现只有一本技能书和一个法杖是白银级的，其余的物品都是青铜级的。他挑挑拣拣，最后挑出了3样他能够用的东西。第一件是白银级的技能书召唤侍从。召唤侍从，白银级。玩家可消耗法力召唤5至10个骑士侍从，侍从属性为玩家属性的 30%， 自带青铜及铠甲与武器。冷却时间30分钟。学习需求，骑士职业。没错，骑士也是有法力的，而且以白仓的智力属性来看，即便是最强的几个法师，估计也没有能与他抗衡的。作为少有的召唤类技能，召唤侍从这个技能对于骑士来说还是不错的，毕竟可以人多打人少。但白仓有一点很想吐槽，都是骑士侍从了，怎么连匹马都没有啊？这让他带领着骑士们冲锋陷阵的想法破碎了。不过之后，白仓倒是可以找找有没有召马群的技能，到时候说不定2个技能一融合，他召唤骑士团的想法就实现了。白仓直接学习了这个技能，而第2件物品也是技能书。没错，就是竞技蘑菇的蹦跳攻击技能。虽然这个技能对白仓来说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他通过天赋发现战争践踏能与这个技能融合，那就没什么说的了，直接融吧。战争践踏，白银级。玩家大力震荡地面，对半径5米内的所有单位造成玩家自身力量值 20% 的伤害，并对范围内单位敏捷进行判定，未通过的单位进入3到5秒的眩晕状态。冷却时间30秒。融合后的战争践踏成为了白仓的第3个白银级技能，不仅眩晕时间增加了，还增加了范围伤害，用途更加广泛了。而第3件物品就有意思了，这是一瓶青铜级药剂，能够让服用单位不断散发出吸引怪物的味道。在前世，这样效果的药剂通常被玩家用来引怪刷经验，当然翻车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白仓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师用类似的药剂引来了一堆禁魔傀儡，结果一个法术都用不出来，被当场殴死。不过这对于白仓并不是难题，新手村里也没有能对他造成麻烦的怪物。而且这瓶药剂也不是给他服用的，他打算留给幽灵梦魇。原因也简单，他打算用这瓶药剂配合幽灵梦魇的血来引诱腐烂吸血鬼维克多。他在上线前已经调查清楚了维克多的位置，距离枫叶村并不遥远。本来他打算多放一些幽灵梦魇的血来当诱饵，但有了这瓶药剂后就不需要了。只要他找好一处位置使用药剂，就能源源不断的吸引怪物攻击，到时候成堆的尸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再搭配幽灵梦魇黄金级的血液，白仓不信维克多不上钩。
要知道，吸血鬼对于血液的味道非常敏感，甚至比现实世界中大白鲨追踪血液的能力还要强。白苍制定好计划后，匆匆回到了悬崖上，找到那里无聊等待的幽灵梦魇，和他商量这个方案。幽灵梦魇一开始当然不愿意，但白苍开出了让他先独自对战维克多，白苍不插手的条件，这让幽灵梦魇心动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除了刚开始杀死了一群野兽，之后再没独自狩猎过，这让本性好战残忍的他有些难受。略微思考了一会，幽灵梦魇接受了白苍的条件，并且额外加上了让自己猎杀被引诱来的野怪的条件。白苍对此欣然接受，幽灵梦魇愿意帮他刷怪攒经验，他当然是乐意的了。在计划通过后，白苍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找到一处能引来大量野怪的地方。他最后骑着幽灵梦魇来到了村子南边的平原上，这里是新手村附近野怪等级相对较高的区域，此时根本没有玩家来到这里。而这里的野怪资源也很丰富，野牛、豺狼、狮子、秃鹫，种类丰富的同时数量也多，可以说是白苍实施计划的完美地点了。找了个地势高的位置，白苍在一棵枯树下将药剂取出，喂给了一旁的幽灵梦魇。喝完后，幽灵梦魇还回味了一下，觉得味道不错。白苍拍了拍他的脖子，笑着说：“一会就看你了。”幽灵梦魇嘶鸣了一声，浑身火焰暴涨，显示出他强烈的信心和旺盛的战斗欲望。恰逢此时，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白苍看着远处袭来的兽群，对旁边的坐骑招呼道：“来了。”第18章，吸血鬼的死亡。白苍爬到树上眺望，映入眼帘的是大批野怪组成的兽群。体型巨大的野牛们是兽群的主力，健硕的肌肉与锐利的牛角显示出其不错的战力。而在野牛的背上，一些暗红色的豺狼趴在上面，原本是对立关系的，他们在药剂的影响下共同前进。当然，兽群中的肉食动物不止豺狼，拥有着黄金色毛发的雄狮同样带领着母狮们来到了这里。花豹的皮毛在兽群中若隐若现，天空中秃鹫难得成群结队的出现。此时此刻，草原上所有种类的野怪都出现在了这里。面对这样庞大的兽潮，幽灵梦魇反而兴奋不已。他的身体微微低伏，四肢蓄力，身上幽蓝色的灵魂火焰疯长，最后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出去。在奔跑的过程中，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四蹄翻飞腾空，幽蓝色的火焰覆盖全身，直接在奔跑途中开启了死亡冲锋的技能。在闪电般的速度下，兽群与他的距离转瞬即逝。面对如潮水一样的敌人，幽灵梦魇没有丝毫畏惧，带着对战斗的渴望，他直接冲入了茫茫的兽潮中。黄金级的面板搭配死亡冲锋的技能，让幽灵梦魇化为沾之即死的魔物，像热刀切黄油般直冲向兽潮深处。头上的独角在火焰的缭绕下势不可挡，无情刺穿撕裂一个又一个野怪的躯体。即使偶有利爪让幽灵梦魇见了血，也阻挡不了他的脚步，反而彻底激发了来自地狱一种的凶性。于是在树上白苍的视野里，幽蓝色身影像是一杆长矛，直接洞穿了兽潮，让拥挤的阵地短暂的多出了一片直线型的空地。冲出兽群的梦魇此时浑身血色，野怪们血液和他自身流出的血混在一起，染满了全身，甚至他的躯干上还附着着残留的成块血肉。而他还不甘心止于此，还能看出是白色的马蹄跃动，他又一次冲向了黑压压的兽群。就这样，幽灵梦魇冲锋了3次，杀死了许多野兽的同时，也彻底将地面上剩余的野怪吓破了胆，朝着四面八方逃窜。而手持骸骨狩猎者的白苍也将空中最后的10几只秃鹫射死，从树上跳下，朝着坐骑走去。这时，原本青黄的草原变得血迹斑斑，到处是野怪的尸体和飞溅的残肢血肉。白苍的鞋踩在地面上，偶尔竟然会有滋滋的血水流出，由此可见死在这里的野怪有多少。白苍穿过战场，来到正在原地伫立的幽灵梦魇身边。此时，他身上残留的战场痕迹已经被幽灵鬼火清理干净。白苍打量着他，发现他的眼神疲惫却又兴奋，身上的火焰在燃烧了死去野怪的灵魂后也壮大了不少，甚至可以随风摇曳。白苍抚摸着他的独角，夸奖道：“干得不错，接下来就等着吸血鬼过来了。”幽灵梦魇蹭了蹭他的手，开始为接下来的战斗蓄力。而尸体遍地的草原，此时血腥味冲天，吸引了不少蚊虫在这里盘绕。血腥味随着空气传播，很快被枫叶村附近一名身穿黑袍的人闻见。好浓郁的血腥味，里面竟然还有我没见过的高品质的血液，难道是有高等级的怪物在附近屠杀？维克多心中思索，但手上的动作却不慢。利刃轻松捅穿一名独自练级的玩家的心脏，将其秒杀后，维克多张开满是獠牙的嘴，趁热吸吮血液。过了一会，他擦了擦嘴，还不够。想到刚才闻到的浓郁血腥味，维克多眼中闪过一丝血色，犹豫了一会，他还是选择朝着血液味道传来的方向奔去。作为一名高敏捷的刺客，他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果然，这里有大量的生物在短时间内死亡。维克多呼吸着充斥着血腥味的空气，
脸上露出迷醉的神色。他按捺住自己嗜血的冲动，开始观察四周的环境，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段距离。他发现了制造这次屠杀的元凶，那是一匹神骏的长有独角的骏马，四体雪白，而身体漆黑，身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伤口。他在原地不断踏步，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哀鸣。看来他也在刚才的战斗中受到了不轻的伤害。维克多心中一喜，露出贪婪的目光。如果能吞噬他全身的血液，我的力量肯定能成长不少。但维克多没有放松警惕，他选择开启前行技能靠近，一直走到那匹马附近都没有被发现。维克多的内心有些放松，他果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在这样的想法下，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原本还在哀鸣的独角马身上燃起了幽蓝色的火焰，他直直地注视着维克多的方向，血色的瞳孔满是戏谑。维克多反应过来不对劲，但早被白苍提醒过的幽灵梦魇直接发动了冲锋，短短的距离瞬间被拉近，维克多只来得及后退一步，下一秒直接被冲击而来的独角撞飞。他裹着黑袍的身影在半空中倒飞，越飞越远，突然在半空中解体，化作数十只蝙蝠朝着四面八方飞去。幽灵梦魇冲锋速度不减，身上的幽灵鬼火不断飞出，朝着天空中四散的蝙蝠攻击。大部分蝙蝠来不及躲闪，直接被烧成灰烬。少数蝙蝠躲过了攻击，在一棵树下集合，重新变回了维克多。他的脸色苍白，眼神充满了恐惧。但这时，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维克多浑身抖了一下，没回头，直接开启前行，朝着远方急速飞奔。1秒、2秒，维克多没有受到攻击，但还没等他心中庆幸，一支蓄力已久的箭矢带着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命中了他的头部。维克多当场死亡。而临死前回荡在他脑海的是：他怎么命中隐形的我？远处幽灵梦魇跑来，不满地用马蹄踢了踢地上的尸体。好了，他本来就没多强，要杀他难的只是把他引过来而已。白苍略微安抚了一下幽灵梦魇的情绪，然后开始搜寻维克多的尸体。找到了，白苍手里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装备——血脉收集装置。第19章强盗。血脉收集装置黄金级，玩家每击杀一名人类，装备自动收集死亡人类的血脉，当某血脉浓度达到 1% 时，玩家可选择开启该血脉。玩家开启血脉后，装备提升血脉浓度的速度将根据血统等级升高而降低。血脉收集装置的造型比较奇特，装置中心是一个圆盘，圆盘中一枚血红色的眼珠，而在圆盘周围连接着8根金属制成的链子，链子的末尾是中空的针头。而佩戴它的方式也很简单，白苍将它放在心脏的位置，只觉得微微一凉，链子自动就插入了白苍的胸口，完成了固定。白苍低头一看，表盘上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起来，这是装备成功的标志。虽然觉得血脉收集装置的外表和佩戴方式有些邪恶，但白苍不管这些，能让他提升力量的就是好装备。白苍看了看等级排行榜，刚刷完怪的他升到了6级，而排名第2的玩家才3级，可以说目前他的领先优势还是很大的。但还不够，白苍要的领先是断层式的领先，他还需要一个强大的血统来继续增加自己的实力。击杀人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村子的东边有10级的强盗存在，他们是新手村周围最强的野怪，但应该也属于人类吧。白苍决定先去刷强盗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猎杀玩家了。村子东面是前往主城的路，在道路的两边有许多密林，而强盗就会时常从密林冲出抢劫路人。在前世，强盗是新手村玩家最痛恨和击杀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强盗作为人形怪，本身也是有各种职业的，所以击杀有很大概率掉落本职业的技能书，这点很让人垂涎。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强盗有一个非常恶心的技能，叫做抢劫。这个技能的效果是当玩家被强盗击杀后，他身上的装备掉落的概率高达 50%。 对于一些倒霉的玩家而言，只要他被强盗击杀一次，他身上的装备可能全部都会掉落。而更可气的是，这些强盗作为有职业的人形怪，他们还能穿上玩家掉落的装备，这更是杀人诛心。所以强盗这种怪变成了又臭又香的存在。臭是因为强盗们实力强大，还会配合，一不小心自己的装备也会掉落。而香是因为只要击杀强盗，不仅大概率获得本职业的技能书，还可以把之前玩家们掉落的装备再抢回来给自己用，收获非常大。而白苍此时正慢悠悠地走在穿过密林的道路上，他在等待强盗们的出现。果然，3个一脸凶相的强盗从密林中钻了出来，看装备分别是战士、牧师、法师，经典的铁三角。可能是因为玩家们等级还低的缘故，这几个强盗装备都比较简陋，所以看到白苍身上的骷髅套装后，这个3人强盗小队眼睛里的光都要冒出来了，看表情就能猜出他们此刻的心思，这下发财了。可还没等他们说出抢劫的话语，白苍直接猎杀标记搭配疾风咒语击杀了3人。随后他看向面板，在血脉收集装置下方多出了几行文字：
暗夜精灵血脉 0.001%， 狼兽人血脉 0.001%， 青铜矮人血脉 0.0001%。果然有效。白苍没有在意那几个百分号前的零，对他来说，只要能够确定强盗可以收集到血脉，那就足够了。由于在道路上等着强盗们自己出来太慢，白苍直接骑着幽灵梦魇钻入了密林，寻找他们的老巢。在顺着水源找了半天后，白苍终于找到了他的血脉宝库。这些强盗们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小的聚居地，在其中有不少房子，看样子是强盗们的住所。而在聚居地的中心，那里的房子要比其他的豪华不少，看样子是首领的住处。而在聚居地的外围，他们甚至建起了城墙和箭塔，上面有不少强盗作为哨兵巡逻。白苍本想将把强盗们一个个引出来杀死，但他转念一想，这样做的速度太慢了，不如直接冲上去厮杀，大不了还能凭借幽灵梦魇的速度跑路。于是白苍将装备都穿戴好，骑在幽灵梦魇身上，直接对着大门的方向使用了死亡冲锋。即使充当哨兵的强盗在看到白苍的第一时间就发起了警报，但幽灵梦魇的死亡冲锋直接撞开了强盗们聚居地的大门，冲入了其中。在马背上的白苍手持骸骨狩猎者，在冲锋途中不断射击，目光所过之处，所有视线内强盗都被箭矢射死。在冲入聚居地后，白苍更是发动技能疾风骤雨，连放5箭，满天的箭雨将整个强盗的聚居地都覆盖进了攻击范围。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聚居地内的强盗们都惊怒地钻了出来。他们在领头的指挥下迅速地站好阵型，然后朝着白苍和幽灵梦魇冲来。白苍环视四周，发现强盗们大概在70-80人左右，领头的也就是精英怪有3个，分别是骑士、战士和法师。而 BOSS 很有意思，从他身上黑色的牧师袍来看，他竟然是一名牧师，而他的名字此时也显示出来，白银级10级 BOSS 暗影牧师安德烈。此时的他正在指挥强盗们的阵型，并朝着受伤的强盗使用神术治疗。白苍当然没有坐以待毙，事实上在冲进聚居地后，幽灵梦魇就一直载着他在聚居地内横冲直撞。虽然骑士、战士2个精英怪一直在带着强盗们围堵他们，但都追不上幽灵梦魇的速度，被白苍疯狂地放风筝。一人一马在此时配合得非常默契，幽灵梦魇充分发挥他速度的优势，躲避着围堵和远程攻击，而白苍则在马背上发挥他能使用各种武器的优势，时而用长枪格挡挥向坐骑的武器，时而放出一波箭雨威胁后排的敌人。在他们的合作下，几十个强盗不仅没有追到他们，反而被白苍趁机杀了10几名同伴，气得领头的2个精英怪直跺脚。而面对将他们聚居地搅得混乱不堪的敌人，暗影牧师没有急于出手，而是在观察了一段时间敌人的表现后，才释放出了他对白苍的第一个神术。第20章暗影牧师。黑色的箭矢型神术飞射而出，目标直指白苍。千钧一发之际，白苍一个铁板桥，几乎仰躺在马背上，躲过了这次攻击。暗影牧师见这次攻击没有命中也不在意，双手合拢在胸前，准备下一个神术。白苍自然不肯，一个突刺解决面前的敌人，手里武器切换为骸骨狩猎者，对着暗影牧师就是连续3发箭矢。虽然有战士帮忙抵挡攻击，但空中分裂的箭雨还是命中了安德烈，打断了他手中的技能。见白苍这么嚣张，在他们的追击下还敢骚扰自己的首领，骑士和战士精英怪也是发了狠，直接强令自己的手下用身体阻挡幽灵梦魇的前进。面对这样的围堵，幽灵梦魇的速度一时也降下来，于是更多的强盗趁机围了上来。面对这样的情况，白苍没有慌张，他一拍坐骑，幽灵梦魇立刻心领神会地使用了战争箭塔。这个技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周围的强盗们都陷入了眩晕状态，白苍则趁机发动了自己新学会的召唤侍从。伴随着法力的消耗，10个全副武装的骑士出现在了白苍周围，刚被召唤过来的他们立刻适应了情况，举起手中的剑朝着眩晕的强盗劈去。而幽灵梦魇则载着白苍脱离了包围，朝着暗影法师的方向奔去。但由于精英怪已经帮安德烈拖延了足够的时间，暗影牧师面对气势汹汹的战争骑士并没有慌张，而是将聚拢胸前的双手向前推去，一个黑暗的球形技能朝着白苍他们迅速飞来。面对这个技能，白苍没有躲避，因为他知道黑暗诅咒这个技能是避不开的。作为暗影牧师这个职业的招牌技能，黑暗诅咒拥有追踪敌人的能力，在命中敌人后，除了造成伤害外，还会造成暗影能量的侵蚀，让被命中者受到暗影能量攻击时伤害增加。白苍和幽灵梦魇正面接下了这个技能，黑暗诅咒命中后，他们身上都多了一层附着的紫色暗影能量，但作为报酬，他们成功靠近了暗影牧师3米以内的范围。而在暗影牧师的旁边，除了2个战士外，都是牧师和法师，几乎没有能力阻挡幽灵梦魇的突进。面对2个战士的阻拦，白苍借着幽灵梦魇的冲击力，一个横扫就将他们逼退。眼见着暗影牧师要释放他的下一个技能了，白苍使出了他的杀手锏。
伴随着幽灵梦魇的嘶鸣，他身上的幽灵鬼火暴涨，随后发射出数量众多的火球，飞射向周围的法师、牧师们。而他重点照顾的对象就是安德烈这个暗影牧师。而紧随火球之后的就是白苍的长枪，浮空击的技能光芒浮现在贝塞留斯的叹息上。只要暗影牧师被挑到空中，那么迎接他的只有死亡。面对幽灵梦魇和白苍的联合进攻，暗影牧师只能放弃手中的技能。在残血战士的掩护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闪烁光芒，将他带离到了远处。瞬移，暗影牧师使用了瞬移躲避了幽灵鬼火的攻击，但剩余的法系强盗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幽灵鬼火燃烧法力的针对下，他们根本使不出任何技能，随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苍切换武器后一阵剑雨终结了他们的生命。战斗到了这个地步，强盗们的法系职业除了暗影牧师已经全灭，骑士和战士精英怪虽然斩杀了白苍召唤出的侍从，但也被他们砍到了残血，再加上之前被白苍放风筝射死的强盗，此时暗影牧师一方的战斗力已不足全盛时的1/4。面对这样伤亡惨重的情况，暗影牧师也露出了暴怒的神情。在看到白苍挑衅似的朝他勾了勾手指的动作，安德烈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疯狂的冷笑。下一秒，10几条暗影触手从他身上飞射而出，插入了他周围残存的强盗们身上。暗影牧师不理会周围同伴憎恨的目光，加大暗影触手将生命力转化为法力的力度。面对白苍手中不断射出的箭矢，安德烈一挥手，体内充沛的法力化作暗影护盾，将攻击挡下。随后仿佛不要钱一般，安德烈肆意挥霍着他的法力，一时间数十道暗影剑朝着白苍他们飞射而来。面对这种数量的攻击，白苍也只能暂避锋芒，但他手中弯弓搭箭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过。你有暗影剑，我有疾风咒语；你有黑暗诅咒增加伤害，我有猎杀标记增加伤害。你的法力是有限的，我的箭矢是无限的，看看谁能耗得过谁。这样对射了一会，安德烈也反应过来不对劲，充沛法力带给他的膨胀消失了，他开始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法力。而在白苍的视角，暗影剑的数量突然就下降了。本着趁他法力不足要他命的想法，白苍果断驱使着幽灵梦魇再次发起了死亡冲锋。即使没办法命中安德烈，至少也要把他可能还存在的瞬移技能逼出来。而面对幽灵梦魇缠绕着火焰的冲锋，暗影牧师没有瞬移，他选择了使用了一个新技能。体内法力疯狂的流逝，在冲锋到来之前，暗影牧师的影子疯狂膨胀，最后一只畸形的怪物挡在了他的身前。还没等怪物反应过来，白苍缠绕着幽灵鬼火的长枪就带着恐怖的冲击力命中了他的身体。尽管怪物面对这次攻击受到了巨额的伤害，同时发出了痛苦至极的吼叫，但他的血量还是坚持住了。为了不让暗影牧师有喘息的空间，白苍直接借力跳下马，自己一人对付起了这只怪物，让幽灵梦魇用鬼火去对付暗影牧师。事实证明，白苍的策略是对的。在梦魇恐怖的速度和极具针对性的幽灵鬼火面前，本身法力就不多的暗影牧师彻底陷入了窘境。而在看到白苍已经解决了暗影怪物跑过来支援后，暗影牧师安德烈陷入了绝望。既然如此，那么就一起毁灭吧。就在安德烈打算自爆时，白苍的一发战争践踏打断了他最后的妄想。贝塞留斯的叹息刺穿了暗影牧师的胸膛，结束了这个 BOSS 的生命。第21章邀请函。在击杀掉最后的 BOSS 后，白苍战斗中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他看了看血脉收集装置，发现多出了不少新的血脉。暗夜精灵 0.027%， 狼兽人 0.031%， 青铜矮人 0.0049%， 暗影飞龙 0.0057%， 血族 0.037%， 风暴施救 0.0078%。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血脉浓度极其低下的，但一听名字就很强的血脉，像什么大地泰坦、深海那家、熔岩领主都在血脉列表中显示了出来。白苍也算是发现了，越是强大稀有的血脉，收集的难度也就越高，浓度也就越低。想要获得强大的血统，还是要多多杀人才行。白苍把这次战斗的掉落收集到背包里，此时他的背包已经接近极限了，大量的青铜级装备、技能书、道具堆放在背包中，让有些收集癖的白苍心中微微满足。而这场战斗也带给了白苍丰沛的经验，现在他的等级已经来到了8级，最迟明天下线前就能够升到10级了。而只要第一个升到10级的玩家出现，系统就会公布游戏能被原提取到现实的消息，并开放提取功能。到那时，不知道玩家们会有怎样的心情呢？白苍有些期待。回到现在，他浏览了一下背包里掉落的物品，发现这次战斗带给了他大量状态类的技能书，特别是暗影牧师直接给他留下了一本白银级的光环类技能书。吸血光环白银级，玩家开启光环后，半径15米内的友方单位在近战对敌人造成伤害后，血量回复造成伤害的 10%。 光环无消耗，可关闭。学习需求：牧师、骑士职业。对于白苍这个战争骑士而言，光环类技能无疑是刚需。
这点从他的职业特性战场主宰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团队作战的机会，但哪怕给自己和幽灵梦魇用也是值得的。趁着这次机会，白仓直接从背包里挑了3本数量多而又实用的状态类技能学习。在职业特性的转化下，他们分别变成了荆棘光环、耐久光环和命令光环。其中荆棘光环可以让范围内的近战敌人受到反伤，耐久光环增加了范围内友方单位的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命令光环则是最直接粗暴的增加伤害。令白仓感到惊喜的是，他发现这些光环类技能彼此之间的相性似乎非常高，在他的一通融合下，白仓直接获得了4个白银级光环类技能，对他的增幅非常大。这也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他收集到所有的光环类技能并融合的话，能不能直接收获一个神话级的光环类技能呢？到那个时候，恐怕一个10级玩家也能在光环的加持下搏杀巨龙了吧。白仓将这个想法记在心底，继续清点剩余的掉落。结果在余下的物品中，只有暗影牧师的掉落最让他满意。首先是一枚戒指，暗影牧师在战斗中就凭借他瞬移躲过了当时的攻击。接近的遥远，黄金级。1. 玩家佩戴装备后可进行距离30米内的瞬移，冷却时间30分钟。2. 玩家可使用装备在最多3个地点进行空间标记，之后可在任何地方特殊空间除外，经过1分钟等待后传送到标记地点，冷却时间24小时。作为白仓的第一件黄金级装备，接近的遥远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神装。瞬移对于战斗的帮助就不用多说了，传送的战略意义也很大。如果未来白仓遇到了不可抵抗的强敌，凭借这枚戒指，只要他坚持1分钟就能够传送到事先标记好的安全地点，从而躲过危险。毫无疑问，对于白仓而言，这是一件能一直陪伴他的装备。其实到了这里，这场战斗的收获已经够大了，无论是光环类技能还是黄金级的戒指，都对白仓有很大的帮助。但暗影牧师掉落的最后一件物品更让他惊喜交加，神秘的邀请函，青铜级。撕开这封邀请函，玩家将被传送到异空间进行神秘组织的试炼，通过后将成为他们的一员。抚摸着材质独特的邀请函，白仓的目光深沉，没想到这个 BOSS 居然拥有密室隐修会的邀请函，真是意外之喜。密室隐修会，一个形式隐秘但实力强大的组织，他们的目的从名字上就看得出来，探索起源世界中隐秘的历史。无论是王朝覆灭的原因，还是某位大人物的死亡，都是他们探索的对象。基于这个目的，他们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法师，但除了法师外，也有不少隐藏职业者加入他们。因为隐藏职业本身就是过往的强者遗留下来的职业，他们的起源、特性、技能都蕴含着历史的秘密，这对于密室隐修会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为此，他们每年都会发出带有魔力的邀请函，这些邀请函会自动到达隐藏职业者手上，邀请他们加入。当然，不只是隐藏职业者，还有知识渊博的学者、稀有血统的拥有者、副职业大师等，对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人，密室隐修会都会发出对应的邀请函。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下，这个组织不仅拥有了恐怖的实力，还传承着无数隐秘宝贵的知识。可以说，密室隐修会至少1/3的成员都是为了这些知识而来的。白仓现在同样如此，因为他想找到自己战争骑士职业相关的更多信息。上一世，他是在一处意外进入的遗迹中获得了战争之盔，那处遗迹已经完全废弃，除了战争之盔外，只有游荡的钢铁傀儡。所以白仓其实很好奇，在前世刘维是怎么得知战争之盔可以用来转职的信息的。他知不知道战争之盔可以解锁神级天赋，他又是否了解战争骑士这个职业？还有最关键的，战争之盔带着他重生了吗？为什么他会拥有这样的力量？这一系列疑问在密室隐修会能得到解答吗？白仓不知道，但他决定尝试一下。第22章游击。出于谨慎考虑，白仓没有立即撕开邀请函，他打算等自己先升到10级再考虑密室隐修会的试炼，因为到那时白仓的唯一职业战争骑士就能再开启一个技能了。这算是隐藏职业的机制，基础职业在达到10级后可以去主城寻找职业导师学习技能，但隐藏职业只能通过等级的提升自己解锁。战争骑士作为唯一职业，他技能的强大白仓已经体会到，现在他已经习惯于战斗前先上标记了。如果等到10级能解锁一个神话级技能的话，白仓的战斗力又会暴涨不少。在此基础上，10级时系统还会给予宝箱的奖励，甚至如果白仓努力一点，说不定还能在10级时开启自身的血统。到那时，他就有足够的自信来面临密室隐修会的挑战了。白仓敲定了想法，骑着幽灵梦魇开始疯狂寻找强盗们的营地。作为活动范围覆盖周围10几个新手村的怪物，强盗们的数量可是很多的。白仓沿着水源寻找，迅速找到了一个小型营地。没有废话，白仓直接疾风骤雨起手，再搭配幽灵梦魇的死亡冲锋，
强盗们像被割的麦子一样成片倒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营地的首领也是骑士，并且拥有一匹风狼作为坐骑。可惜在5大光环的影响下，他和白苍之间的实力差距有点大。白苍手持长枪几次攻击就把他弄得险象环生，最后更是直接在坐骑上被挑起，陨落在了白苍的长枪之下，屠灭了一处营地。这次白苍特意留了个活口，询问他是否知道周围其他营地的地址。作为智力与常人无异的人形怪，活口为了保住性命，直接把周围营地的情报透露得干干净净。从他的口中，白苍才知道，原来强盗们在枫叶村周边的密林里有高达10处营地。这10处营地有着各自的首领，彼此保持联系，形成了默契，共同劫掠周围的几个新手村。白苍闻言眉头紧皱，他已经清理了2处营地，不知道剩余的强盗们得到消息没有。看来他还是要加快速度，在强盗们反应过来之前再多杀一些。随手将这个强盗刺死，白苍朝着最近的营地疾驰而去。并没有完全相信情报的他，绕着营地逛了2圈，发现确实如同那个活口所言，暗影牧师的营地已经是10个中第2强的了，剩余的营地实力都弱了不止一筹。为了快速解决战斗，白苍这次直接使用了召唤侍从，10个骑士侍从在光环的帮助下，像是砍瓜切菜一般斩杀着周围的敌人。这个营地的法师 BOSS 见到情况不对后，直接朝其他营地传递了求救信号，但在援军到来之前，他已经被幽灵梦魇给撞死了。随后白苍迅速收拾好掉落物品，让幽灵梦魇远离这里，自己一个人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躲了起来。他还没等多久，强盗们的援军已经赶了过来。白苍看着领头的10级黄金级 BOSS， 心中沈笑，那个活口果然隐瞒了情报。虽然他把剩余的情报都透露了个遍，但他隐瞒了强盗首领的关键信息。如果他真的傻乎乎的信了，那么说不定就要直接闯入黄金级 BOSS 的包围圈了。而不知道罪魁祸首就隐藏在附近的强盗首领一脸难看，他将手中的巨剑插在地上，愤怒地吼叫着：以我狂暴战士卡尔特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用巨剑斩下他的头颅。听到他的话，周围的强盗们纷纷附和，远处躲藏的白苍则没有反应，只是默默地把猎杀标记叠满了10层。强盗们在周围搜索了半天，但还是没找到白苍，最后还是骂骂咧咧地离去。在他们离开后，白苍没有立即现身，而是继续等待。几分钟后，几名隐藏的刺客们跳了出来，朝着援军离去的方向追赶。又等了几分钟，白苍见没有动静了，这才站起身来。有防备的黄金级 BOSS 还是狂暴战士，这可不好打呀。狂暴战士是战士类的隐藏职业，拥有越残血越强的职业特性，再配合主动技能狂暴，即使是白苍也不敢在残血时靠近。不过他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攻击范围太短。虽然已经选择了巨剑这种长度的武器，但和白苍的长枪以及弓箭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那么只要发挥幽灵梦魇和白苍在速度与射程上的优势，他们的胜算还是有的。更何况强盗首领带了这么多援军过来，那么他们的老巢不就空了吗？想到这点的白苍找到幽灵梦魇，骑着他朝远离援军方向的强盗营地奔去。果然如他所料，这里留守的强盗并不多，只有一个刺客 BOSS 稍微有点威胁，但在猎杀标记面前，这点威胁瞬间化为乌有。白苍的剑雨牢牢地锁定住了他，在潮水般的攻击面前，他根本无力抵抗。杀死这个刺客后，白苍的等级成功来到了9级。注意到被标记的援军朝这个方向逼近后，白苍果断转进，又在他们到达前远离了这里。就这样，清楚知道强盗援军动向的白苍根本不和他们碰面，抓住机会就灭掉一个空虚的营地。即使强盗们也采取了一定的对策，比如奋兵埋伏，但清楚知道狂暴战士在哪的白苍一点也不上当。最后强盗们被逼得无可奈何，只能集体搬到了相邻最近的2个营地中，彼此互相守望，这才打断了白苍疯狂的游击行为。而此时他的经验条已经过半，还差不到半级经验就能升到10级了。除此之外，血脉收集装置也收获颇丰，像暗夜精灵、狼兽人这样的血脉浓度已经来到了 0.2%， 距离目标 1% 越来越近了。虽然到达了 1%， 白苍也不会选择开启这样的血脉，但至少这样的收集速度是一个好的趋势。不过唯一比较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他比较满意的血脉出现。虽然大地泰坦、暗影飞龙之类的血脉已经比他前世的10巨人血脉好太多了，但对于身负神话级天赋和唯一职业的白苍来说还不够。难道就没有让我满意的血统吗？白苍此时有些苦恼。第23章休整。白苍看了看时间，发现距离下线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他的经验还在9级半，现在杀强盗的速度太慢，即使去刷别的怪，估计下线前也升不到10级了。既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回枫叶村休整一下，把背包里的物品都处理干净。想到这里，白苍就骑着坐骑赶回了枫叶村。路上他顺手关闭了虚假的存在感效果，要卖东西
还是存在感高一点比较好。回归的白仓自然引起了玩家群体的追捧，尤其是看到白仓直奔广场后，更是呼朋引伴的跟随着他来到了这里。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开开眼界也行啊。得到消息的玩家们纷纷朝着村子的广场赶去，这还引发了一些新人的疑问，在问清缘由后，也跟着人潮走了过去。就这样，白仓的摊位很快被里3层外3层的围满了。不过玩家们还没来得及对白仓的商品发出评价，倒先被他的等级给震撼到了。不是，苍白大神都9级了吗？我之前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我去，还真是，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苍白大神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吧！第2名也才4级啊！确实，这等级都是第2名的2倍了，实在是恐怖如斯。不对啊，我明明一直盯着排行榜来着，怎么印象里一点也没感觉呢？由于白仓暂时的关闭了虚假的存在感效果，世界各地的玩家们在这时也纷纷发现了不对。他们既震惊于白仓恐怖的升级速度，又对自己之前毫无感觉感到奇怪。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苍白效应。而对身处枫叶村的玩家来说，苍白效应什么的只是浮云，眼前的装备才是他们的追求。看着白仓像倒垃圾一般把成堆的青铜级物品堆在摊位上，围观的玩家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在他们还在为了青铜级物品与野狼搏斗时，苍白大神已经要清仓大甩卖了。而当他们看到白仓竟然还把一件白银级的刺客靴子放在摊位后，竞相倒吸一口凉气，恩赐变暖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想到仅仅开服2天，白仓竟然连白银级装备都拿出来卖了，真是毫无人性。还是同样的交易需求，只是这次白仓加上了刺客、战士技能书，还有状态类技能与召唤野兽类技能。看到他的牌子上的内容，一部分玩家内心有些疑惑，他要这么多种类的技能书干嘛？难道他还能全部都学了不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有其他的目的。而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玩家而言，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好耶，能交易到自己心仪物品的概率变大了。至于其他方面，他们才懒得想，能增强自己实力就不错了。在装备与技能书的诱惑下，有交易需求的玩家们迅速排起了长队，而没有需求的玩家们则围在一旁指指点点，反正快要下线了，不如在这里看看热闹。一个又一个玩家来到白仓面前，他像是冷酷无情的交易机器一般，迅速达成或拒绝一笔又一笔交易。刚开始并没有什么让白仓眼前一亮的交易，但很快一个青铜级装备引起了白仓的注意。易容面具，青铜级，玩家可自定义一个面容与游戏昵称，戴上装备后，玩家的面容与游戏昵称变化为自定义的模样。玩家易容期间不能使用技能，受到伤害后易容效果消失。还算有用的道具，虽然有限制，但也许能和虚假的存在感配合使用。白仓拿下这件装备后继续交易，然后发现面前的算是一个熟人，他正是上次交易青铜装备的粉色泡泡。这次他交易的手笔大了不少，一次性拿下了好多件青铜级装备，看来他们的团队壮大了不少。而他用来交易的物品则是清一色的青铜级战士技能书断金攻击。这个技能对于战士来说算是小神技，因为它能让被攻击的单位速度减慢，甚至致残，算是变相弥补了战士攻击范围不足的缺点。对于白仓来说也算得上有用了，因为在他的设想中，他希望自己既能是马上无敌的重装骑兵，也可以是徒步作战的勇猛战士，还能是千里之外取敌人首级的神射手。这次交易需求中加入刺客、战士技能书也是考虑到了这点，毕竟恩赐中没有技能数量的限制，不学习的话就有些浪费自己的职业特性了。白仓一边构思着自己的战斗体系，一边完成交易。很快他又交易到了一本能用的技能书，生死相依，青铜级，玩家与坐骑共享生命值，在共同的血量消失之前，双方均不会死亡。学习需求，骑士类职业。这本技能书和一体同心一样，都是骑士与坐骑配合战斗的技能书。类似的还有能够共享法力值的意念合一等等。白仓希望这样的技能书越多越好。转眼到了下线的时间，虽然还有一部分库存没有卖出去，但白仓已经收获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了。至少10级后能把自身能力全部提取到现实中的元，他已经攒够了。白仓在卧室中睁开眼睛，去吃了个饭后，继续浏览起了玩家论坛。上一次他就在论坛中发现了血脉收集装置有关的信息，这一次他希望还能有所斩获。但可惜的是，论坛上的消息太过鱼龙混杂，即使是白仓也难以分辨有些情报的真假，只能按照记忆尽量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此时论坛上最火的讨论还是关于他的话题，不是外国玩家声称白仓掌握了恐怖的巫术，不然为什么升级会那么快，并且他们之前还对这件事毫无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而苍白效应这个名词也在论坛中广泛传播开来，不少人都怀疑白仓是不是学会了神星么技能，又或者拿到了稀有道具，才对玩家们的心理造成了这样的影响。但外界纷扰的讨论与白仓无关，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上线，
然后升到10级。第24章10级。等待的时间很快过去，N 次游戏又迎来了白仓的身影。升级！白仓骑着幽灵梦魇飞速冲向村子的南方，他又抵达了自己忠实的平原。幽灵梦魇在广阔的土地上肆意地奔腾着，马背上的白仓则弯弓搭箭。骸骨狩猎者的箭矢无差别地攻击着每一个出现在白仓视野中的野怪，就连路过的大雁也挨了一箭，直接从空中跌下。为了提升刷怪效率，白仓让幽灵梦魇将野怪们赶到一起，自己再来一波箭雨全部收割。在这样惨无人道的行为下，白仓的经验快速提升。终于，他迎来了 BOSS 的到来。可能是刷怪太狠的缘故，一只白银级的黄金3头狮子朝着白仓袭来。看到 BOSS 的身影，白仓不禁反喜，正好杀了他就升到10级了。他召唤出自己的骑士侍从，将 BOSS 团团围住。在光环的辅助下，任凭黄金狮子如何攻击，他都逃不出侍从们的包围圈。而白仓就在幽灵梦魇背上疯狂放箭，看见 BOSS 有使用技能的趋势，就用战争践踏打断。可怜的黄金3头狮子作为白银级 BOSS， 即便发挥了他的全力，吼声震天，也杀不死一个骑士侍从。在配合默契的侍从们和白仓主骑面前，白银级 BOSS 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最后拼死干掉了一个骑士侍从后，满足的被白仓终结了生命。在干掉狮子的一瞬间，白仓的经验条快速提升，最后终于在白仓期待的目光下升到了10级。和第一次击杀 BOSS 时的情况类似，数道游戏公告在全 N 次玩家的眼前浮现。游戏公告：恭喜玩家苍白成为首位等级提升至10级的玩家。游戏公告：检测到有玩家等级到达10级，提取功能正式开放，玩家可消耗元将游戏中的技能、道具等提取至现实。与上一次游戏公告不同的是，这一次每个公告都循环了3遍，让每一个玩家都记住了公告的内容。对于第一条公告，玩家们反应平淡，或者说已经麻木了。已知等级榜第2也才4级，那么第一个升到10级的人又会是谁呢？真是让人猜不到呢。但循环的第2条公告很快打破了他们麻木的心情。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不会是我想到的那个吧？我就知道，果然网络小说里说的都是真的。麻木了，赶紧毁灭吧！不愧是我，幸好选择了法师。这条游戏公告彻底引爆了玩家们的心情。提取到现实，那就意味着现实世界将成为超凡降临的世界。之前在论坛上已经有大神发过分析贴，一个健康成年男子的力量相当于 N 次游戏中的5点力量，也就是玩家们的初始力量。而当他把力量点到10点时，他就可以生撕虎豹了。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上推，当一个人的力量达到100点、1000点时，他又会拥有怎样的力量呢？更别提这只是力量属性，如果体质属性提升到100点，能不能达到硬抗导弹不死的水平呢？更别提 N 次游戏中还有各种效果奇特的道具、技能。可以说，提取这个功能的出现将直接引发现实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变革，那就是超凡降临。在这样的变革面前，现实世界将会重新洗牌，直到形成一个以超凡为主的崭新社会秩序，期间不知会有多少山巅的人滚落，又会有多少底层的人乘风而起。而这一切都是一条游戏公告带来的。意识到现实世界将出现的巨大变革后，不知多少人心生喜悦，又有多少人惊怒难言，但他们随即都将目光投向了等级榜第1的名字苍白。作为 N 次游戏的第1人，他的地位看起来是短时间内无法撼动的，甚至凭借领先优势，他可能成为一直的第1人。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世界中拥有超凡能力的第1人被称为什么呢？没人知道他们是否存在过，但他们的名字都流传了下来：上帝、奥丁、宙斯、天。而他们共同享有着一个尊讳，那就是神。一想到这里，不少人的喉咙干涩，心中充斥着异样的感觉。苍白有可能成为神，那我呢？野心的火焰点燃了欲望的新柴，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将驱使着他们迈向未知的未来。而当外界所有玩家都为游戏公告而情绪激动时，白仓在接受奖励。他当然知道玩家们会因为这一条公告而心潮澎湃，因为他前世就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还亲身体验过变化的世界。正因为经历过这些，他才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在接下来的时代，力量才是永恒的通行证。他知道有不少玩家会产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但现实很快就会给他们一个大逼斗，让他们赶紧去赚元。你口袋里有几个元啊？就敢喊口号要当神了？还是先看看自己的等级吧。将思绪拉回，白仓作为第1个达到10级的玩家，系统给予了他一个翡翠级的宝箱，并且在到达10级的瞬间，一条系统提示也跳了出来，提醒他解锁了新的技能。白仓打开属性面板，看到新技能仍是神话级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死不休，神话级。对于任何身上存在猎杀标记、全属性低于玩家的单位，玩家可强制其对周围发起战斗，
不死不休，不包含魅力、幸运属性。简单的描述，强力的效果，很符合战争骑士这个职业的调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不死不休这个技能就很符合这句话。对于白苍来说，这个技能的用法很多。以之前没杀完的强盗为例，如果白苍现在再去，那么就不是他要游击，而是要让狂暴战士游击了。有了这个技能，可以说在白苍面前，任何没他强的人都将成为他的武器、奴仆，成为他潜藏的炸弹，只等他一个命令就能炸死自己和周围的生命。第25章大丰收。欣赏完自己新的职业技能后，白苍又迎来了开宝箱时间。还是一贯的套路，将宝箱从背包中取出，然后趁他不注意直接打开。青绿色的光芒充斥了白苍的视线，宝箱中出现了3样东西：一次性装备升华装置翡翠级，玩家可使用该装置将一件装备品质提升至翡翠级，装备效果得到对应强化，装置使用后消失。残月弯刀钻石级，1. 装备玩家力量加20，速度加20。2. 装备每对敌人造成一次伤害，血量回复造成伤害的 5%， 下次血量回复百分比增加 5%， 最多累计至 50%， 累计到 50% 或伤害中断后需重新累计。3. 残月之舞，玩家手持残月弯刀对同一单位连续攻击，每对该单位造成一次伤害，自身速度、力量增加 1%， 当增幅达到 100% 时，玩家可将该单位直接斩杀，斩杀效果仅对不超过玩家10级的单位生效。冷却时间2小时。装备需求：战士、刺客职业。烈阳审判钻石级。1. 玩家指定某一单位，消耗法力值形成光之锁链将其束缚，被束缚单位不可移动，不可释放技能，期间受到伤害增加 100%。 2. 束缚时间结束时，光之锁链化为审判之火，对其造成真实伤害，数值为被束缚期间受到伤害的 1000%。 束缚时间根据消耗法力值和被束缚者智力决定。学习需求：骑士类职业。只能说不愧是翡翠级宝箱，不仅爆出来了3件高品质的物品，还都是白苍能用的。烈阳审判就不用多说了，束缚加真伤，白苍已经想象到敌人被他束缚后，幽灵梦魇开启死亡冲锋的场面了。残月弯刀也不错，不仅有续航效果，还能斩杀敌人，正好可以作为白苍的不战武器。并且残月弯刀的卖相也很好，2把弯刀的刀刃都是残月形状，但首尾相连又是满月状态。白苍将2把弯刀拿在手中，摆了个战斗的架势，越看越喜欢。至于最后的一次性装备升华装置，白苍前世也用过，虽然等级不同，但他知道效果是非常好的，只是现在有些犹豫要给谁使用。白苍思来想去，发现他身上有资格使用这件道具的就3件装备，分别是虚假的存在感、血脉收集装置，还有接近的遥远。他想了想，接近的遥远先排除，目前效果已经够用了，同理，虚假的存在感目前也够用。而且白苍试了一下，发现它和易容面具的像性很高，有融合的空间。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了，血脉收集装置。白苍确定了目标，直接将它丢入了一次性装备升华装置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血脉收集装置重新问世了。血脉收集装置翡翠级。1. 玩家每击杀一名人类，装备自动收集死亡人类的血脉，当某大类血脉浓度达到 1% 时，玩家可选择开启该大类血脉。2. 玩家开启血脉后，需在血脉浓度达到 10%、30%、53%个阶段时，进一步选择提纯血脉。每提纯一次血脉，血脉收集速度下降一个阶梯。看到血脉收集装置新的效果，白苍大喜过望，翡翠级的效果果然不一样。如果使用新装置收集血脉的话，白苍看到的各种血脉将不会是之前的暗夜精灵、狼兽人这样细分到底的分类，而是精灵、兽人、龙这样的划分。好处显而易见，白苍现在只需做出第一步的选择，就能初步开启血脉，并且这样做也为后面留下了余地。要知道，即使是同一大类血脉，它的分支也是各不相同的。以泰坦为例，既有不善魔法的远古泰坦，也有天生魔法大师的奥秘泰坦，有生活在地底的熔岩泰坦，也有生活在云端的暴风泰坦，细分之下可以分出数百种之多。而这样一来，在之后的血脉提纯环节，白苍还是有丰富的选择余地的，通过不断筛选，直到最后选出自己满意的血脉。可以说，翡翠级的血脉收集装置完全满足了白苍的需求。他把血脉收集装置放回背包，顺带扫了一眼，发现自己的元非常多，即使把需要留下来用于提取的数目剔除，也还有不少元。考虑到学习的技能越来越多，装备也越攒越多时，白苍觉得是时候再来一波融合了。首先把突刺和横扫融到白银级，这2个技能是他使用长枪时最常用的2个，并且每次都收来一堆他们的技能书。然后是骸骨套装，
他看到背包里还有不少，就融合出了一套白银级的套装。接着他突发奇想，既然单件装备能融合，那本来就契合的套装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呢？结果他一试，发现套装各个装备之间相性高的吓人，融合之后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件自带披风的白银级全身甲装备，并且属性还比白银级的套装好。这让白仓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可是知道不少套装的掉落地的，这下不得不去刷一下了。最后看着自己豪华的属性面板，白仓的内心充满了丰收的喜悦。玩家苍白，种族人类，职业战争骑士，天赋奇迹熔炉，等级 LV10， 属性力量70加35，体质67加20，敏捷67加31，智力66加17，魅力1，幸运1。技能猎杀标记，神话级不死不休，神话级烈阳审判，钻石级断金攻击，白银级疾风骤雨，白银级召唤侍从，白银级突刺，白银级横扫，白银级战争践踏，白银级吸血光环，白银级物品战争之盔，神话级血脉收集装置，翡翠级残月弯刀，钻石级接近的遥远，黄金级虚假的存在感，白银级骸骨战甲，白银级贝塞留斯的叹息，白银级元112500。第26章残月弯刀。既然实力又得到了提升，那么当然要用实战测试一下了。而目标白仓也想好了，那就是之前没杀完的强盗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那个狂暴战士，非常适合拿来练手。想到这里，白仓立马行动，又来到了强盗们的营地附近。经过一天的休息，此时强盗们似乎也放松了警惕，虽然还是集中在营地周围活动，但神色都轻松了不少。不过很可惜，他们放松的时间要结束了。白仓先选择实验自己新得到的神话级技能，对于这些属性远不如他的强盗，他的不死不休完全是一控一个准。于是在强盗们的视野中，他们的同伴突然发疯了。先是一起巡逻的两个人，原本还在说笑的战士突然举剑朝弓箭手的脑袋砍去，没有防备的同伴直接被砍成重伤，然后战士径直将他的头颅砍了下来。这还没完，在周围的人被突如其来的杀戮弄得不知所措时，战士瞪着他充满杀意的眼睛，又举剑朝周围的人攻击起来。更可怕的是，他并不是在无差别攻击，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战斗技巧与智慧，连贯的挥砍斩击，迅捷的步伐，冷酷无情的技能，强韧的意志，战士完全化为了一个杀戮机器，肆意对原先的同伴们痛下杀手。周围的强盗们在短暂的惊愕后，面对下手毫不留情的战士，也是不留手的将他杀死。原本他们是想留个活口查询他发疯的缘由的，但战士疯狂的眼神和拼死也要杀死他们的态度，让强盗们有些胆寒，只能杀死了他。看着地上的尸体，他们只觉得诡异和害怕。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发疯似的攻击周围人？难道是有人对他进行精神控制了吗？正在讨论这诡异情况的强盗们突然又听到一阵惨叫，一看和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可还没等他们上前帮忙，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原本正做着各自事情的强盗们一个一个都像疯了一样攻击周围的人，上一秒还在说笑，下一秒话还没说完就把武器插入了对面的胸口中，并且这些发疯的强盗们出手一个比一个凶狠，一刀比一刀狠辣，完全不在意身上的伤口，只为了杀死更多的生命。混乱的状况很快席卷了整个强盗群体，还清醒的强盗们警觉地拉开彼此的距离，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发疯的人会不会出现在自己身边。面对这种情况，狂暴战士也是无处下手，只能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并焦头烂额地处理发疯的人群。而在营地不远处，不同于疲于奔命的狂暴战士，白仓的脸上挂着邪恶而兴奋的表情。他的手指在空中随意地轻点着，每当手指遥遥地点在一个强盗身上时，那个人就会化为他的杀戮兵器，用自己的性命作为代价来尽可能杀伤周围的生命。这种高高在上操控他人生命的感觉让白仓兴奋不已，虽然比不上之前复仇时的快感，但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眼看着强盗们的营地快要化为遍地残肢的修罗场，白仓终于停止了不死不休技能的使用，没有让幽灵梦魇跟随，他自己手持残月弯刀，慢悠悠地朝着营地内走去。两柄弯刀在他手中灵活地飞舞旋转，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残月形的凛冽刀光。而刚砍翻一个发疯强盗的狂暴战士，此时也注意到了白仓的身影。虽然不知道发疯的强盗们与眼前的人有什么关系，但看着对方嚣张的样子，狂暴战士也懒得再思考了。怒吼一声，浑身浴血的他拖着巨剑朝白仓冲来。面对 BOSS 的冲锋，白仓没有回避，脚下步伐不断加快，同样迎了上去。看到敌人迎面冲来，狂暴战士借着冲锋惯性，直接斜掠着对白仓来了一记劈砍。没有选择应接，白仓小跳躲过剑刃，然后肌肉发力，残月弯刀在空中划过弧线，
朝着狂暴战士持剑的手腕砍去，断金攻击。BOSS 面对这样的攻击，自然同样选择了回避，脚步后撤，逃离了弯刀的攻击范围。但白苍没有留给他调整姿势的机会，身体快速靠近，手腕一翻，原本下劈的弯刀分别从2个方向又发起了进攻，一副不把手臂绞断不罢休的样子。面对近在咫尺的锋刃，狂暴战士没躲开这次攻击，血花飞溅，仿佛尝到了甜头一般。残月状的弯刀在空中扭转方向，白苍顺势发力，刀刃以更迅猛的速度再次盯准狂暴战士的躯体。受到了一次断金攻击的 BOSS 速度减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弯刀又一次顺势劈下，痛饮他的血液。接下来的场面也许不能称之为战斗，而是虐杀。在狂暴战士被连续2次断金攻击后，他失去了躲避的能力。白苍仿佛在舞蹈一般，脚步轻盈敏捷，身体在狂暴战士周围闪转腾挪，2柄弯刀在他手中如臂使指，好似飞舞的蝴蝶，每一次蝶翼扇动，就有一记刀光从奇诡的方向袭来，留下可怖的伤口。在残月弯刀的加持下，白苍攻击的频率越来越快，手腕、后颈、心脏、喉咙、膝盖、肾脏各个部位都成了刀光挥舞的目标。在这样狂暴的攻击下， BOSS 很快失去了抵抗能力，武器也掉落在地上。在他身体轰然倒下的那一瞬间，白苍反手握住弯刀，交叉的刀光划过脖颈，伴随着喷涌而出的血泉，白苍完成了最后一击，斩首。白苍打量着手中的武器，即使刚才无数次划破敌人的躯体，冰冷的刀身依旧如皎月般洁净，没有丝毫残留的血液。好刀！白苍忍不住赞叹道。刚才在与狂暴战士的战斗中，他并没有使用自身断金攻击外任何主动技能，即使这样，凭借着残月弯刀的加持，他还是完成了对 BOSS 的虐杀。甚至于最后一击也只是出于白苍自身的仪式感。事实上，在那次斩首之前，狂暴战士已经被数以百计的攻击耗光了血量，毫无抵抗能力。第27章密室图书馆。白苍用烈阳审判将剩余的强盗也清理干净，这个技能的威力同样让他满意。而翡翠级的血脉收集装置相比之前收集血脉的速度也快了不少，以这个速度计算，几天后白苍就可以开启血脉了。但此时白苍在考虑的是要不要在参加完密室隐修会的试炼后再开启血脉。之前他的想法是想办法在试炼之前开启血脉，增加实力，好通过试炼。但现在他已经拥有了钻石级的技能与武器，甚至还多出了一个神话级技能。如果以这样的实力也不能通过试炼的话，那么开启血脉带来的实力增幅似乎也不重要了。白苍将邀请函从背包中取出，他注意到了邀请函比他刚拿到时变得透明了不少，显然这是一种时间上的限制。如果他一直拖下去的话，说不定邀请函就会彻底消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白苍没有继续纠结，他决定就在今天进行试炼。他翻身骑上幽灵梦魇，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属性面板，确保自己的战力后，用接近的遥远留下了一个空间标记，之后径直撕开了邀请函。被撕开的邀请函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漂浮在空中，然后它们又聚合在一起急速旋转，最终形成了一道传送门。白苍看着眼前的传送门，驱使着幽灵梦魇走了进去。在进入传送门的瞬间，白苍只觉得天旋地转，光怪陆离的景象浮现在他眼前，但又瞬间消失。下一秒，他从传送门中出来了。眼前的景象让前世见过大世面的他也有些震撼。书，到处都是书。白苍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书籍的存在。这些书籍似乎被施加了魔法，有的安静地躺在书架上，有的飞舞在空中与其他书籍打闹，甚至还有的像泼妇一样对骂。在白苍来到这的短暂时间里，甚至有书籍不怀好意地盯上了他，但被周围的战斗波及后，他也愤怒地参与了进去。显然，白苍此时正处于一个无比巨大的神奇图书馆中，这里充斥的都是魔法书籍。就在白苍疑惑密室隐修会的试炼要怎么进行时，一阵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嘿，别打我了，有新人来了，我要去接待他。”白苍注意到了“新人”这个词，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那里有一群样式各异的书籍围殴着同一本书，那本书正不断地发出惨叫，声音与白苍听到的一致。注意到白苍看向了他们，一个领头的书籍阻止了同伴们继续围殴的行为，他朝白苍友好地笑了一下，然后转头对被围殴的书籍啐了一口，带头离开了这里。后面的书籍们有样学样，纷纷啐了一口后转身离开。白苍下马走上前去，好奇地看着还趴在地上的书籍，询问他的情况。他看起来并不厚，破损的封面上有着人形的五官，白苍能看出封面上写的是密室隐修会新手注意事项。他摇摇晃晃地飞起来，在与白苍面部齐平的位置停下，用感激的语气对白苍说道：“哦，新来的成员，感谢你的到来，不然我还要被那群暴力的书籍继续欺负。都说书籍是智慧的结晶，可为什么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任何文明的素养？他们简直比兽人们饲养的侏罗还要粗鲁暴躁。”新手注意事项，自顾自地抱怨着刚才他受到的待遇。
然后他似乎是猛地反应过来自己还有接待新人的职责，这才对白仓介绍起了自己。我抱歉，我有些失态了。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书籍密室隐修会新手注意事项第666号，负责对新加入密室隐修会的成员进行引导，你可以称呼我为引导者。白仓从善如流的点点头，然后向他询问，引导者，请问你为什么称呼我为新加入密室隐修会的成员呢？根据邀请函上的文字，难道不需要进行试炼吗？666号听到白仓的称呼，快活地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才回答道，加入密室隐修会当然需要进行试炼，但对有价值的成员就不需要了。所有这样的成员都会被传送到密室图书馆，也就是这里由像我这样同样有价值的书籍引导。说到这里，666号人性化的露出了骄傲的表情，并且眼睛不自觉地朝着刚才书籍们离去的方向瞥去。原来是这样，白仓有些哭笑不得，原来他之前考虑了半天都是想多了，只要撕开邀请函就能成为密室隐修会的一员。他收拾了一下心情，然后继续向666号询问密室隐修会的情况。说到这个，666号就精神了不少，他滔滔不绝地向白仓讲述密室隐修会的历史与荣光，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豪。而从666号的讲述中，白仓逐渐了解到了密室隐修会真实的模样。其实白仓之前了解的情报是大体正确的，无论是组织的起源还是发展，都与白仓知道的一致。但他不了解的是密室隐修会内部的运行规则。事实上，由于组织大部分的成员们都沉迷于探寻历史，不是在自己的老巢研究，就是去世界各处的遗迹探索，所以彼此之间很难见到面。再加上他们起初只是想建立一个交流组织，没有设立总部，所以密室隐修会成员们的交流一般都是几个相识的人形成的小团体之间的交流。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也为了方便组织内部知识的流通，密室隐修会结合成员们的智慧，建造起了这座密室图书馆作为他们的交流平台。他们将自己愿意拿出交流的知识都变成魔法书籍，存放在这座图书馆中。如果成员有想了解的知识，就可以来这里搜寻，拥有智慧的魔法书籍会给予他们答案。当然，如果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可以让引导员记录信息。如果有人愿意交流的话，双方可以通过引导员约定时间地点，在图书馆的密室中会面。需要补充的是，密室图书馆中被施加了魔法，所有人的面容及其他信息在这里都会被遮盖，在他人眼中就是一团黑影，并且在这里，任何成员都不能对他人做出恶意的行为，只要尝试就会被直接驱逐出去，并警告一次。当集齐3次警告后，当事人将被直接逐出密室隐修会，不再允许加入。所以，成员在密室图书馆中的安全还是能得到保障的。第28章天启4骑士。向白仓解释完密室隐修会内部的情况后，666号语气自豪地总结道：所以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知识的话，问我就可以了，我可是知道图书馆中的每一本书的。说到这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还不知道白仓的名字。询问过后，白仓将自己的游戏昵称告诉了他，然后白仓问起了他最关心的事：引导者，你知道名字叫做战争骑士的职业吗？图书馆中有没有记载相关信息的书籍呢？听到白仓的询问，原本在幽灵梦魇附近空中乱晃的666号停下了移动，他人形的五官摆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回忆了半天，他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啊，我想起来了，确实是有的，我带你去找他。白仓连连点头，带着坐骑跟在666号的身后。那本书籍似乎有些远，不过路上666号一直和白仓讲述密室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有他叽叽喳喳的声音相伴，也不算无聊。白仓一路走来，发现密室图书馆中并不全是魔法书籍，大部分还是普通的书籍，大概与记载的知识有关。666号带着白仓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专区，他看了眼名字，天界区。随后666号找到了目标，那同样是一本魔法书籍，此时正在书架上休憩。666号飞上去，用身体撞了撞他。喂，快醒醒，有成员要看你了。休憩的书籍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回应道：想看就看吧，我再睡会儿。666号看着又睡过去的书籍，一脸无奈的表情，转身对白仓说道：他就是这个样子，你直接去看吧，没事的。白仓看着他一脸确定的样子，选择了相信他，将还在酣睡的书籍取下。白仓手中一沉，这是本大部头。见他确实没有反应，白仓动作轻柔地翻开书页。这本书的名字是《天界概述》，讲述的是起源世界之外最强大的几个世界之一天界的情况。它的名字虽然包括概述2个字，但内容更接近于随笔，以作者的语气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天界的情况。白仓没有急于去寻找书中战争骑士的内容，既然出现在这本书中，说明战争骑士这个职业还是和天界有关的。这样的话，还是老老实实读完比较好。书籍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介绍天界，而是从起源战争切入，
讲述几个世界对起源界的威胁。深渊的威胁是恶劣的环境与污染性，来自深渊的恶魔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将世界污染成深渊的恶劣环境。在那里，除了恶魔之外的生物都会受到侵蚀，最后成为恶魔的一份子。地狱的环境虽然也恶劣，但它的威胁是由魔鬼带来的。这些地狱孕育的生物拥有引人堕落的天性，他们喜欢一步一步将生物引入堕落的深渊，最后收获他们眼中最珍贵的宝物——堕落的灵魂。而天界与深渊、地狱不同，它对起源界的威胁名叫信仰。诞生于天界的天使们生来就具备感知、收集情绪的能力。在漫长的时间中，他们发现只要有生物对他们产生尊崇、信奉、倾慕等情绪时，他们就能凭借天赋收集到名为信仰的存在，而这种存在能让他们的生命发生进化，最后成为更高层次的生物。之后，通过对信仰的不断摸索探究，天使们开发出了成神仪式。通过确立尊号、吟诵祷词、传播教义等操作，天使们就能收集到大量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信仰。这些信仰让他们的生命层次发生了飞跃，成为了某一领域的主宰。这样的存在被称为神。需要知晓的是，神对于他的信徒及对他产生信仰的生物是具有很深的联系的。信仰越虔诚，联系就越深，到最后身心都会完全被神掌控。而在起源战争中，天界神传播的信仰就为起源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些狂信徒直接成为了神的分身或复活的容器，对战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这些天界参战的神中，有4位神的破坏力最大，他们分别是战争之神、饥荒之神、瘟疫之神、死亡之神。作为天界中最早一批研究信仰之力的天使，这4位神在天界所有神中都是第一梯队的存在。再加上不知什么原因，这4位总是共同进退，并且都是以骑士的形象出现，所以起源界的生灵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天启4骑士。当然，也有生灵称呼他们为末日4骑士。而看到这里，白苍的心中对于战争骑士的来源已经有了猜测。接着往下看，对于这4位天界的头号战力，起源界的生灵自然是想尽办法对付他们。最后，在一次精心设计的埋伏中，天启4骑士陷入了绝境。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调动自身的所有力量，毅然选择了自爆。在自爆时，他们将自身的象征抛向虚空，并留下预言：当战争之盔、饥荒天平、瘟疫冠冕、死亡之镰重新出现时，天启4骑士将归来，为世界带来末日。在他们战败后，天界也无力抵挡起源界的生灵们，最后被起源界吞并。而对于天启4骑士留下的预言，后世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败者的哀嚎；有的则认为，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他们一定会归来，重新掀起灾难。但无论对预言持有怎样的看法，有一件事是公认的，那就是天启4骑士都在他们的象征中留下了自己的传承，只要得到其中之一，就可以获得他们曾经的伟力。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就没有关于战争骑士的叙述了，是对于天界的介绍。白苍帆看完了整本书，心中的问题得到了一部分解答，但接着又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战争骑士的传承来自于死亡的战争之神，但那则预言又说天启4骑士将会归来。如果预言成真，那持有战争之盔的白苍又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处境呢？还有，是战争之盔让他重生了吗？虽然他前世对战争之盔进行了绑定，但他为什么选择让自己重生呢？如果战争之盔拥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剩余3骑士的象征是不是具备同样的伟力？白苍的心中还有最后一个重生以来就埋藏在心底的疑惑。前世他在一处遗迹中得到了战争之盔，那么他重生后，那处还未开启的遗迹中会同样存在一个战争之盔吗？如果不存在的话，第29章翡翠城。白苍将疑惑重新埋回心底，将没有醒来迹象的书籍放回原位。他忍不住朝一旁和幽灵梦魇大眼瞪小眼的666号问道：引导者，图书馆里只有这一本书记载了战争骑士相关的信息吗？666号听到白苍的疑问，确信的点点头。不过他又补充道：天界概述是由密室隐修会的一位成员贡献出来的，也许他那里还会有相关的资料。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在我这留言，如果他看到了就会联系你。白苍想了想，拒绝了666号的提议。他想等自己去完那个遗迹后再做打算。前世他去那里时，那处遗迹已经废弃了，这次他提前去，也许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知道自己职业的起源后，白苍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又翻看了一些与天赋、血脉有关的书籍，这让他对自身血脉的选择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规划。之后，白苍看待在这里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向666号提出了告辞。之后，通过图书馆内的传送门，白苍又回到了新手村附近，而他的背包中也多出了一枚勋章。这枚勋章是密室隐修会成员的证明，通过它可以传送到密室图书馆中，并且这枚勋章是经过灵魂绑定的，不用担心掉落。开启虚假的存在感，白苍骑上幽灵梦魇返回了村子。他
他打算在离开新手村前去找村长告别，顺便领取通行证。在回村的路上，白仓发现，相比于之前，玩家们刷怪的态度积极了不少，甚至可以说得上狂热。成群结队的玩家们像着了魔一样疯狂攻击野怪，即使被杀死了也不在意，一会就会发现他从新手村中匆匆复活赶来。有的时候，为了争抢野怪，玩家们甚至会彼此谩骂，甚至打起来。只能说，为了现实世界中能使用超凡能力，他们是真的拼命了。没有引起玩家们的注意，白仓来到了村长这里。听到他已经10级，准备前往翡翠城后，村长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已经为他准备了通行证，并且还有一份礼物，算是感谢他清理了枫叶村周围的强盗。白仓一时有些意外，没想到村长这么快就知道了他清理强盗的消息。而村长给予的礼物也很贴心，是一副青铜级的马鞍。有了它，白仓骑在幽灵梦魇身上时会轻松不少，并且马鞍还附带了一个坐骑空间，可以将幽灵梦魇放在里面。虽然白仓试了一下，发现幽灵梦魇并不喜欢里面狭小的空间，但他还是接受了村长的好意，收下了这份礼物。将马鞍装好后，白仓翻身上马，朝翡翠城的方向前进。作为翡翠城附近的村子之一，枫叶村自然是拥有通往主城的路的。幽灵梦魇奔跑在平坦的道路上，没有强盗出来拦路，或许等剩余的玩家们升到10级的时候，才会有新的强盗出来吧。白仓骑在坐骑身上，回忆脑海中翡翠城的情报。翡翠城位于星霜帝国的边境，与帝国的强敌凯撒王朝的领土非常接近，算是边境的要地。这里驻扎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血霜军团。由于翡翠城的特殊位置，这附近能让玩家们刷怪的地方很少，获得经验的主要方式是做任务。在翡翠城中，有大量与军事相关的任务，不是寻找情报，就是护送粮草，基本上都在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而在白仓的记忆里，这里也确实爆发了战争，从小规模冲突到军团作战，最后就连血霜军团也出动了。不过，对于玩家们而言，这并不是坏事。战争爆发后，不仅有大量的任务可以做，还开启了阵营商店，只要杀敌或者做任务，就可以获得贡献值，而贡献值能够用来换取很多东西，不论是装备、技能、道具，甚至隐藏职业、领主资格等，都可以通过贡献值兑换。在前世，有一批玩家就是通过这次战争崛起的，白仓也是其中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白仓顺利抵达了翡翠城。虽然名字很美，但这座城池充满了铁血与肃杀的气质。无论是厚重墙壁上斑驳的血迹，还是城外时不时能看到的重装战士，都昭示着这座城池边境要地的身份。白仓骑着幽灵梦魇靠近城门，在入城前需要先登记身份，领取通行证。轮到他时，登记的士兵忍不住看了他的坐骑一眼，眼神有些羡慕。白仓取出临行前村长给予的通行证，交给士兵。看到通行证上记录的信息后，他有些惊讶地询问白仓：“你竟然是前不久刚来的冒险者吗？”白仓点了点头。没想到冒险者中居然这么快就出现了能来到翡翠城的人。登记的士兵有些感叹，服务的态度也热情了一些。白仓也没有自谦：“我是冒险者中最强的人，其他冒险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来到这里。”听完他的话，登记的士兵对他投来欣赏的眼神。来自军中的他对自信的强者拥有天然的好感。我看你是个骑士，坐骑也很好，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铁血骑士团？要知道，即使在血霜军团中，我们也是最好的部队之一。白仓当然没有拒绝登记士兵对他的招揽。他进入翡翠城后，首先要做的几件事就包含加入血霜军团的部队。铁血骑士团，他当然知道，确实是很好的选择。白仓接过翡翠城通行证和士兵写的信，作为未来的同僚，登记士兵友好地为他指明了铁血骑士团的驻地方向。白仓谢过他后，进入了翡翠城。尽管翡翠城处于战备状态，但城内商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进入城中，能看到不少商贩在售卖各种商品，而售卖最多的就是奴隶。没错，得益于翡翠城的位置，有不少星霜帝国甚至凯撒王朝的商人在这里贩卖不知来源的奴隶们。他们将品相好的奴隶拉到街上，不时朝路过的行人喊话，如果有看上的，买家当场就能完成交易，把奴隶带回家。看着眼前的景象，白仓深吸了一口掺杂着血腥味的空气，脸上露出笑容。我回来了。第30章炼金术士。白仓没有直接去铁血骑士团的驻地，而是拿着村长的推荐信来到了一处庭院。这里是村长之前提到的卢卡斯的家。白仓上前敲了敲门，打开门的并不是人类，而是一个机械构装体。它由精密的金属零件构成，上半身是头颅和数量众多的钢铁触手，下半身是便于移动的车轮。白仓将信递给构装体，并说明自己的来意。他用触手接过信件，头上亮着光芒的灯闪了闪，然后不知道是身上哪个部位发出了声音：“请在这里等候，我去找主人。”白仓自无不可。之后，机械构装体的车轮调转方向，朝院内驶去。没过一会，他又出现在了白仓的视野中，示意他跟上来。
白苍将幽灵梦魇留在院外，自己跟了进去。进入庭院后，白苍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里的空间比外面看起来要大不少，而在地面上错落地摆放着各式的金属零件，还有一些看上去只是半成品的构装体，在白苍路过时会产生反应。机械构装体带领白苍进入了房间，见到了这里的主人炼金术士卢卡斯。他个子不高，满脸皱纹，有着一头乱糟糟的白发，耳朵与鼻子有些尖，身上披着一件布满油污的法师袍。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左臂，那是一条与炼金术士体型不符的金属手臂，裸露的结构与精密的零件交织出了独特的美感，并且在特制的钢铁甲质上有一些凹槽，似乎能放入特定的物品。事实上，在见到这条金属手臂后，白苍就记起了眼前炼金术士的身份——元素泯灭卢卡斯。凭借一手独创的元素泯灭系列炸弹，在之后星霜帝国与凯撒王朝的战争中大放异彩，以至于人们都忽略了他的本名，直接以他创造的炸弹来称呼这位炼金术士。白苍没想到村长竟然将他推荐给了这位日后的传奇人物。卢卡斯手里拿着推荐信，精神还有些萎靡。没想到老杰克那个家伙竟然会给我推荐学徒，而且还是个冒险者，真是意外。卢卡斯上下打量着白苍，似乎想看出他身上的特别之处，但他扫了几眼后就丧失了兴趣，打了个哈欠。这样吧，看在老杰克的面子上，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徒了。不过你也不要指望从我这里学到什么高深的东西，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炼金术士而已，平时也要做自己的实验。说着，他从旁边拿起一本书丢给白苍，先拿着这本书看吧，看完再来找我。白苍接过书，发现封面上写的是炼金术基础理论详解，同时他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提醒他只要完成阅读这本书的任务，就能就职副职业炼金术士。既然接到了任务，就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了。反正卢卡斯已经将他收为了学徒，无论是提升好感度还是学习更高层次的炼金知识，都并不急于这一时。就在白苍打算告辞时，原本一副快要睡着样子的卢卡斯突然想起了什么，饶有兴趣地对白苍发问：对了，苍白，既然你是个冒险者，那你的天赋是什么？事实上，在 N 次游戏中， NPC 们对于玩家的认知都是来自异位面的冒险者，拥有独特的天赋和不死的特性，所以卢卡斯问出这个问题也不奇怪。我的天赋是融合，可以消耗原来融合物品。白苍没有说出天赋的全部效果，算是留了一手。融合？你都能融合什么？卢卡斯听到白苍的回答，脸上的兴趣更盛。融合可是炼金术士经常使用的手段，理论上什么都可以，只要源足够的话。白苍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战甲，这就是我用一套青铜级的套装融合出来的。哦，卢卡斯看向白苍身上的骸骨战甲，仔细打量之下，确实有点意思。你能为我展示一下天赋吗？放心，原和材料都由我出。说着，卢卡斯一挥手，他和白苍旁边的桌子上立刻堆满了原和各种矿石、金属。当然，你是我在炼金术上的老师。白苍没有拒绝这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他走到桌子前，发动了自己的天赋。而一旁的卢卡斯看到白苍面前的熔炉后，眼睛里充满了好奇与探究欲。既然卢卡斯承包了原和材料，白苍也没客气，拿起2块金属就扔进了奇迹熔炉，再投入适量的原，下一秒，一块崭新的金属飞了出来。还没等白苍自己查看，卢卡斯就迫不及待地拿走研究了起来。不可思议，这块金属的完美结合了类铁和蓝金的优点，就算是我也做不到这种地步。而你，我的朋友，你居然只用了3秒就融合出了这美丽的造物。卢卡斯研究后，手舞足蹈地向白苍表达他的震撼。由于太过惊讶，他原本就有些尖细的嗓音此时显得有些滑稽，再配合他的外表，让白苍怀疑他有地精的血统。在自顾自的情绪激动过后，卢卡斯面带兴奋地朝白苍发出了邀请。哦，苍白，拥有这个天赋的你简直是个天生的炼金术士，不如你直接作为助手加入我的实验吧，我会在实践中传授你炼金术士的真理。当然，我也可以给你原作为回报。面对卢卡斯的邀请，白苍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要知道，副职业的升级也是需要经验的，而这只能从与职业相关的行为中获得。就比如白苍的副职业是炼金术士，那么他就只能在炼金时获得副职业经验，如果去挖矿，那就不行了。而如果有远高于玩家的副职业者在旁边指导的话，玩家的副职业经验也会长得很快。虽然卢卡斯此时还不是日后的元素泯灭，但在他的指导下，白苍绝对能够在炼金术士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片刻后，白苍被卢卡斯亲自送出了他的炼金工房。在约定好明天的拜访时间后，白苍骑着幽灵梦魇在卢卡斯恋恋不舍的目光中远去。第31章，铁血骑士团。离开卢卡斯的家后，白苍骑着幽灵梦魇朝着铁血骑士团的驻地奔去。驻地靠近城门，占据了非常大的一片地方，周围有许多士兵巡逻，等级都在30级以上。
看到白苍骑着迈向不凡的坐骑靠近，几个士兵上前将他拦住，隐隐形成包围架势。白苍翻身下马，主动将信取出，说明自己希望加入铁血骑士团的来意。领头的士兵检查后发现没问题，就自己领着白苍进去，示意其他人继续巡逻。白苍跟在他身后，好奇地打量着驻地内部的景象。前世他虽然也加入了血霜军团，但他加入的是擅长正面作战、以防守反击闻名的星盾骑士团。即使之后两个骑士团之间有不少配合作战，他也不太了解铁血骑士团内部驻地的情况。白苍被带到了一处面积广阔的训练场中，已经有不少人等候在了这里。看样子他们都是骑士，身上穿着各式的铠甲，手里拿着武器，旁边是各自的坐骑。这些坐骑大多都是马，剩余的是些狼、熊、狮子之类的猛兽。看到有新人到来，不少等候者向白苍投来了打量的目光。只是白苍外形狰狞凶残的铠甲和奇异神骏的坐骑让不少人的表情一凝，他们意识到又一个强力的竞争者来到了这里。而白苍一旁的幽灵梦魇见到这里有这么多坐骑，一下就兴奋了起来。还没等白苍和周围的人打声招呼，他就嘶鸣着挑衅起了周围的坐骑们，身上幽蓝色的火焰猛地燃烧，火舌颇有跃跃欲试的姿态。而让所有骑士都表情严肃的是，面对幽灵梦魇的挑衅，在场的坐骑都表现出了不安的样子，有的反应激烈的，甚至直接摆出了攻击的架势，只是看上去有点色厉内荏。挑事的幽灵梦魇看到他们的状态，反而不屑地打了个响鼻，主动收起快要烧出去的幽灵鬼火，不再搭理他们，摆出了一副高傲的样子。这样的姿态让训练场的骑士们面面相觑，气氛略有些尴尬。不过很快有人打破了尴尬，一名坐骑是狮子的骑士主动和白苍攀谈起来。白苍对他也有印象，他的狮子坐骑在面对幽灵梦魇的挑衅时表现还不错，而且看他的装备，在这些骑士中算是最好的一批了。白苍和他交流了一下，得知他的名字是奥罗姆，在这里等待着参与铁血骑士团的预备役选拔。事实上，白苍在来到这个训练场，看到聚集在这里的骑士们后，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他前世同样参与过星盾骑士团的预备役考核，但两个骑士团选拔的方式并不同，所以他又问了下奥罗姆。答案很简单，骑战和步战，参与选拔的骑士们轮流进行对战，最后根据两项的综合表现排出名次，名次在招收名额之内的就能成功当上铁血骑士团的预备役。而就在白苍和奥罗姆攀谈时，3名骑士进入了训练场。他们骑着高大的坐骑，全身连同坐骑都被厚重的甲胄覆盖，像是移动的金属堡垒。而在他们的盔甲上绘制血色的十字，这是铁血骑士团的标志。见到他们，训练场内的骑士们连忙整理装备，排成整齐的队列。见眼前的骑士们都准备好了，领头的铁血十字骑士开口道：“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选拔。接下来按照我的划分，两两进行对战，先步战，再骑战，一轮轮的进行。对战由我们3人监督，不能作弊，不能下死手，违背者将被直接淘汰，不得参与之后铁血骑士团的选拔。”之后见在场的骑士们都没有异议，铁血骑士开始划分对战组别。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士，他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骑士的具体实力，而唯一让他不确定的就是白苍这个冒险者了。目前帝国对于这些拥有独特天赋并不死的冒险者还在保持观望态度，出于对白苍冒险者第一人身份的尊重，铁血骑士将白苍和他看好的一个人放在一起，算是在第一轮先试试白苍的成色。很快对战组别划分完毕，白苍看到自己的对手后，笑眯眯地对旁边的奥罗姆说：“请指教。”奥罗姆也笑了，只是有些苦涩，但他很快振奋起来，回应道：“我们互相切磋而已，谈不上指教。”两人之间的战斗是第一场进行，因此吸引了不少目光。白苍将贝塞留斯的叹息取出，对面奥罗姆也取出了他的武器，同样是一杆长枪。在双方都表示准备好后，客串裁判的铁血骑士宣布对战开始。奥罗姆面对白苍主动发起了进攻，他打算用一记突刺来宣告战斗的开始，但他的武器比贝塞留斯的叹息更短。被白苍发现战斗意图后，奥罗姆突刺的长枪直接被拦在了空中。接下来的战斗节奏就被白苍接管了，他将武器长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搭配弱点洞察和格挡反击，奥罗姆的攻击根本无法奏效，反而要面对白苍不断招架后的反击。不到1分钟的时间，白苍就挑飞了奥罗姆的武器，轻松取得了步战的胜利。这让一旁观战的骑士们都有些惊愕，没想到双方的实力差距表现出来居然这么巨大，就连作为裁判的铁血骑士都有些讶异于白苍精湛的战斗技巧。当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让两人为骑战做好准备。片刻后骑战开始了，只是相比于之前的战斗，这次表现出的实力差距更大。幽灵梦魇在这白苍肆无忌惮地攻击着对手，奥罗姆的狮子坐骑根本不敢面对幽灵鬼火的攻击，即使奥罗姆使出了所有招式，在白苍面前都显得像是孩童的打闹一样无力，
最后被白仓用浮空机从坐骑上挑落下来，结束了这场战斗。而接下来的战斗也无需多言，白仓以碾压的姿态取得了所有胜利，成功拿下了铁血骑士团的预备役资格。值得一提的是，奥罗姆也拿下了资格，并且是以第2名的名次，这让他的表情好看了不少。在成为预备役后，白仓就得到系统的提示，他现在开启了铁血骑士团、血霜军团、星霜帝国等阵营的声望系统，达到一定的声望等级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励。而他现在的声望等级是普通。不过白仓现在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里，因为下线时间马上要到了，他要提取游戏回到现实了。第32章群魔乱舞。白仓打开系统面板，直接点击提取功能，系统提供了多个选项：提取天赋、提取职业、提取技能、提取属性、提取装备、提取坐骑。白仓没有犹豫，除了天赋之外，直接挨个点开，全部提取。没办法，白仓的天赋是神话级的，提取需要的元实在是太多了。而猎杀标记和不死不休2个神话级技能是战争骑士的职业专属技能，所以被划入了提取职业的范畴。虽然在 N 次的提取功能中，隐藏职业虽然比基础职业提取需要的元更多，但也只是提升了1倍而已。以白仓元的储备量，提取战争骑士这个职业是绰绰有余的。而对于要提取到现实中的游戏能力，白仓也是经过了一番取舍的。职业、技能、属性这些就不说了，都是必须的。装备方面，白仓除了提取自己的武器，还有骸骨战甲，其余的都是功能性的装备，比如虚假的存在感、易容面具、接近的遥远。像血脉收集装置这样在现实中多半不会用到的东西，白仓并没有将它们纳入提取的范围。背包中元的数量不断下降，白仓在下线时间前成功完成了提取。当他再次睁开眼时，感受到身体内蕴含的力量，白仓的心中充满了安全感。此时他的体魄不仅是之前的数倍，就连五感、记忆力、反应速度、思维的活跃程度等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强化。虽然现在他的力量还比不上前世身为守护骑士的他，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况且目前现实世界中应该也没有比他更强的存在了。将虚假的存在感带上并开启效果，这下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白仓拉开房间的窗帘，打算沐浴一下阳光。只是当他朝窗外望去时，出现在视野中的场面有些怪异。原本大爷大妈晨练的公园中，一群年轻人呼呼喝喝的拿着武器比划着，看到某个人占据优势时，还会爆发出一阵喝彩。而在旁边，几个女生手持法杖，犹犹豫豫的商讨着什么。片刻后，一个女生对准公园里的石墩子念念有词。当火球从她的法杖冒出，并命中目标后，围观的人群都发出了兴奋的叫声。以白仓提升过后的视力，他轻松就看出了这些人手中拿的武器只是新手武器而已。即便如此，也要提取到现实世界中。由此可见，N 次的这个功能确实迷住了不少人的双眼。白仓打开游戏论坛，发现玩家们都在发帖表达对提取功能的体会。在这个官方论坛里，每一次刷新都能多出几万条帖子出来。我宣布 ，N 次是我爹！卧槽，太强了！我提取个体质属性近视都给我治好了。有了智力属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刚才我抢了一条狗的骨头就跑，它根本追不上我，哈哈！国内的玩家还好一些，绝大部分都在用文字和表情包描述使用提取功能的感受。出于安全考虑，即使有提取出技能或装备的玩家想要炫耀，也会给发出的图片或视频打码。但国外就不一样了，一些玩家的所作所为让国内的玩家们体会到了世界的参差。在国外的玩家中，有拿火球术轰以前的死对头，结果发现对面也是个法师，然后开始对轰的；有在房间里试技能把房子弄塌的；有仗着高属性 cos 超级英雄的；还有在网上拍视频宣称自己是从死亡中归来的拿黄，要重新征服欧罗巴需要元支持的。可以说，能够提取到现实世界的超凡能力，让整个世界都乱了起来。不少之前对社会心存不满的人士开始蓄意挑事，一些有正义感的玩家们奋起与之对抗。各国政府在处理社会的动乱，富豪们堂而皇之的在网站上悬挂收购员的广告，整个世界都被 N 次这个漩涡带动的混乱起来。而相对的，对于在 N 次游戏里表现出众的玩家，各方也表现出了关注与重视。由于玩家形象与现实一样，再加上玩家在游戏中的位置与现实对应的关系，那些在等级榜上靠前的玩家很多都被锁定了身份。至少根据白仓在论坛上看到的信息，等级榜前1000的玩家们受到了关注。然后出于各种原因，可能是自己暴露的信息，可能是被推测出了真实身份，不少玩家都半胁迫半顺从，或主动加入了一些势力，有的是当地的大公司，有的直接加入了相关部门。之后不约而同的，他们在论坛上开始炫耀自己的待遇、房、车、薪水、假期。有的国外的玩家更加直接，炫耀出了自己被10几个美女或猛男簇拥服侍的照片，收到了不少玩家的羡慕留言。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用现实中优厚的待遇来拉拢那些目前处于领先阶段的玩家们。对于这样的行为，白仓不置可否，只能说目前是双方各取所需。至于之后的发展，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当然，目前也是有势力在招揽白仓的，只不过有一点很有趣，那就是他们称呼白仓的名字并不是他的游戏昵称，而是一个代号“神秘人”。这一点是因为在之前关闭虚假的存在感效果的那段时间里，有一部分玩家意识到了不对，他们察觉到了白仓使用了某种手段，让所有玩家都忽略了他的存在和所作所为。为了防止自己的认知被篡改，一些玩家主动记录下来了这件情报，并在下线后将其发到了论坛中。由于要避免直接提到白仓的名字，受到某部知名小说影响的玩家开始用神秘人这个称呼来代指现在游戏中的第一玩家。于是这个名字伴随情报迅速在论坛上传开。虽然现在玩家们对于白仓和包含他名字的资料还是会忽略，但他们在用神秘人指代白仓时就可以正常交流了。而白仓在发现这件事后并不在意，又不是虚假的存在感效果没用了，只要虚假的存在感生效，再配合易容面具，白仓在现实世界里就是无人知晓的存在。就算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来抓他，白仓也可以像个路人一样从他身边走过去而不被发现。不过虽然白仓不在意，但是玩家们在发现之前自己的不对后心情都炸了。他们没想到白仓居然这么离谱，直接篡改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从而达到隐藏自己的目的。不少外国玩家觉得这简直就是真的神秘人来到了现实中，对于这个代号他们觉得无比贴切。不过随着情报的传开，白仓的代号也不止这一个，像什么那位大人、BOSS、先行者都指代他。而白仓自己最喜欢的代号来自于国内玩家之前评价他战斗时引用的2句诗，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而这个代号就是魔主。第33章元素泯灭。在浏览过游戏论坛后，白仓在外面玩了一天之后，看了一回炼金书籍，算是短暂的放松。再次进入恩赐，这回白仓出现在了铁血骑士团的驻地中。作为预备役的他已经在这里拥有了一处房间，并且他每天都需要完成训练。好在训练的时间比较短，只是对预备役们进行团队合作方面的培训，之后的时间都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而这个时候，预备役们都会选择去城防军那里接取任务。这些任务很多都是由翡翠城的官方发布的，包括巡逻、调查地点、放哨、运送军需品等。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给血霜军团的正式成员们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则是用这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任务培养预备役，在任务中锻炼他们。预备役们完成这些任务，同样可以得到贡献值，用于在军团内部军需处兑换物品。当然，城防军那里的任务也不止这些，还有许多翡翠城居民或商人发布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预备役可以接，一些佣兵团也可以接取，只是奖励会参差不齐，元、装备、技能都有可能出现在任务奖励中。不过白仓并没有在结束训练后直接去城防军那里，而是来到了老师卢卡斯的家中，这是他们昨天约定好的时间。开门的还是那个机械构装体，只是这次他识别出了白仓的身份，直接带他进入了院子。当白仓进入炼金工房时，卢卡斯正站在桌子前捣鼓着什么，此时他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更有疯狂科学家的气质了。见白仓来了，卢卡斯将手中的实验放下，热情地欢迎他。哦，我亲爱的学徒，你终于来了。说着，他用机械臂拉来一个座椅，示意白仓坐下。白仓也没客气，坐下跟他打了个招呼。老师，我之后要直接参与你的实验吗？他有些好奇地问道。卢卡斯摇了摇头，虽然你的天赋对我的实验很有帮助，但在那之前，你还需要一些培训。不过，我可以先重新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做的实验。说着，卢卡斯的表情严肃起来。我的名字是卢卡斯·伊修里亚，是元素炼金学派的传承者，目前在血霜军团担任战争炼金师，负责为他们制造威力巨大的炼金武器。而需要你参与的实验名字叫做元素泯灭实验。我打算根据实验原理制造出一款威力强大的武器，但目前实验陷入了僵局，需要你的帮助。元素泯灭。白仓注意到了这个关键词，看来卢卡斯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元素泯灭系列炸弹了。老师，能具体介绍一下你的学派和实验吗？白仓的表情有些疑惑。当然。卢卡斯摸了摸他的胡子，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但他没有立即介绍，而是反问白仓：你知道炼金的本质是什么吗？白仓只看了一回炼金书籍，而且他前世的副职业也不是炼金，于是只能试探地回答道：是转变物质吗？卢卡斯的眼睛一亮，露出孺子可教的表情。看来你已经看过了我给你的书，不过嘛，你只说对了一半。炼金术士将眼镜摘下，有些感叹地对白仓叮嘱道：记住，炼金的本质是研究元素。研究元素？白仓咀嚼着这句话。没错，研究元素。众所周知，起源世界最初是由4大基础元素构成的，分别是地、火、
水、风，而这4种元素相互碰撞反应，才演变出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以，炼金是一种探究世界根源的学术，炼金的本质就是要研究元素。声音逐渐激昂起来的卢卡斯对着白苍告诫道：“我的学徒，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们炼金术士研究的是直达根源的元素，可不是表面的机械零件，千万不要和一些炼金术士一样沉迷于机械的假象。”说着，他的脸上还露出了鄙夷的神情，不知是哪位炼金术士惹到了他。白苍连忙点头，示意自己记住了这句话。于是，卢卡斯接着又开始介绍起了元素泯灭实验。根据他的描述，元素泯灭实验来源于他偶然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高浓度的元素环境下，如果地风、水、火这样对应的元素相碰撞，那么不仅会衍生出新元素，还会有极其微弱的反应产生，直接泯灭掉所有元素。这个发现让当时的卢卡斯大为震惊，但由于当时发生的泯灭反应太过微弱，卢卡斯打算复现这个实验再观察一遍。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无论卢卡斯怎么重复实验，都无法再次观测到元素泯灭的现象，这让卢卡斯十分的头疼。他不明白哪里出现了问题，但既然原来的路走不通，他决定重新设计一个实验，用来观测泯灭现象。而白苍之后要参与的就是这个刚刚起步的项目。而在介绍完实验后，卢卡斯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白苍开始了炼金。这是一次让白苍练手的实验，他在一旁指导，毕竟白苍还不具备一个炼金术士的基本素养。在练手过程中，白苍也发现了卢卡斯的厉害。这位不修边幅、外表疯癫的炼金术士一旦开始实验，他的态度就变得严谨，一丝不苟起来。在指导白苍时，他不但对于炼金术的各种理论知识信手拈来，在实操环节同样娴熟，分离、组合、转化、升华炼金术的各项手段简直被他玩出了花，让身为炼金术新手的白苍叹为观止。有这样一位资深炼金术士悉心指导，在来之前就解锁了副职业的白苍熟练度长得飞快。两位一个敢教，一个敢学，表现出来就是白苍对于炼金术的理解与学习程度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深，让指导他的卢卡斯也不禁惊呼他是个炼金术天才。最后，在卢卡斯的指导下，白苍成功完成了自己的新手作火焰炸弹。火焰炸弹，青铜级，爆炸后对半径5米内的单位造成火焰伤害，小概率触发烧伤效果。练手之作，苍白。看着火焰炸弹上的备注，白苍的内心成就感满满，而且他赚取元的途径似乎又多了一条。当他看到属性面板上的职业战争骑士 LV10 炼金术士 LV1 时，白苍由衷的感谢卢卡斯的指导。要知道副职业满级也只是 LV10 而已，卢卡斯的指导直接让他的副职业跨越了 LV0， 省去了白苍整整1级的副职业经验，只能说不愧是之后的元素泯灭。第34章调查任务。在完成自己的新手作品后，白苍并没有在卢卡斯这里停留太久，主要是卢卡斯自己的实验也还是要做的，不能拿出太多时间指导白苍。而白苍身为铁血骑士团的预备役，想要成为正式成员，一些任务还是要做的。卢卡斯身为在军团任职的战争炼金师，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双方达成了协定，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来进行炼金术环节。白苍从卢卡斯的炼金工房离开，骑着幽灵梦魇来到了城防军这里。为了方便接取任务，城防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任务大厅，在其中有一个巨大的金币，上面滚动着各种任务。如果有人想要接取任务的话，可以和大厅里的任务接待员交接。白苍走入任务大厅，此时他的骸骨战甲上多出了一个白色十字，这是铁血骑士团预备役的证明。任务大厅中人来人往，一些佣兵打扮的人在看到白苍胸前的标志时都会主动避开。白苍环视了一圈，发现大厅内有类似标志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佣兵，可能是因为预备役们都已经去执行任务了吧。来到金币前，白苍看着上面滚动的各类任务，琢磨着要接哪一个。根据前世的经验，巡逻类任务最安全，回报也最少。想要尽可能多的获得回报的话，调查类任务和护送类的任务是比较好的选择。白苍现在没兴趣去护送商人或军需物品，他打算找找有没有可以挖掘的调查类任务。他的目光划过一个个任务，突然锁定了目标。就是你了。白苍和任务接待员一阵交谈，接过记录任务过程的设备，顺利拿下了这个任务，调查星盾骑士团预备役洛瑞的下落。任务描述是这样的，在1个星期前，星盾骑士团的预备役骑士洛瑞在任务大厅接到了一个任务，去调查黑石村可能出现的凯撒王朝潜伏者。而在他前往后就没有了音信，只有任务设备返回的信息还显示他是活着的状态。而白苍这次去是要调查清楚洛瑞的情况，很明显他的处境与接取的那个任务有很大的关系。而根据白苍之前看到的情报，那位凯撒王朝的潜伏者并没有真正出现过，只是几个村民声称自己看到了可疑的身影，其身上有凯撒王朝的标志，这才被翡翠城发布了任务。一般来说，这类任务经过调查后都会发现是误会，
但这次洛瑞骑士作为幸运儿踩到了隐藏的炸弹。而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石村也是翡翠城附近的新手村之一，与枫叶村相隔较远，在那里也有数量众多的玩家存在。白苍思索着已知的情报，在幽灵梦魇的背上考虑着到达黑石村后要怎样行动。就在他快要靠近黑石村时，路边突然飞射出数道箭矢，目标直指白苍和他的坐骑。而在箭矢后面，还有各式的法术紧随其后，火球、冰锥、锋刃、远程攻击一股脑的发射出来，要将白苍直接轰杀。不过让袭击者失望的是，幽灵梦魇在远程攻击出现的瞬间就发动了技能幻影身躯免疫物理攻击，死亡冲锋加速躲避。这一波远程袭击根本没伤到白苍分毫。而在幽灵梦魇发动技能时，白苍也默契地取出了骸骨狩猎者，五箭连发，狂风骤雨发动，密集的古剑直接将刚才发出攻击的密林覆盖。箭雨在惊动了不少飞鸟的同时，似乎也命中了目标，因为白苍隐隐听见了惨叫的声音。伴随幽灵梦魇调转方向，急速靠近密林的白苍，凭借出色的眼力看见了里面晃动的身影。很好，头盔下白苍的嘴角露出一丝狞笑，猎杀标记，不死不休，直接发动。原本就有些骚动的密林突然爆发出了骇人的哀嚎声，与之相伴的还有怒骂、震惊的喊叫声。趁着这个机会，白苍已经冲到了这些袭击者的面前。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十几名他很熟悉的角色，强盗。而这些强盗也注意到了突进的骑士，想到突然发疯的几个同伴可能与他有关，几个强盗立刻舍弃被纠缠的同伴，朝密林深处跑去。呵，想跑？白苍法力值迅速消耗，由圣光构成的锁链从虚空中飞射而出，瞄准那几个逃跑的目标就缠了上去。锁链滑动摩擦，迅速缠绕住了强盗们的躯体，将他们发力的部位牢牢锁住，让原本还在奔跑的几个人直接狠狠摔到了地上。紧接着，白苍意念一动，好不容易解决发疯同伴的剩余强盗也被光之锁链束缚住，最后都被挂在了一旁的树上。以白苍现在的属性，钻石级的烈阳审判能够将这些强盗束缚3分钟以上，可以说袭击他的强盗已经变成了待宰的羊羔。这些强盗们被倒吊在半空，重力带来的颠倒感和锁链的束缚让他们非常不适，只能徒劳地试图挣扎。此时他们的视角只能看到抓紧靠近的马蹄，可还没等他们求饶，同伴的惨叫声已经在耳侧响起。白苍没有丝毫怜悯，贝塞留斯的叹息直接将一名强盗刺穿，把他的尸体钉在了树上。之后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调整锁链的方向，让这些俘虏眼睁睁地看着之前同伴的尸体，看他遍布血丝的眼睛和还在淌血的伤口。这还没完，白苍对着最中间的俘虏又发动了不死不休。狂躁的吼声瞬间响起，即使被吊在半空，这个像野兽般嘶吼的强盗也在不断地挣扎着，他拼尽全力想要朝周围的同伴靠近。飞溅的唾液和狰狞的面容给这些俘虏带去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三重折磨下，很快强盗们的心理防线就被攻破了，一个个哭喊着求饶，请求白苍不要杀死他们。此时白苍终于开口，在仔细地询问了他们好几个问题，并反复确认答案后，他给了这些强盗一人一剑，然后骑着幽灵梦魇离开了这里。就在这些人以为自己可以活下来时，缠绕的圣光锁链开始发热膨胀，审判的火焰猛地燃烧，将他们都葬送在了这片密林中。第35章，黑袍神秘人。我就知道不对。白苍脑中思索着刚才审讯得来的情报，不由得在心中冷哼。要知道，强盗们的生存智慧可是很高的，他们通常抢劫的对象都是势单力薄的路人和一些生意小的商人。像白苍这样盔甲上明晃晃贴着铁血骑士团标志的人，他们平时躲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摆出一副直接要把他杀死的架势？更何况强盗一般都是3人一组的出现，如果10几个强盗一起抢劫，成功率是上去了，自己分到的东西也少了，完全不值当。所以在这些强盗袭击的时候，白苍就觉得他们身后有人指使。在经历一番审讯后，果然强盗们说出了这样做的原因。根据他们的口供，他们的首领在前些日子里行动一直鬼鬼祟祟，在前不久更是将一个黑袍神秘人带回了营地，并要求他们听从这个神秘人的命令。这个时候就有强盗觉得不对劲，他们只是想安安稳稳抢劫而已，并不想听从这个神秘人的命令。但反对的强盗也没有在明面上表示抵制，而是打算和其他同样不愿意听从命令的人一起在夜间跑路，去投奔其他的营地。但令强盗们害怕的是，这些逃走的人在第2天清晨就被发现尸体被挂在了营地附近的树上。而此时神秘人也带着强盗首领再次出现，他宣称这就是反对者的下场。在他的威慑和强盗首领的镇压下，强盗们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甚至于身上还被他施加了法术，只要产生逃跑反抗的心理，就会痛苦的连路也走不了。面对这样的处境，强盗们也只能成为了神秘人的爪牙。而袭杀前往黑石村的带有血霜军团标志的人，就是神秘人前不久下的第一个命令。白苍分析已知的情报，很明显，
那个黑袍神秘人就是导致预备役骑士洛瑞失踪的元凶，即使谨慎考虑，也和他脱不了干系。毕竟他给强盗们下的命令，就是在针对可能来调查的骑士。而根据情报，这个神秘人和强盗首领平时是不会出现在这个强盗营地的。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存在另一个藏身处，可能是黑石村，也有可能是其他隐蔽的地方。虽然按照俘虏的说法，他们身上被施加的法术并没有感知生死的功能，但白仓还是保留了这个猜测。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决定先前往营地观察一番，确定情报的可靠性。幽灵梦魇在密林中疾驰，很快就到了营地附近。白仓找了个隐蔽的位置遥望，发现营地内的强盗们还是在正常的活动，只是精神有些萎靡。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发现营地内确实没有首领和其他可疑人士，看来情报的真实性有了一部分保障。白仓在这里待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就离开了这里，只是营地内的强盗们身上都多出了一个标记，算是白仓留下的一处伏笔。之后他继续前往黑石村，片刻后白仓来到了黑石村中，只是此时他的脸和装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幽灵梦魇也被暂时收到了马鞍里，再加上开启的虚假的存在感效果，完全是一副低级玩家的模样。白仓在村里逛了一会，在没有发现异常后，他来到了村长的家中。这个村长和枫叶村村长的年纪相仿，都是翡翠城中一些年迈的城防军士兵，由于有10级左右的等级，再加上之前的苦劳，就被安排到附近的村子当村长。关闭隐藏效果，黑石村村长见到他，一脸不耐烦地打发他离开，说自己这里没有任务了。可见到白仓拿出的标志后，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谄媚起来。原来是铁血骑士团的大人啊，您的伪装也太好了，我刚才根本没发现您的身份。白仓挥手打断他的话语，行了，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来干嘛的，快点将之前那位星盾骑士在这里的行动告诉我。好的，大人。见白仓的语气不善，村长也赶忙将洛瑞在这里的活动告诉了他。之前的那位大人在来到这里后，先是询问了那几个村民，然后就在村子附近检查了一遍，之后他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就兴冲冲地进入了村子附近的密林里，然后我们就没有再见到那位大人了。村长口中洛瑞的行动很简单，就是正常的调查流程，只是在发现了什么前往调查的途中失去了踪迹。白仓又问了一些细节的问题，村长的回答比较一般，对于一些白仓的疑问根本回答不上来，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洛瑞的行踪也是比较隐秘的，他也只知道个大概。白仓见问的差不多了，就离开了这里，转身前往那几个村民的家中问询。结果他们的回答和村长的回答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那一套说法，回答中也没表露出什么异常。对于洛瑞骑士的行动和那个疑似凯撒王朝潜伏者的神秘人，他们知道的就那么些东西，翻来覆去也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按照村民的描述，那个疑似潜伏者的身影是他们傍晚时在通往翡翠城的路附近见到的，那个身影好像受了伤，身上的黑袍隐约能看见疑似凯撒王朝的标志，所以他们才主动上报了这个情况。这个说法与白仓之前看到的任务情报说法一致。那么总结目前收集到的情报，那个神秘人有极大概率就是疑似凯撒王朝潜伏者的身影。他受伤后逃往了密林，可能是用法术搞定了强盗首领，之后又收服了那些强盗。在这之后，洛瑞骑士来到了这里，他在调查过后发现了一些线索，但在前往调查后就失去了行踪，推测是神秘人袭击了他，然后神秘人就安排了强盗来袭杀可能调查行踪的骑士。白仓走在前往村长家的路上，脑海中整理着已知的情报。既然神秘人能使用心灵相关的法术让强盗们不敢反抗，那么村子里会不会有他的眼线呢？大人，您这是还有问题要询问吗？白仓抬头，村长牵着一只小狗站在家门前，主动朝他打招呼。是啊，他面色平静地回答道。第36章识破。村长将白仓迎入家中，旁边的小狗在他身边跑来跑去。白仓没有主动问话，倒是村长按捺不住主动挑起了话题。他一边将小狗抱在怀中，用手掌不断抚摸着它，一边向白仓提问。不知道大人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呢？他的表情舒缓，抚摸小狗的动作好像有独特的手法，让原本有些不安的狗逐渐在他怀中沉睡过去。白仓面色沉静，村长，你应该知道黑石村附近有强盗吧？这我是知道的。难道之前那位星盾骑士失踪是和强盗有关吗？村长的脸色有些惊讶，但手中的动作却没停下。白仓将他的动作都放在眼底，继续说道，在我前往黑石村的路上，强盗们袭击了我，虽然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把他们杀了，但现在我怀疑村民们目睹的那道身影，现在可能和外面的强盗勾结在了一起。原来是这样吗？那骑士大人，您是要去调查强盗吗？村长的表情有些担忧，他的手依然抚摸着沉睡的小狗，动作带有奇异的韵律。没错，所以我想问你对强盗们的据点有了解吗？白仓的眼神有些疲惫，轻轻摇了摇脑袋。村长看了一眼白仓，然后回答道，强盗们的据点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您有所不知。村长的表情微苦，用手挠了挠脸。
这些强盗太狡猾了，之前我们集结了一大批人来围剿他们，结果他们直接躲进密林里不出来了。他的手指不断敲击着脸颊。我们进入密林搜索，但他们仗着熟悉地形，不断偷袭我们，导致伤亡惨重，最后围剿也不了了之了。村长的声音莫名有些低沉，搭配他的话语和动作，让白苍有种昏睡的冲动。村长似乎没有注意到白苍的动静，继续用催眠般的声音诉苦。不过我们那次围剿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知道一个人，他曾经偷听过强盗们的交流，也许您可以问。大人，大人！村长猛地发现白苍的头低垂了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睡着了。他用手在白苍的面前晃了晃，可白苍还是没有反应。村长后躺在椅子上，姿态有些放松。他没有说话，一时间屋里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又等待了一会，村长才有了动作。他将手指放到嘴里吹了个口哨，几秒后，另一只狗来到了屋子里。它的体型较大，在眼角处有一道伤疤。你把它带回去吧。村长的命令落下，下一秒，那只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声音呜咽，体型逐渐扩大，四肢延伸，表皮破裂，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人。他身材高大，目光呆滞。如果死去的强盗们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发出惊呼，因为这个人正是他们的首领。他走上前，想把昏睡的白苍放在背上带出去。只是他没注意到，白苍原本紧闭的双眼已经睁开，低垂在身边的双手各自握住了一把弯刀。原本虚浮的肌肉猛地发力，电光火石之间，白苍矫健的身影仿佛猎豹一样向前窜出，锋利的刀刃划破空气，目标直指椅子上的村长。村长实在是没想到，原本应该被他催眠的白苍竟然猛地发难，在咫尺之间的距离发动了攻击。身体孱弱的他根本反应不过来，残月弯刀直接在他的身上划出了一道喷血的伤口。可惜的是，在另一道刀光即将与他接触时，白苍的身体被目光呆滞的强盗首领撞到了一旁。村长侥幸逃过了这次袭击，惊魂未定的他连忙躲在走上前的首领身后，怀中的小狗也被他抛出，同样变化成了一个目光呆滞的人。而他的面容白苍很熟悉，正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洛瑞。在洛瑞出现的瞬间，两个呆滞的人向前移动，阻拦住了白苍突进的身形，而村长则迅速朝着屋外跑去。弯刀在白苍的手中转了一圈，骸骨战甲将他的全身覆盖，手上戒指发光，白苍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而另一边的村长刚来到路边，骸骨骑士就如同鬼魅般浮现在了他的一侧，冰冷的刀光再次袭来，像是情人一样要亲吻他的脖颈。刀刃毫无阻力切入，一具凭空出现的皮囊被白苍的武器切成了几段。而在不远处，一个身披法师袍的中年人如同幻影一样出现，他的胸前是还在淌血的可怖伤口。没有任何废话，手中法杖接连闪烁，白苍的眼前突兀出现了无数幻象，就连身体似乎也变得沉重起来。与此同时，屋内的两个傀儡也冲了出来，赤手空拳地朝白苍冲过来。好在他也反应迅速，幽灵梦魇的躯体浮现在身边，一现身就用幽灵鬼火的飞剑宣告自己的到来。面对密集的火焰攻势，法师也是急忙躲避，但伤势明显影响了他的速度。幽蓝色的火焰袭来，法力燃烧的痛苦让他忍不住地发出哀嚎。而在敌人都被幽灵鬼火暂时逼退时，白苍也从幻觉中清醒了过来。幽灵梦魇默契地拦住傀儡二人组，残月弯刀又一次盯上了法师的各处要害，而被幽灵鬼火缠绕的他终于没了逃生的手段。刀光不断地划破法师袍，浸润在敌人的血液中，极致的攻击速度让法师好像身处地狱一般，瞬间数不清的伤口在他身上浮现，血液同时喷涌而出，浇灭了他身上燃烧的鬼火，但也带走了他仅存的生机。法师被血浇灌的身体倒在地面，他眼睛死死还盯着白苍的方向，嘴巴嗫嚅着，可惜最后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语。而在他死亡的瞬间，正被幽灵梦魇用速度拖住的傀儡二人组动作猛地停了下来，脸上呆滞的神色消失，被控制时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洛瑞的脸色异常复杂，震惊、愤怒、羞愧、害怕等情绪杂糅在一起，让他有种不如去死的冲动。而一旁的强盗首领虽然表情同样复杂，但脚下速度不慢，直接朝着村外的方向跑去，没有任何停留的意愿。任务完成。击杀了法师的白苍将幽灵梦魇唤回，用手搓了搓他的马头，语气轻松地说道：第37章返程。白苍与法师的战斗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但这场战斗造成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即使白苍身上虚假的存在感隐藏效果还在生效，但刚才他这么显眼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隐蔽的上限。于是黑石村的玩家们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波动。操，我们村长被人杀了。哦，村长只是一层皮而已。那他是谁？我去，这不是苍白吗？怎么和 NPC 干起来了？这两个 NPC 又是从哪来的？这坐骑也太帅了！苍白好猛，直接把 NPC 秒杀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目睹战斗的玩家们都惊呆了，
游戏里的第一人杀死了伪装成我们新手村村长的 NPC，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玩家们驻足围观，但又逡巡着不敢上前，很快就将这附近围了起来。不仅是玩家，就连 NPC 也被这场战斗惊动了，尤其是看到村长的皮和77陌生的尸体后，更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白仓和洛瑞骑士见到这种情形，也只能拿出各自骑士团的标志，向村民说明发生了什么。洛瑞骑士虽然之前被操控了，但脑海中的记忆还是有的。他向周围的村民与玩家大概解释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白仓推测的差不多，洛瑞骑士在黑石村附近确实查到了线索，是法师不小心留下的。由于知晓自己的情报已经被上报了，他在洛瑞骑士到达前就采取行动，成功控制住了强盗首领。之后面对洛瑞的调查，他和强盗首领偷袭成功，把洛瑞骑士也给控制住了。但一直控制也不是办法，因为只要洛瑞骑士不回去汇报情况，就会有新的骑士前来调查。作为擅长心灵与变形法术的心灵术士，也就是被白仓杀死的法师，他找了个机会杀死村长，并变换成了他的模样，打算用这个身份伪装自己。如果前来的预备役骑士实力强大，躲过了强盗们的袭击，那伪装成村长的他就找机会进行催眠。事情一开始确实在心灵术士的计划之内，但他没想到的是，白仓不知从哪里识破了他的身份，之后装成被催眠的样子发动突袭，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斩杀了他，没给他留下一丝机会。经过洛瑞骑士的解释后，村民们也明白发生了什么，尤其是那几个目睹心灵术士的村民，更是一副后怕的模样。不过按照洛瑞骑士的说法，这个心灵术士并不是凯撒王朝派来的潜伏者，而是逃来星霜帝国避难的通缉犯，原因是被发现肆意操控普通人的心灵，为非作歹，最后被凯撒王朝的人追杀，不得已逃来了黑石村附近。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在经过解释后，白仓和洛瑞骑士顺利离开了黑石村。而黑石村的玩家们虽然很想和白仓这个第一人搭话，抱抱大腿什么的，但在白仓有意的低调下，虚假的存在感发力，又让玩家们忽略了他，留给他们回味的只有之前看白仓战斗的记忆。白仓和洛瑞骑士一起踏上返回的路程，一边赶路一边沟通着任务。期间洛瑞骑士还有些好奇地问白仓，他是怎么发现村长的不对的。白仓笑呵呵地用直觉搪塞了过去，但实际上他能发现村长的不对，也是多亏了虚假的存在感。要知道，在白仓第一次见村长前，他是关闭了装备的隐藏效果的，而在之后村长主动朝他打招呼时，虚假的存在感效果可没有关闭。那么问题来了，已知只有高过白仓5级的人才能无视虚假的存在感效果，而根据白仓来之前调查的情报，新手村村长的等级都在10级左右，又怎么会超过白仓5级呢？之后白仓又对村长施加了猎杀标记，然后发动不死不休，还是没有任何作用，那说明村长的某一项基本属性也比他高，这就进一步显示了他的不对。到这里，白仓那个对他的怀疑已经达到了 99%， 而村长那些不自然的带有独特节奏的动作自然让他起了疑心。在注意到自己越来越困后，白仓果断假装自己被催眠，瞒过了心灵术士，最后才成功斩杀了他。两人回到翡翠城后，一起前往了任务大厅，各自的任务记录器被上交。经过检查后，白仓成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获得了200贡献值，经验槽也上涨了1/3左右。原本这个任务奖励是只有150贡献值的，由于白仓完成的比较好，所以额外奖励了一些贡献值。洛瑞骑士在上交完任务后就向白仓告辞，并表示之后如果白仓有问题都可以来找他。再次感谢了白仓之后，他才离开了这里。白仓看了看时间，发现这次任务消耗了不少时间，在下线前是完成不了另一个任务了。于是他返回了自己在铁血骑士团驻地的房间，清点心灵术士的掉落。白仓大概看了一遍，只有一个徽章是他现在需要的，心灵徽章白银级。敌方单位对玩家释放心灵幻觉类法术时，根据双方智力属性差值判定削弱法术对玩家造成的效果。装备在背包中即可生效，很有用的防护类装备。经过这次战斗，白仓也发现了自己还是有些缺少这样的技能，不论是心灵还是物理元素类的防御性技能装备，他都是有些缺乏的。除此之外，白仓发现他对自己的属性并没有完全利用，他的智力属性很高，但用得到法力的技能却不多，好像只有召唤侍从和烈阳审判。之后他也许需要多关注这些方面的技能了。当然也有另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觉醒法术类的血统，这样不但智力属性能得到成长，也能从血统中得到厉害的法术技能，弥补一下自己目前的缺陷。至少根据白仓的记忆，他是知道不少厉害的法术类血统的，比如夺心魔、奥术泰坦、自然精灵。第38章奴隶。法术类血统，防御性技能。白仓的脑中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个隐藏任务，那个任务的奖励正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防御类技能。一想到这里，白仓就坐不住了，他脑海中的记忆翻涌，很快就回想起了任务的细节。白仓匆匆走出房间，来到了翡翠城的交易市场。
这里的人流量很大，各种各样的店铺紧挨着彼此，赫尔药剂店、艾顿铁匠铺、塞利亚强化室，一个个都是白仓前世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在这里贩卖最多的还是奴隶。这些奴隶贩子不仅在这里有店铺，还喜欢把手中的货物拉到街上来展示，方便吸引客人。而在这里售卖最多的当然是凯撒王朝的奴隶。虽然星霜帝国的居民会蔑视地称呼他们为金发蛮子，但以勇猛善战闻名的他们确实是充当护卫保镖的好选择。无论是肌肉遒劲的战士，还是百发百中的弓箭手，亦或者骑士、刺客，在这里都有贩卖。而除了买来保卫自己的奴隶，还有一种奴隶特别畅销，那就是用来享乐的。白仓此时就来到了售卖这种奴隶的一个销售专区。与其他奴隶身上破破烂烂的衣裳不同，这里的奴隶身上穿着是经过定制的女仆装、管家服、异域公主裙、野性皮甲，各种风格的服饰都有，并且这些女奴隶似乎被精心调教过，一个个像是模特一样展示着自己的身材容貌。御姐、萝莉、熟妇都在散发自己的魅力，不断招揽路过的人。当然，这样的男性奴隶也是有的，并且数量更多，只是相比于女性奴隶，他们身上的穿着更暴露一些，似乎是在刻意展示流畅的肌肉线条。白仓脚步不停地走着，眼睛掠过一个又一个奴隶，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目标。男性，身材高大，络腮胡，胸前有刀疤，左臂残疾，职业是骑士。白仓心中默念着目标的特征，眼神在奴隶堆中不断搜索。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白仓的眼睛一亮，他要找的目标就在自己的左前方。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摊位，出售的奴隶都带着各式的残疾，轮椅上的病弱少女，断臂的坚毅骑士，眼睛失明的优雅女子，哑巴的阳光少年。这处摊位售卖的奴隶都带着残缺的美感，估计是用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独特需求。白仓将这些奴隶扫视一遍，确定自己的目标没有找错。他走上前去，哑巴少年见有人靠近，主动迎了上来。他的双手和双脚都带着镣铐，行进间能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哑巴少年对白仓露出了一个阳光的笑容，肢体摆出了一个欢迎光临的姿势。白仓的到来也吸引了其他奴隶和奴隶主的注意。一个身材保持还不错的老年人主动上前与他攀谈起来，他须发皆白，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从容的气质让人想不到他的职业会是奴隶主。其实奴隶主看到有客人上门来也有些意外，毕竟他售卖的这类奴隶一般都是为几个老客户准备的，很少有新鲜面孔来买这些奴隶。不过能拓展客户也是好的，他热情地与白仓交流，不知道这位大人看上了哪个奴隶呢？白仓用手指了指那个断臂的骑士，给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奴隶主看到白仓手指的对象，脸上的笑容更盛，这可是他摊位的门面啊。嗨嗨，他装模作样的清了清嗓子，这个奴隶可是凯撒王朝狮星军团的士兵，因为残疾从军队里逃跑了，结果被我给捉住了。狮星军团就是和血霜军团对峙的凯撒王朝的王牌军团吗？白仓的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对对对，就是那个狮星军团。这个奴隶他还会狮星军团的招牌技能呢。奴隶主连连点头，还招呼着断臂骑士走上前展示他的技能。奴隶的面无表情地走上来，右手的骑士剑摆出攻击的架势，随后他全身紧绷，青筋暴起，散乱的金发飞舞，手中的剑对不远处的靶子砍下。在他做出斩击动作的同时，一道金色的月牙形光芒从他的武器上飞出，精准地命中了那个实质靶子，将其劈成了两半。您看看，这不就是狮星军团最出名的狮星斩击吗？奴隶主示意手下将被切成两半的靶子拿来，他用手抚摸着光滑的切面，向白仓展示斩击的威力。确实不错，不过他怎么这么累啊？我记得狮星斩击的消耗应该没这么大吧？白仓先是表达了满意，然后有些疑惑地问奴隶主。而那个断臂骑士此时正在扶着膝盖大口的喘气，骑士剑掉落在他旁边的地上，汗水不断从额头滑落，显得非常疲惫。奴隶主表情一致，随即笑道：“您看他这不是残疾了吗？再说了一个逃兵而已，您也不用指望他有很强的战力，毕竟您的目的应该也不是这个。”说着，他的眼睛微微眯起，一副不言而喻的样子，原本还算优雅的气质一下子猥琐起来。也是，白仓没有否认他的说辞，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而在不远处的骑士看到白仓的笑容后，扶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用力抠住了膝盖，脸色也有些苍白。与他相反，奴隶主看到白仓的笑容后，心中一定，这单生意做成了。那您现在要把他带走吗？他试探性地问道。直接卖给我吧，他值多少元？奴隶主满脸笑容地说出了一个数字，白仓直接一次性付清，眉头都没皱一下。奴隶主见状，赶忙将手中牵着的断臂骑士的链子交给白仓，然后他又从随身携带的空间装备里拿出了一个道具递给白仓。奴隶契约，青铜级，在契约上签下名字，玩家将成为奴隶约书亚的主人，完全掌控他的生死。白仓接过链子，将契约顺手收入了背包。
奴隶主虽然有些奇怪，但也没在意，满脸笑容的目送白苍带着面色惶恐的断臂骑士远去。第39章蓄能光盾。白苍手里攥着铁链，拉着断臂骑士朝交易市场外走去。断臂骑士被他拉得有些踉跄，脸色难看，尤其是看到白苍带着他来到一处宾馆后，约书亚的表情更加恐惧，他的瞳孔放大，冷汗止不住的冒出。终于在白苍带他来到一间放有大床的房间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着白苍哀嚎：“大人，我其实并不是狮星军团的骑士，求求您放过我吧！”他的声音凄厉，不住地朝白苍磕头。由于少了一条手臂，他的身子止不住的歪斜，最后直接趴在了地上。白苍此时内心也舒了一口气，但面上严肃，他一抖手中的铁链，说吧，到底是什么情况？约书亚此时趴在地上，额头抵住地面，根本不敢抬起。由于看不到白苍的表情，也只能咽了口唾沫，颤颤巍巍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只是一个残疾的冒险者，一次意外被那个奴隶主捉住了，因为我长得比较正派，他就把我伪装成了狮星军团的逃兵。他说的都说在骗您啊！”约书亚吞咽了一下，把最后一句话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出来。在他喊完后，白苍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寂静的房间充满了凝重的空气，让约书亚有些喘不过气。终于，一道声音打破了寂静：“那你的狮星斩又是什么情况？”白苍的语气平静。约书亚听到他提问，松了一口气说道：“那是我的血统，我的血统是黄金狮兽人，可以释放金色的法术攻击。刚才演示的斩击只是伪装而已。”原来是这样啊！白苍故作感叹地说了一句，然后他把脚踩在约书亚的背上，逐渐发力。“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呢？”约书亚感受着背部逐渐增大的压力，连忙大喊道：“我有东西要献给大人，很宝贵的东西。”白苍将脚收回：“什么东西？”约书亚鼓起勇气，抬头看向白苍，语气哀求地说道：“大人，如果我把它给你的话，你能不能放过我？”白苍坐到床上，将那份还没签名的奴隶契约拿在手里翻看。“放过你？你是想要它吗？”白苍拿着奴隶契约在约书亚的眼前晃了晃。断臂骑士很想直接夺走那份该死的契约，但锁链压制住了他的力量，只能渴望地看着那份近在咫尺的道具。他回答道：“看你要给我什么了，如果让我满意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给你。”白苍这句话落下，约书亚的目光顿时变得惊喜，而系统也提示他接下了一个隐藏的任务：约书亚的自由。内容是将奴隶契约交给约书亚，放他自由，奖励就是约书亚给予他的东西。虽然执行起来是约书亚要先给白苍奖励，然后白苍再把自由还他，但也差不多了。约书亚犹豫了一下，说明了他要给白苍的是什么。“大人，我要给您的是一个技能，这与我的血统有关。黄金狮兽人是兽人中的一种，天生就能得到光的庇护，但他们还有一个隐藏的能力，那就是可以把这个技能转让给他人。只是这样一来，这个技能的威力就会被固定，不能像正常的血统技能一样跟随血统浓度提升而提升了。”说着，他身上的毛发变为纯粹的黄金色彩，额头冒出一个金色的光球，慢悠悠地飞向白苍。白苍没有躲避，因为他确定这正是获得那个技能的正确方式。光球进入白苍的身体，系统的提示也随之而来：玩家已学习技能蓄能光盾。白苍打开属性面板，蓄能光盾，黄金级。玩家受到攻击时，周围自动出现保护的光盾，当攻击不直接超过光盾的抵抗上限时，玩家受到的攻击不再造成伤害，转变为消耗玩家的法力，其中法术攻击造成的法力消耗变为原本的一半。光盾的抵抗上限取决于玩家获得技能时的法力上限。没错，这就是他要的全自动防御性技能。虽然有着抵抗上限的限制，但白苍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总能找到与蓄能光盾相性高的技能的，到时候容就完事了。白苍的目光从属性面板上收回，注意到一旁的断臂骑士正乞求地看着他。“行了，这个技能我很满意，奴隶契约就给你吧。”说完，白苍起身把奴隶契约丢在床上，直接朝着房间外走去。约书亚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还呆呆地趴在那，直到白苍的身影远去，他才一跃而起，把奴隶契约撕烂，庆贺自己重获自由。而另一边，白苍又回到了驻地中。刚才想到了天赋，他这时才发现距离上一次开发天赋已经过去挺久了，现在距离下线还有一小段时间。白苍打算把自己背包里的库存都用上，看能不能开发出天赋的更多用法。小巧的熔炉在胸前浮现，一样又一样物品被白苍投入其中。他闭着眼睛，全力感受天赋的运转，在融合的过程中试着自己去干预。一开始这样的尝试都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气馁，坚持尝试去控制融合的过程。慢慢的，白苍的精神深入到了熔炉里，他仿佛能参与融合了。终于他取得了进展，白苍拿出还留有库存的锋刃和突刺技能书。
将它们分2次一起投入到熔炉中，2次融合都成功了，但融合的技能书效果却不同。第一次融合出的是法术技能，名字叫做风刺，效果是释放出10几个风刺攻击敌人；而第2次融合出的是骑士的技能，名字叫做疾风突刺，效果是用枪对敌人突刺，在造成物理伤害的同时附带风属性法术伤害，小概率触发穿刺效果。这就是白仓开发出的融合新用法，即以某一物品为主体，其余物品为附加进行融合，这样融合出的结果会随着主体的改变而变得不同，增加了融合的多样性。第40章护送与决斗，又对天赋进行了一轮开发，但白仓并没有对自己的技能或装备进行融合，主要是他现在身上并没有象性特别高的组合。白仓打算等后续玩家们逐渐进入主城后去拍卖行进行交易，到那个时候他就能和游戏中几乎所有地方的玩家进行交易了。又一次的上线，白仓在完成训练后照例前往卢卡斯的炼金工坊。他今天学习了不少新的炼金图纸，冰霜炸弹、酸液炸弹、闪电炸弹，这些青铜级的炼金物品都被他制作了出来。就是这些炼金图纸的种类让白仓内心吐槽，看来卢卡斯老师制作出元素泯灭炸弹是有迹可循的，他真的很爱这种武器。在卢卡斯的教导下，白仓的复职经验条涨得飞快，按照他的说法，1个星期左右白仓就能够参与他的实验了。结束了今日份的炼金术学习，白仓又来到任务大厅。这一次他遇到了奥罗姆。苍白，奥罗姆见到白仓后有些惊喜，走上来和他搭话。他在结束训练后就在这里接到了一个护送商队的任务，只是商队主人出于安全考虑，雇佣了他和几个佣兵后还嫌不够，打算再雇几个预备役骑士以防危险。于是奥罗姆就在这里寻找他认识的骑士，想尽快凑够人出发完成任务。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奥罗姆向白仓发出了邀请，他是知道白仓的实力的，如果能让白仓加入的话，任务会轻松不少。白仓问了一下任务的具体情况，任务内容是护送商队到邻近的一座小城市，速度够快的话，今天下线前就能返回这里。而且任务的奖励还是挺丰厚的，每个护卫不仅能得到不少元，还可以获得1瓶幸运药剂，属性是让玩家的幸运在24小时内增加1点，也算比较稀有的药剂了。白仓见任务不错，就答应了下来。与服务人员交接过后，奥罗姆带着他来到了商队的驻地。在这里，白仓见到了另外几个商队雇佣的人。首先是5人佣兵小队，由2名战士和1名弓箭手、1名刺客还有法师组成。他们的装备还行，对待白仓和奥罗姆的态度也比较友好。而另外2位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冰霜骑士团的预备役。冰霜骑士团和星盾、铁血骑士团并列为血霜军团中实力最强大的3个骑士团，但和选拔进入的另外2个骑士团不同，冰霜骑士团的成员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弗里兹家族。他们的身体内传承着冰霜巨人的血统，能够不畏严寒并释放冰霜法术。由于掌握了饲养技术，冰霜骑士团的正式成员坐骑都是寒风翼龙，一种顶级的龙兽坐骑。而眼前这2位预备役的坐骑虽然不是寒风翼龙，但卖相也很不错，是2匹体表遍布鳞甲的蓝色骏马，靠近时能感受到气温的降低。奥罗姆带着白仓向一男一2位冰霜骑士团的预备役打招呼，但令他尴尬的是，那对兄妹并没有搭理他们，还是在自顾自的聊天。这就是冰霜骑士团成员的通病了，由于天生的血统优势，他们不是很看得上实力低下的人，即使奥罗姆与白仓理论上地位和他们相同，他们的态度依旧傲慢。很明显，在他们眼中，奥罗姆和白仓并不值得他们回话。奥罗姆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他又重复了一遍问候，见还是没有回应，他也不装了，直接拿出一块帕子甩在男预备役的脸上，脸上带着嘲讽的笑容。怎么，冰霜骑士团的人一点礼仪都不懂吗？还是只有把帕子扔到你们脸上才会有反应？奥罗姆的行为是骑士中邀请决斗的礼仪，只是一般会把帕子扔到地上，他刚才是在故意挑衅。男骑士将帕子扔到地上，用脚踩住，眼神冰冷地回道：对于弱者，我一般不会向其投射目光，但像你这样不自量力的人，我会把你碾成冰渣。言语之间是答应了奥罗姆的决斗申请。白仓对于奥罗姆的行为也有些惊讶，他对其原本的印象是稳重的骑士，没想到脾气还是有点暴的。不过既然奥罗姆都发出决斗邀请了，那么同样被忽略的他也要做出点行动才行。白仓的目光投向那个弗里兹家族的女骑士，发现她也在看向自己，眼神傲慢，表情轻蔑。很好，看来要出重拳了。走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雪人实力有多强。雪人是有些人对弗里兹家族蔑称，嘲讽他们像雪人一样在太阳底下就化掉了。这个对凯撒王朝的人说金发蛮子，对星霜帝国的人说多动猴子一样，都是在嘲讽。女骑士听到后，眼神果然变得更加冰冷，无言地跟上白仓，显然是要教训他一番。白仓找了个空地，
将贝塞留斯的叹息取出。没有用残月弯刀，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一不小心砍爽了，直接把对面给斩首。女骑士也拿出她的武器，一剑长柄镰刀。双方默契的没有动用坐骑，这里的场地还是太小了。女骑士挥舞着镰刀，主动冲了上来，在中途一记挥砍，巨大的冰刃飞出，掩护着她靠近白苍。如果是以前，白苍可能会先躲避攻击，但有了蓄能光盾就不同了。白苍直接举着长枪就冲了上去，在冰刃即将接近他时，一道油光构成的屏障突然浮现，挡住了这次进攻。没有在意法力的消耗，白苍的长枪抵住女骑士的镰刀，双方开始了兵器间的碰撞。作为弗里兹家族的一员，眼前的女骑士对冰霜的运用很不错。在和白苍交战的过程中，不仅用突发的冰刃干扰，也用冰霜覆盖他的镰刀，起到粘滞作用的同时，还可以猛地延伸出去，增加刀刃的攻击范围。不过对白苍来说，这些手段就有点花里胡哨了。有着蓄能光盾随时保护，白苍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轻松抵挡了对手的攻势，并且还有余力，冷不丁的就会对女骑士的要害刺出一枪，将战斗局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时，白苍的余光注意到奥罗姆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看来是他们的战斗结束了。既然如此，白苍也开始发力，长枪势大力沉的连续刺激，随即就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直接把女骑士的镰刀挑飞了出去。紧接着，女骑士也被他用浮空击挑到了空中，狼狈的半跪着落到了地上。这场决斗，白苍完胜。第41章遇袭。奥罗姆见白苍取得了胜利，笑着迎了上来。我就知道你会赢。他的身上有些灰尘，但脸上神采飞扬。白苍注意到了奥罗姆身后瞅着一张脸的男骑士，明白他也赢得了决斗的胜利。冰霜骑士团的2个预备役都输掉了决斗，男的看上去还有些不服气，想说些什么，但被女的拉走了。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是败者的托词，还是退避比较好。奥罗姆见他们一言不发的离开，脸上露出了痛快的神情，白苍也笑呵呵的。只能说以弗里兹家族的性子，他们遇到被打脸的情况是迟早的事。尤其是玩家大规模来到翡翠城后，双方理念不同，于是玩家们一个个都把他们家族的成员当作装逼打脸的对象。也就是他们家族实力雄厚，再加上被打脸后也不怎么作妖，要不然早就被玩家们给灭族了。在经历了这么一场冲突后，商队的其他人对白苍和奥罗姆的态度都非常尊敬。5人佣兵小组，冰霜骑士团2人，还有他们2人3方各自找了个地方待着，等待商队主人的到来。没等多久，正主就出现了。他热情地接待了雇佣来的9人，并表示自己商队的安全就托付给了他们。当然，说是这样说，商队还是有自己的护卫的，白苍他们只不过是保险而已。商队在准备了一下后，就正式出发了。被专门培育出的驼兽们拉着载满货物的板车出动，货物被厚重的皮革覆盖，在上面还有带着魔法符文的锁链缠绕固定。而这样的板车有足足20多辆，商队主人坐在马车中和这些货物待在一起，周围是商队的护卫进行保护。而白苍他们则仗着坐骑的优势，游曳在商队的周围，起到提前侦测敌情和对商队的保护工作进行查漏补缺的作用。商队从翡翠城的城门鱼贯而出，朝着目标城池前进。在2座城池之间是有官方道路存在的，但由于翡翠城的地理位置特殊，难免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来，所以从翡翠城出发的商队都会多雇佣一些护卫来保障安全。刚离开翡翠城的一段路程还是安全的，在附近还能看到同路的行人，双方都默契地保持了距离。随着商队的前进，周围的行人逐渐消失，最后周围就只剩下商队的这些人了。而到了这个时候，商队的护卫们就集中精神，防备其可能到来的袭击。佣兵5人组一直待在商队主人附近进行保护，白苍和奥罗姆、冰霜骑士团2人则一直在商队附近巡逻，偶尔跑到前方进行侦查。虽然他们之前进行了决斗，但作为有职业素养的骑士，4人一直积极地反馈着各自侦查的情况，确保商队的安全。白苍骑着幽灵梦魇走在商队前面，面对难得的可以狂奔的机会，幽灵梦魇很是兴奋。白苍坐在马背上朝四周眺望，道路的周围都是平原，偶尔还能看到一缕炊烟。这里的视野极为开阔，如果有不怀好意的人朝商队冲来，白苍第一时间就能发现。过了一会，奥罗姆也从后面赶了上来。由于他的狮子坐骑相比于幽灵梦魇矮了不少，导致奥罗姆与白苍同行时低了不止一头。不过他也不在意这些，语气轻松地说道：“这个护送任务应该挺简单的，一路过来都没有什么危险。”白苍摇了摇头，目前确实没有危险，但前面就不一样了。这条路接下来会穿过峡谷，如果有人要对我们动手的话，那里会是个很好的选择。商队继续前进，很快白苍他们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一个黑影，随着他们不断靠近，黑影也逐渐变大，正是白苍之前提到的峡谷。它像是张开深渊大口的巨兽，匍匐在地面上，静静等待着白苍他们进入其中。商队其他人也知道这里的危险，纷纷呼喊着让大家集中注意力。
终于，他们进入了峡谷。在刹那间，原本照射他们的阳光暗淡了不少。峡谷里满是积年的古木，在白苍他们的头上洒落阴影。在道路的两旁，各种不知名的植物野蛮的生长，形成了天然的遮挡。其中不时传出细细簌簌的声音，让人好奇黑暗的丛林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由于都在警惕可能出现的危险，所以商队的人前进比较缓慢。白苍取出骸骨狩猎者，对着道路两边的丛林随意的放箭，箭矢飞出后，除了惊动一些小动物外，并没有别的影响。目前看来，这里并没有埋伏。商队的速度虽然缓慢，但还是逐渐靠近了峡谷的出口。随着距离出口的道路越来越短，不少人的心中都出现了这里确实没有埋伏的想法。但就在这时，两侧的丛林中杀出了各十几个蒙面敌人。在弓箭与法术的掩护下，几个速度奇快的敌人奔向了商队的中央，目标直指商队主人。这些蒙面人除了牧师，各个职业都有，彼此配合默契。在刺客后面，骑士和战士们也杀向了护卫们。白苍在敌人出现的瞬间就发出了警报，顺手将自己的光环技能全部打开，给敌人都贴上猎杀标记，然后就是不死不休，一套丝滑连招直接释放出来。但让他意外的是，只有4、5个敌人受到了不死不休的影响。不过这也达到了搅乱战局的目的。白苍的动作没有犹豫，骸骨狩猎者盯准每一个试图靠近商队主人的敌人，用古剑将他们一一逼退。而商队的其他人见有白苍保护雇主，也就放心的与敌人厮杀在一起。白苍驱使着幽灵梦魇靠近保护雇主，同时手中的弓箭没有停歇，箭矢对着敌人的后排疯狂的发射。在狂风骤雨的作用下，他一个人的远程火力就短暂的压制住了敌人。与此同时，幽灵梦魇也没有歇着，兴奋的肆意挥霍着火焰，幽蓝色的轨迹不断在空中划过，终点都是敌人的身体。如果再算上白苍和幽灵梦魇一共5个光环的辅助，可以说白苍和坐骑直接就影响到了整个战局胜负天平的倾斜。第42章异常。不过除了白苍，奥罗姆和弗里兹家族的2个骑士表现也不错。奥罗姆狮子坐骑不断发出咆哮，范围的敌人都被这声音震慑，从而让奥罗姆手持长枪轻松地命中目标。冰霜骑士团的2个预备役也表现出了他们的能力，散发寒气的坐骑和他们能控制冰霜的血统配合，把他们的敌人冻得面色青紫，动作缓慢，轻而易举就被挥舞的镰刀斩杀。商队的护卫和佣兵团见他们表现这么好，也奋力与敌人厮杀，胜利的天平似乎开始向他们倾斜。白苍护在商队主人的一旁，对面的后排快被他一个人点射完了，所以他就用眼睛注意着整个战场的情况，一旦发现哪个己方的人陷入劣势了，就抽空射出一箭帮助他。在他们的神勇发挥之下，敌人的数量逐渐减少，场面变成了几个护卫围殴一个敌人。奥罗姆似乎有些上头了，让坐骑追着敌人吼，战场各处都能听到威猛的吼叫声。面对他的追杀，一个刺客不知怎么想的，朝着商队主人这里奔来。面对白苍的箭矢攻击，他的身躯突然化为暗影，钻到了地面的影子中。白苍面对这样的情况没有惊慌，弯弓搭箭，保持着蓄力的姿势。1秒、2秒，等待了几秒钟后，刺客突然从幽灵梦魇的影子冒出，挥舞着匕首直取目标。但坐骑直接发动了战争箭塔，刺客被眩晕在了原地，用脑袋接住了白苍蓄力已久的箭矢，让白苍的经验条又前进了一小段。随着最后一个来袭的敌人被冰霜镰刀拦腰斩断，白苍他们取得了这场保卫战的胜利。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突发战斗后，不少护卫都有些精疲力竭。为了之后的安全考虑，商队老板宣布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白苍和奥罗姆、弗里兹家族的2人待在一起，在并肩战斗后，他们的关系改善了不少。安娜，也就是被白苍打败的女骑士，忽然开口：“你们觉得这场战斗怎么样？”她的表情严肃，言语之间显然是另有所指，有点诡异。虽然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商队被袭击的战斗，但这些敌人有点怪，他们不会逃跑。白苍眉头微皱地回答道。奥罗姆听到他们2人的话语，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之前在战斗里他上头了，没发现什么异常，但被提醒后瞬间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那些袭击商队的敌人好像确实都没有逃跑的迹象，一个个都拼了命的战斗。之前那个袭击商队老板的刺客就是他们的缩影。一般来说，袭击商队的人和强盗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求财，如果战斗陷入劣势的话，都会选择直接逃跑，而不是死磕到底。白苍4人交流了一番，觉得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盯上了这个商队，在这里有他们舍去生命也要获得的东西。白苍还提到了一点，那就是商队老板太过淡定了。由于他在战斗开始后一直在保护商队主人，所以他观察得很清楚，这个外表油腻的胖子看似遇到袭击很惶恐，在白苍赶来后直接躲进马车不再出来。但白苍在战斗时却发现了他以一副悠哉悠哉的表情坐在车内，甚至还有心情啜饮美酒，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结合商队老板和袭击者的表现，白苍几人认为很明显，袭击者是为了商队中的某些东西而来，
并且商队主人大概率知道会有人来袭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隐瞒可能有人袭击的情报。如果能提前知道的话，商队的伤亡会减少许多。白仓他们沟通了一下，觉得还是按兵不动比较好。既然已经有人盯上了这个商队，那刚才发生的袭击接下来还会出现。他们打算再观察一下商队主人的表现，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商队在休息了一阵后就继续出发了，穿过这座峡谷，路程就过了一半。白仓他们还是和之前一样，骑着坐骑游曳在商队附近，只是在侦查之余，他们的目光都隐晦地投向了商队老板所在的地方，观察着他的举止。在前进了一段距离后，卡列，也就是弗里兹家族的男骑士发出了警报。很快，白仓的视野里也出现了敌人的身影。这次他们直接不再借助地形掩饰自己，而是气势汹汹地直接冲来，并且让商队护卫们脸色大变的是，这次袭来的是全副武装的骑兵，他们的全身都被看不出特点的铠甲笼罩着，钢铁长枪被架在穿戴着铁甲的坐骑上，起码50人的队伍排出进攻的阵型，以极快的速度逼近商队的中部。白仓的瞳孔猛地一缩，起码50人的骑兵部队，并且行进间配合默契，训练有素。那个胖子到底干了什么，竟然会被这些人袭击？不过虽然心里震惊，白仓的动作却没有迟缓，体内法力迅速的消耗，召唤侍从。10个全副武装的骑士侍从出现，挡在了袭击骑士的前面。与此同时，商队的护卫们也迅速制造障碍物，用来拦截骑兵部队的冲锋。白仓骑着幽灵梦魇躲开他们冲锋的方向，再侧翼拉弓，瞄准没有被铁甲覆盖的坐骑腿部发射，试图阻拦他们的进攻。他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排的几个骑士的坐骑被箭射中，直接哀鸣着倒了下来，连带他们身上的骑士也翻滚到了地上。不过后方的骚动并没有影响到前方骑兵冲锋的节奏，钢铁的洪流直接凿穿了白仓召唤出的侍从和临时搭建的阻挡物，木屑飞溅，哀嚎响起，骑兵部队像是突刺的长枪，直接把商队扎了个透心凉。好在商队主人的马车在危险来临前就转换了位置，不然可能直接面临骑兵们的冲锋。但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全而已，将整个商队拦腰冲断的骑兵们调转了方向，坐骑身上的长枪再次架好，没有任何言语，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他们又驱使坐骑发动了沉默的冲锋。第43章昼伏骑士。面对骑兵们的又一轮冲锋，商队众人尝试用远程攻击来停滞他们的脚步。弗里兹家族的2人则在骑兵冲锋的前路上制造兵面，以期打断他们的进攻。但令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那些瞄准敌人的法术在靠近他们后就直接消失在了半空，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而铺在地上的冰面也在铁蹄靠近前就不断溶解，好似有一个无形的屏障将所有的法术都消解了一样。看见这样奇异的场面，白仓的脑海里瞬间蹦出了一个词：昼伏骑士。而安娜和卡列看到自己的法术被诡异的消解后，也是大惊失色。家学渊博的他们同样认出了这种手段，喊出了这些骑兵的真实身份，来自凯撒王朝的特殊职业——昼伏骑士。昼伏骑士是凯撒王朝的王牌职业之一，他的名气很大，原因在于这个职业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反魔法。但吊诡的是，他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又是魔法。就职这个职业的骑士不仅需要强大的体魄，还需要在全身都刻上特殊的魔法纹路。这种纹路会压制一定范围内所有的法术，并且当众多刻有纹路的昼伏骑士同时出现时，他们周围会出现一片法术完全失效的领域。这样一来，虽然昼伏骑士们也无法释放法术，但他们还可以依赖体魄和酒精磨练的近战技能来杀敌。可如果法师进入这种领域，那么丧失施法能力的他们只能成为昼伏骑士们玩弄的猎物。商队的众人都没想到，袭击他们的居然会是敌国的精英部队之一。白仓也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昼伏骑士会突破翡翠城的防守，出现在这里？他们又为什么要袭击这个商队？他的心中一时间充满了问号。但眼下最关键的还是要抵抗昼伏骑士们的攻击。先是放了几波箭稍作阻拦，然后白仓呼喝着朝奥罗姆和冰霜骑士团的2人比了几个手势。平时的训练在这里起到了作用，3人心领神会的与白仓会合。面对白仓的干扰，已经逼近商队的昼伏骑士们选择了相信身上的铠甲。他们此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商队主人的马车。领头昼伏骑士的长枪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贯穿了车厢，紧接着一杆又一杆长枪穿刺了上去，马车像是玩具一样被他们拆成了七零八落的碎片。当他们再冲出来时，商队老板不复之前的从容淡定，他的身体被2杆特制的长枪刺穿，整个身躯被架在了半空中。随着昼伏骑士坐骑的逐渐分离，他的身躯在巨大的作用力下被扭曲瓦解，痛苦地死在了这里。白仓看到了这点，但已无暇顾及，因为此时的他正带领着3名同伴对着昼伏骑士们冲锋。眼下的情况是，昼伏骑士们又一次成功地冲破商队，并杀死了他们的目标。但白仓此时也对准他们队伍的腰部发起了冲锋，要复刻昼伏骑士们之前拦腰斩断商队的行动。
开启死亡冲锋的白苍作为箭头，首先与敌人碰撞。贝塞留斯的叹息穿透厚重的铁甲，枪头在冲锋的带动下不断深入。幽灵梦魇的独角此时也起到了作用，狂飙的突进让血肉飞溅在白苍的骸骨战甲上。咒缚骑士的侧翼瞬间被他冲出了一个缺口，紧跟着他的奥罗姆也不甘示弱，坐骑的咆哮在咒缚骑士中响起，长枪左右横扫，将被震慑的敌人打得身体歪斜，不少直接掉下了坐骑，扩大了白苍冲出的缺口。而最后的冰霜骑士团二人分居两侧，镰刀被他们横握在手中，锋利的刀刃正对敌人，在坐骑强劲的带动下，无情收割着失去对抗能力的生命，就像是收割庄稼的镰刀。他们冲过的地方，一个又一个坐骑上的咒缚骑士被斩成两半。4个人像风暴一样呼啸着冲破咒缚骑士的阵型。当他们冲出来时，无论是身上的铠甲还是武器，坐骑都被染成了血红色，长枪握在手中，甚至有些滑腻。这次白苍带领的4人趁着咒缚骑士们刚完成冲锋，阵型松散的时机发起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他们4人没有一人损耗，还杀死重创了10几名咒缚骑士。钢铁与血肉的碰撞，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危险，手中武器传来的反震和收割生命的刺激，种种因素都激活了白苍身体内隐藏的暴力因子。他沉浸于这些带给他的刺激，他渴望更多的战斗。白苍调转方向，与领头的咒缚骑士眼神交汇，双方都明白这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被认出身份的咒缚骑士不可能放过这里的任何人，白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也只能竭尽全力的拼杀。在冲断了一次咒缚骑士的阵型后，白苍迅速带领着3人调转方向，朝着商队的方向跑去。他需要收拢商队剩余的战力。在见识到白苍他们的战果后，10几名骑士们跟在了白苍的后面，其余的物理系职业没有那么强的机动性，就以商队的货物车辆为壁垒，先保护自己。弓箭手们也可以远程攻击骚扰一下。而咒缚骑士们在短暂的整理队伍后，也没有理会困守在商队的人，而是以白苍他们为第一目标。只要消灭了这几个预备役带领的骑士们，剩下的人随随便便就能杀干净。定好了目标，咒缚骑士们就开始追着白苍他们跑。白苍这边在多出了10几个骑士后，也没有直接回身反攻，毕竟双方个体实力的差距还是客观存在的，像之前那样的冲锋机会还是需要慢慢寻找。所以他就带着这10几个骑士围绕着商队跑。这时他就不在最前面了，而是和奥罗姆待在靠后的位置。白苍手中的武器也变成了骸骨狩猎者，跟之前一样盯着咒缚骑士的坐骑射击，谁追得及就射谁的坐骑，并且这次是用蓄力箭进行点射，白苍每拉开一次弓就能射瘸一条腿，再加上他们是在商队附近追逐，商队的弓箭手们也在进行骚扰，所以一时半会间，咒缚骑士们不仅没追上白苍，反而自己这边陷入了被拖住的局面。第44章击破。在这样的窘境下，咒缚骑士们很快做出了决定，坐骑无法再行动的去杀困守的商队的人，剩余的骑士去解决白苍他们。只是他们终究高看自己的战力，那些没有坐骑的咒缚骑士虽然实力依旧强大，但丧失了机动性的他们，在面对数量比他们多的敌人时就有些不够看了。商队众人表示，打不过有坐骑的你就算了，没坐骑了还敢这么狂妄。显然咒缚骑士刚才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失去坐骑的咒缚骑士被迅速围剿，陷入了绝对的劣势，而还在追击白苍他们的骑士们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去救援，那么之前被拖住的局面会再次出现；如果前去救援，他们前方的白苍等人又会反过来追击他们。不过很快他就不用纠结了，因为白苍用骸骨狩猎者击杀了那几个被围剿的敌人，然后直接调转方向，朝着咒缚骑士们冲来。敌人的数量减少，连追击都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当然要反击，更何况围剿的商队众人也同时冲了出来。白苍手中的武器换为长枪，已经冷却的死亡冲锋再次发动，他一马当先，身后是同样迫不及待反攻的奥罗姆众人。面对白苍他们的反攻，咒缚骑士们当然不会退让，对于正面交锋，他们有绝对的自信能够全歼对方。双方都在加速朝对方冲去，白苍作为箭头，更是与领头的咒缚骑士四目相对，两人的眼中都是对彼此的杀意和嗜血的渴望。距离在不断缩减，终于白苍的长枪与对面的武器在半空中碰撞，反正让双方的攻击都偏离了准头，坐骑仍在前进。在他们侧身相遇时，白苍手中的武器突然变成了残月弯刀，他双手拿着武器，拧动着自己的腰身，两柄弯刀一近一远，错落的袭向咒缚骑士的要害。尽管对方已经反应迅速地躲避着刀光，但划过诡异弧线的残月弯刀还是畅饮了敌人的血液。白苍的腰身回转，身后是咒缚骑士的无头尸体，但他的战斗还没有结束，领头的咒缚骑士倒下了，他还要面对之后两杆长枪的围攻。残月弯刀在空中不断挥舞，用连续多次的格挡换取喘息的空间，然后奥罗姆坐骑的狮吼如约而至，突然停滞的空隙被白苍捕捉到，刀光过后是喷涌的血液，残月弯刀又收割了两人的生命。幽灵梦魇还在挺着独角向前进击，
白苍在身后奥罗姆的配合下，已经快要冲出咒缚骑士的队伍，但这还不够，白苍打算给予他们最后一击。幽灵梦魇在主人的示意下猛地刹住，高高扬起的马蹄像是在敲下死亡来临的鼓点，战争践踏。这时，所有咒缚骑士都被眩晕在了原地。白苍手中武器换回长枪横扫，4、5个敌人直接被扫落地面。白苍的视野瞬间开阔，但这还没完，他眼中凶光一闪，长枪化身遇事不祥的黑色流星，每一次划过都代表一条生命的陨落。当白苍带领着剩余的同伴冲出时，咒缚骑士的数量已经被削减到了不足10人的程度，还来不及思考要如何逃命时，白苍已经毫不停歇的又冲了上来。幽灵梦魇兴奋的嘶鸣和不断响起的马蹄声，好似长眠不醒时的噩梦，紧紧纠缠在他们的身后。残余的咒缚骑士下意识拼命地朝前方逃跑，但呼啸的箭矢在此时化为了催命的信使。每当耳边响起箭矢撕裂空气的声音时，余光中就能注意到又一位同伴衰落，然后就是利器撕裂血肉的声音。他能想象出这样的画面：白苍一枪把衰落的骑士刺死，耳边满是自己兴奋的喘息，杀戮的欲望和快感互相助推。虽然伤口传递的痛感还在延续，但他的精神快要到达了高潮，还差最后一个。旁观的奥罗姆等人看着白苍的身影在不断的加速，最后的咒缚骑士像是被猎豹追捕的羚羊，无论怎样都摆不开身后的猎手。终于，白苍刺出了他的武器，被击中的咒缚骑士身体摇晃剧烈，但还是平衡了下来。只是白苍在这时已然和他并驾齐驱，贝塞留斯的叹息带着无匹的力道横扫而来，直接把受伤的咒缚骑士从坐骑上击飞了出去。猎物被横扫到了半空，白苍身子向后倾斜出夸张的弧度，枪头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让人看不清白苍的正脸。钢铁长枪被投掷了出去，被撕裂的空气发出呼啸的声音，众人的目光紧跟着空中划过的黑色流星，长枪以惊人的准头命中落地的骑士，喷涌而出的血液下是一条消逝的生命。目睹命中的白苍后仰躺在幽灵梦魇的背上，心中的快感到达了最顶峰，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嘴角勾起满足的弧度，微妙的幸福感传遍了全身。直到幽灵梦魇慢悠悠地把他再回到商队众人旁边，白苍才直起身子。在众人钦佩的眼神中，白苍开始安排接下来的事项。虽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咒缚骑士要对商队主人动手，但随着商队老板的死去，白苍他们也就无从得知原因了。因为咒缚骑士身上的魔法纹路在给予他们反魔法能力的同时，也从灵魂上封锁了他们的交流能力。帝国以往捕获过咒缚骑士，却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得过任何情报。不过对于白苍他们来说，咒缚骑士出现在星霜帝国内部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价值极高的情报了。为了尽快将消息传回去，白苍安排自己和卡列在这里守护商队的众人，让安娜和奥罗姆各自带着咒缚骑士的尸体分2路回去汇报情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过后，白苍看到了大批胸前存在血红色十字和冰蓝色雪花标志的身影，那是铁血骑士团和冰霜骑士团的骑士们，在其中还有奥罗姆和安娜·弗里兹。将商队众人交给他们保护看管，白苍跟着踏上了返回翡翠城的道路。第45章回报。在被来源的骑士们护送着回到翡翠城后，白苍和奥罗姆等人都受到了来自骑士团上层的嘉奖。只不过由于要调查清楚商队老板和咒缚骑士们背后隐藏的事情，奖励暂时没有确定，并且白苍他们还是被询问了任务的具体情况。好在询问的也基本都是自己人，没过一会他们就回到了驻地。奥罗姆被放出来后脸上一直带着笑意，还忍不住地问白苍：哎，你说我们最后能拿到什么奖励啊？这可是在帝国境内发现了咒缚骑士的大功劳，不得给我们个位级军衔啊！奥罗姆想到这里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位级军衔是星霜帝国军衔的一个等级划分，分别是预备役、2等兵、1等兵、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白苍他们现在就是预备役的级别，而铁血骑士团、冰霜骑士团的团长就是中将级别，上将级别的话就得是血霜军团团长这种级别了。白苍摸了摸下巴，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们的奖励主要还是看事情的严重情况，还是等待骑士团他们调查完毕再说吧。回到房间进行等待，白苍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已经升到了12级，马上接近13级了。虽然这次任务的奖励没有到手，但咒缚骑士们给他提供了不少经验，当然也有不少掉落，只是这些掉落的物品都是和咒缚骑士的特性相关的。比如这个白银级的咒缚长枪，效果就是接触这杆武器的单位在施法时小概率会被打断。虽然效果还不错，但这是不分敌我的，也就是说武器的主人也有概率被打断，这对于白苍来说就有些鸡肋了。而咒缚骑士掉落的物品基本上都是这个调性，白苍打算以后把它们卖掉，或者用来当自己天赋的实验品。不过有一个掉落的技能白苍倒是可以用到，骑士美德牺牲黄金级。玩家的生命值在 30% 级以下时，
生命值每下降 10%， 力量属性提升 30%。学习需求：骑士类职业。这个技能也算是骑士类职业的标志性技能了，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系列的技能之一，分别代表着骑士的8大美德。剩余7个分别是谦卑、诚实、怜悯、英勇、公正、荣誉、灵魂，都是被动类的技能。白苍毫不犹豫的学习，像这样的被动技能，他只会嫌弃不够多。在驻地里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白苍被通知前往一处训练场，看来是他们的奖励出来了。白苍到达后发现，这里不止有他和奥罗姆、安娜和卡列这2个冰霜骑士团的人也来了这里，看到白苍时还笑着朝他点了点头，心情很好的样子。而在他们的前方是一位高大魁梧的骑士，他身上穿着铁血骑士团的制式铠甲，左脸有一处伤疤划过嘴唇，看起来非常凶悍。白苍认识他，他是铁血骑士团的一名少校，护送白苍他们回城的队伍中就有他的身影。看到白苍4人集齐，少校也不废话，直接宣布他们的奖励。首先是成为骑士团的正式成员，并且军衔直接提升到少尉等级，用贡献值兑换时享受9折优惠。其次是允许他们向军团提出一个需求，职业、技能、装备、坐骑等都可以，在翡翠级及以下的都可以满足。最后则是一个任命，以白苍为队长，安娜、卡列、奥罗姆为队员，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队，任务是听从军团上层的指挥，完成指定的特别任务。这个小队最多可以容纳10人，剩余的成员需要白苍他们自己去招募，而负责给他们传达任务的上级就是面前的威尔少校。在讲完这些后，威尔少校给了白苍他们一段时间消化信息，然后才说道：关于我刚才说的，如果有疑问，现在就提出来，我会给你们解答。微微沉默了一会，卡列率先开口，被威尔瞪了一眼后，他连忙改口：少校，这个需求哪怕是我要求寒风翼龙的坐骑也可以吗？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威尔清了清嗓子回答：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可他接下来的话让卡列脸上的笑意僵住了。不过我不建议你这么选，我知道寒风翼龙是你们梦寐以求的坐骑，但作为弗里兹家族的一员，在成长起来后本来就有资格获得它，没必要现在用这个要求去兑换，你还是选择增强自己的实力比较好。威尔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卡列陷入了沉默。白苍见其他2个人都不开口，就自己上前提问道：少校，请问我们这个特别行动小队的组建和之前上报的咒缚骑士有什么关系？威尔赞许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才开口解释。按照他的说法，在咒缚骑士的情报被上报后，军方就进行了紧急调查，发现商队老板运送的货物是能够用来建造空间传送法阵的材料，而这些货物的买家就是隐藏身份的咒缚骑士们，也就是说，早有咒缚骑士们潜藏到了星霜帝国境内，不断购买材料用来建造空间传送法阵，来传送凯撒王朝的士兵们。而那个商队老板之所以会被袭击，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买家身份有鬼，打算调查清楚后再提高货物价格，敲诈他们一笔。虽然他查到了这些人是凯撒王朝的人，也清楚可能会被察觉到，然后被袭击，但他毕竟不知道买家的真实身份，这就导致他之前准备的魔法卷轴在咒缚骑士们完全没用，直接被杀死灭口。而军方顺着这些材料调查，目前已经发现至少有10几支商队在贩卖相关的材料。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凯撒王朝的士兵潜伏了进来，但这也足够让军方愤怒。于是有人提议组建特别行动小队，全面彻查翡翠城可能隐藏的潜伏者。而白苍他们作为咒缚骑士情报的发现者，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队的成员。最后，威尔少校对着白苍他们强调，这次特别行动小队的组建只是一次试点，但如果他们表现得足够好，未必不能保留编制，然后统领更多的队员。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鼓励后，威尔少校离开了这里，让他们自己消化接收到的信息。第46章，招募队友。所以我们现在是一队了。奥罗姆的语气有些犹豫，显然刚才接收到的信息让他还有些晕。怎么，不愿意和我们一队吗？安娜挑了挑眉，旁边的卡列也看了他一眼。没有。奥罗姆连忙摆手。在经历过与咒缚骑士的战斗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好上了不少，只是突然发现要组成固定小队，奥罗姆还是有些不适应。好了，既然已经成为了队友，那就没必要再纠结过去的事了。白苍一开口，其余3人都闭上了嘴，毕竟白苍已经被任命为特别行动小队的队长，而且他们对白苍也确实服气。白苍看了他们一眼，继续说道：我们小队最多有10个人，现在只有4个，接下来我们还要招募队友，毕竟人多的话，我们执行任务安全性也会高一些，所以如果你们有认识的实力强的人，可以推荐给我，当然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考核，不然我宁愿4个人去执行任务。白苍的话语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赞同，毕竟在与咒缚骑士的战斗中，他们也见识到了白苍的强劲实力，他们自己其实也不愿意有菜鸡混进他们的队伍。那我们要继续招募骑士团的成员，还是招一些别的职业？安娜突然问道。我个人的意向是
继续招募骑士，不过这个骑士无所谓，你们有什么想法吗？白仓看向卡列和奥罗姆，奥罗姆挠了挠头，还是骑士吧，这样我们配合起来会更好。我听你们的。卡列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白仓的目光望向安娜，那就都招募骑士吧，至少我们认识的人大都在骑士团里。安娜耸了耸肩，表示服从队长的意见。这样其实也好，最起码如果任务失败了，有坐骑会跑得比较快一点，执行任务也比较方便。白仓点了点头。那你们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吗？他自己除了这3人，只认识一个洛瑞。记忆中前世在战争里大放异彩的骑士 NPC 好像都已经有崛起的态势，只有一个还在蛰伏，所以白仓还是打算先听听队友的意见。奥罗姆率先开口，我有一个堂兄是星盾骑士团的正式成员，他的实力比我强。安娜和卡列也分别推荐了他们的人选，都是弗里兹家族的成员。这样吧，白仓看时间也不早了，如果现在就考核的话，估计时间也不够。我们今天先解散，明天训练后还在这里集结。你们回去和自己推荐的人选谈一谈，如果他愿意加入的话，明天就来这里考核。大家回去也想好自己想要什么，明天我们小队还要熟悉一下彼此。3人想了想，觉得白仓的提议不错，于是4人就解散各自回去了。白仓没有直接去找自己的人选，而是先去了老师卢卡斯那里。见到白仓居然在这个时候来找自己，卢卡斯也有些惊讶，将他迎了进来。白仓坐下后，大致将今天的情况和老师说了一下，当然他并没有细致说明，只是大致说了自己要听从上级指令组建小队执行任务，以后学习炼金术的时间可能不确定。卢卡斯听完后也没有太过惊讶，毕竟军中确实有不少秘密，他自己也加入过军方一些隐秘的炼金术士队伍从事研究。关于白仓提到的炼金术时间安排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白仓有时间就过来学习，然后他还给白仓准备了一些炼金术书籍，嘱咐他如果不能来的话就多看书。面对卢卡斯的细心吩咐，白仓自然答应了下来。在老师的教导下，他对炼金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间肯定会过来学习。在收下卢卡斯准备的书籍后，白仓正准备告辞，结果老师突然给他推荐了一个小队的人选，说是之前的炼金术学徒，星盾骑士团的成员，如果白仓找不到人的话，可以去找他。对于老师的推荐，白仓欣然接受，离开炼金工房后直接去找了这位师兄。名为塔索亚的骑士在听完白仓的说明后，爽快答应了邀请。对于执行秘密任务这种事，他还是很有兴趣的。白仓在了解这位的基本情况后也很高兴，塔索亚不仅炼金术水平不错，身为骑士的实力也很强，他的职业是圣光骑士，能打能奶能抗，是一个小全能的职业。再加上与他非常契合的坐骑圣光独角兽，白仓觉得可能除了自己和接下来要邀请的那位，他比任何一个小队的成员都要强。在接受邀请后，塔索亚也跟着白仓出来了，他对于自己接下来的同伴很好奇，于是白仓就带着他左拐右拐，最后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点。这里分布的都是低矮的平房，住在这里的家庭一般都比较贫穷。苍白，你确定星盾骑士团的预备役会住在这种地方吗？他应该可以待在驻地吧？塔索亚有些奇怪，就算穷骑士团也会提供房间啊，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别急，待会你见到他就明白了。白仓的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走了一会，他们终于见到了目标，只不过白仓拦住了塔索亚的脚步，示意他先观察一会。而他们的目标，一个略显瘦弱的黑发青年，正坐在自己家的门口发呆，他的五官还算清秀，只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很丧。而在他的旁边，一匹快要瘦成骨架的马安静地立在那里，背上残破的黑色服翼紧收着贴在身体两侧。刚开始塔索亚还有些疑惑他们要看什么，可过了一会他就闭上了嘴，因为在短短的时间里，那个黑发青年就遭遇了飞鸟的粪便在他上方落下，小孩的皮球差点踢到脸，屁股下的椅子突然崩塌等等倒霉事件。塔索亚咽了一口唾沫，转头问白仓，他这是什么情况？白仓笑呵呵地回答，他的职业是厄运骑士，不仅会给敌人带来厄运，自己也是。说着，他带着脸上一副还有这种职业表情的塔索亚上前，对维拉，也就是厄运骑士发出了邀请。而厄运骑士也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毕竟星盾骑士团给了他住房补贴，让他搬出去，可厄运使他根本存不住钱，眼下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只能答应白仓的邀请。执行秘密任务的奖励应该很多吧，他心里盘算着。第47章噩梦小队。第二天，白仓等人及时到达了训练场集合，一共9人连带坐骑，彼此都在互相打量，目光都有些好奇。尤其是维拉，他那愁眉苦脸的气质和有些瘦弱的身体吸引了不少关注。白仓见人都到齐了，就拍了拍掌，见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他才开口，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考核吧。鉴于大家都是骑士团的正式成员，一些基础的团队配合肯定不用再考核了，这次就是看实力，考核者从我、安娜、卡列、
奥罗姆4个人中挑选一个战斗，根据战斗的表现来判断是否合格。白苍环视了一圈，然后补充道：“并不是一定要取得胜利，能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就好了。”塔索亚他们纷纷点头表示理解。那谁第一个来？白苍带着笑容发问。我先来吧。首先上场的是奥罗姆的堂兄，他的名字是奥利维亚，武器是长剑搭配盾牌，坐骑和奥罗姆一样都是能发出威慑咆哮的狮子。只不过与奥罗姆不同的是，奥利维亚的尺寸比他大上不止一个级别，相对的，武器和坐骑也要大上不少，应该是觉醒了特殊的血统。果然，在进行自我介绍时，奥利维亚主动说出了自己的血统——独眼巨人，一种既皮糙肉厚又能用独眼释放闪电的巨人种类。而他挑战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堂弟奥罗姆。在其他人调笑的眼神里，奥罗姆苦着脸上去战斗。整场战斗都没有什么悬念，奥罗姆被奥利维亚死死压制，使出了浑身解数也难逃被打败的结果。看来他之前说的堂哥比他强并不是空话。首先出场的奥利维亚通过了考核，接下来就轮到了安娜和卡列推荐的人选。他们推荐的是一对双胞胎雷恩和瑞恩，他们的武器和安娜他们一样都是镰刀，但坐骑却是卡列之前梦寐以求的寒风翼龙。虽然看起来还没有进入成熟期，但已经能充当坐骑了。雷恩作为哥哥率先考核，而他选择要挑战的对象是白苍。显然弗里兹家族的老毛病又犯了，没有见识过白苍实力的雷恩信心满满的选择了他，打算秀一下自己的肌肉。可在接下来的战斗里，白苍给他来了个狠的，无论是近身搏杀还是综合对决，白苍都将他打得溃不成军。即使雷恩骑着寒风翼龙在空中盘旋，白苍也用箭把他射了下来。当战斗结束后，雷恩的脸都绿了，脸上满是被教训后的沮丧。吸取了哥哥的教训，瑞恩老老实实的选择了卡列对战，稳妥的拿下胜利，通过了考核。而他的哥哥雷恩虽然被打得有点惨，但白苍觉得这2个翼龙骑士的实力还是很不错，咨询了其他队友的意见后，也让雷恩通过了考核。再然后就是白苍的师兄塔索亚了，对于这位圣光骑士的实力，他也很好奇。塔索亚选择挑战的对象是安娜，目前唯一一个没有被挑战过的人。作为被挑战者，安娜也很兴奋，想试试面前这位被白苍推荐的骑士到底实力如何。战斗很快打响，安娜挥舞着镰刀就冲了上去，还是和打白苍时一样的战术，只是这次抵挡冰锥的是圣光独角兽的光盾。塔索亚和他的坐骑心有灵犀，坐骑专注防守，而他则挥动着自己独特的武器链枷进行攻击。这种武器下端是用来握住的手柄，前方连接着长长的铁链，而铁链的尽头是一长满尖刺的金属秤砣。这种独特的武器被塔索亚使用的如臂使指，不仅挥动起来势大力沉，铁链带来的诡异攻击方向也让安娜有些招架不住。没过多久，他就被塔索亚从坐骑上打了下去，输掉了这场战斗。虽然还没有看到圣光骑士引以为豪的治疗能力，但塔索亚强悍的实力也让白苍连连点头，宣布他通过了考核。最后就轮到大家都很好奇的维拉了。面对众人的关注，他也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情绪，慢悠悠地爬上他的坐骑。夜宵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一把黑色的大弓，再戴上造型酷似乌鸦的头盔，维拉的气质明显发生了变化，阴沉压抑的感觉从他的身上传出，甚至让在场的众人生出了逃离他身边的想法。而在这时，他也开始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维拉，职业嘛，厄运骑士，而我要挑战的是奥罗姆。面对实力莫测的维拉，奥罗姆反而一脸斗志。刚才被堂哥压制的战斗对他来说只是折磨，而这次他要痛痛快快地战上一场。白苍宣布战斗开始后，奥罗姆第一时间就驱使着狮子冲了上去，手中的长枪直指维拉。而直面奥罗姆的冲锋，维拉的回应是拉开弓弦，一支散发着黑气的箭矢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上，发射，箭矢直接命中奥罗姆。不应该说命中，而是化为黑气钻进了他的体内。这让试图格挡的奥罗姆有些不知所措，但转瞬之间坚定信念，继续冲锋。只是刚才发出攻击的维拉此时却伫立在原地，没有任何行动。眼看着奥罗姆的长枪就要刺出时，旁观的众人清晰看到一道黑气在他狮子坐骑身上掠过，然后那只狮子就猛然崴了脚，连带着奥罗姆的攻击也丧失了目标。这时奥罗姆和众人都联想到了维拉的职业厄运骑士，原来是真的能为敌人带去厄运的职业吗？他们的表情都严肃起来。维拉这时也展开了攻击，那把黑色的大弓在他手中不仅能用来射箭，还可以用来近战，无论是纤细的弓弦还是坚硬的弓身，在他手中都给奥罗姆带来了不下于利刃的压力。再加上维拉不时射出的能带来厄运的箭矢，奥罗姆很快就因为手滑被厄运骑士打掉兵器，输掉了战斗。到此为止，5名接受考核者全部通过，成为了白苍小队的一员。原本就是骑士团正式成员的他们实力都不容小觑，让除了白苍的元老3人都感到有些压力。由于加入的5人都很强，最后一个人员又没人推荐，所以
白仓的小队暂时保留了一个空缺的名额，之后再做决定。而接下来就是9人第一次的集中讨论，我们的小队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在冰霜、光辉、巨人、富裕等名字都被否定后，白仓正式将他们的小队命名为噩梦小队，寓意是希望他们能让敌人陷入长眠不醒的噩梦中去。第48章猩红血酿。在白仓他们确定小队名字后，威尔少校也来到了这里。看到这里的新面孔后，他点了点头，看来你们已经招募到了合适的成员。在他来之前，白仓已经把特别行动小队的来源告诉了塔索亚他们，所以对威尔少校的出现，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惊讶。我这次来主要有2件事，第一件事，苍白你们的需求，如果确定了就尽快报给我。然后是第2件事，你们小队的第一个任务来了。闻言，雷恩等新来的成员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威尔清了清嗓子，迎着他们期待的目光继续说道：军方已经调查到了一处可能有金发蛮子隐藏的地点，需要你们去调查。如果确实存在潜藏的敌人，格杀勿论。说到最后，威尔少校的脸上露出一丝冷意。任务地点我会告诉苍白，之后就由他带领你们去执行任务。指令传达完毕，见他们没什么疑问，威尔少校就将目光投向白仓、奥罗姆和安娜、卡列。你们的需求确定了吗？如果确定了，现在就可以告诉我，我们会尽快为你们安排。奥罗姆倒没有在意周围的其他成员，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需求。威尔少校，我想要转职成猩红骑士，并尽可能的学习职业技能。猩红骑士是铁血骑士团的代表职业，在星霜帝国的地位和昼伏骑士在凯撒王朝差不多。猩红骑士的特点是能够操控血液并使用与其相关的技能，其中最具备代表性的就是生命汲取，通过吸收血液来获得生机，从而治愈自己的伤势。拥有这个技能的猩红骑士是战场上几乎杀不死的存在。每当猩红骑士大量出动时，他们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敌人的干尸，因此也被凯撒王朝的人嘲讽地称为食尸鬼。奥罗姆的职业只是普通的骑士，因此是可以转职为猩红骑士的。他的需求明显经过了深思熟虑，选择了兼顾战力和成长的转职猩红骑士。可以，不过你应该也知道，这次贡献不足以让你学会猩红骑士所有的职业技能，你要做好选择。对于威尔的提醒，奥罗姆也明白，他心里已经有了抉择。接下来轮到了安娜和卡列。对于出身弗里兹家族的他们来说，无论是坐骑还是职业，他们的家族中都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搭配。寒风翼龙和双动骑士的名号在星霜帝国都是人人皆知的，所以这次需求他们都选择用来兑换武器。翡翠级的武器无疑会极大的增加他们的战力。3人的需求都已经提出，威尔少校的眼神看向白仓，而他的回答是：威尔少校，我希望能获得一瓶翡翠级的猩红血酿。白仓之前也思考过自己的需求，装备还是够用的，猎杀标记的爆率提升让他不用担心装备的更新，实在不行还可以用天赋升级。技能也是同理，之后还可以跟玩家们交易，也不用着急。想来想去，白仓还是想到了血统。作为除了职业的另一大成长体系，血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现在白仓有了翡翠级的血统收集装置，能对血统的觉醒范围进行规划，但在品质上还是没有保障。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能提升血统潜力的道具，而恰巧铁血骑士团正好这样的东西——猩红血酿。作为拥有能操控血液的猩红骑士这样职业的骑士团，铁血骑士团对于血统的研究还是很深的。猩红血酿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一。只要白仓服用下翡翠品质的猩红血酿，那他之后体内不到的翡翠级的都会化作养料滋养其他血统，再搭配能够收集不同血统的血脉收集装置，那么白仓之后能够选择觉醒的血统至少都是翡翠级，并且大概率会更高，算是同时提升了血统的上限和下限。威尔少校听完白仓的需求也答应下来，他们4个人的选择不出意外今天都能实现。一旁的塔索亚他们听到白仓他们的选择后，不禁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尤其是维拉，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很希望能获得一件让自己的运气不受职业影响的道具。看到白仓他们能得到这样的奖励，他也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好好执行任务，拿到这种可以兑换任何东西的奖励。这件事暂时结束，威尔少校将任务的详情告诉白仓后就匆匆离去，他要准备4人的奖励。而白仓则示意众人集合，将任务详情告诉他们。这次任务的地点就是之前那个商队的目的地雷鸣城。军方调查显示，有多支类似的商队都会在这座城市的一处旅馆里停留，所以他们怀疑这里可能有问题。这次噩梦小队的任务就是前去调查那里是否真的存在潜伏的敌人，而无论结果如何，旅馆的老板等人都是他们要杀死的对象。任务期限是明天结束前，不需要白仓他们刻意低调行事。作为特别行动小队，他们拥有调遣普通士兵的权利，即使爆发战斗也完全可以安排人封锁那里。而任务唯一的要求就是肃清那里所有可能存在的敌人，
只要是存在嫌疑的，他们都要清理，并且这样的任务同时被派发给了许多特别行动小队。可以预见的，以翡翠城为中心，许多地方都将被掀起腥风血雨。白苍他们在讨论后决定，直接现在前往雷鸣城执行任务。虽然期限是明天，但这种任务肯定是越早执行越好。白苍他们的奖励要今天晚上才能到手，而他自己还有下线的限制，所以还是要尽早出发去完成任务。接下来，噩梦小队稍微准备了一下，然后就骑着坐骑从翡翠城门冲了出去。白苍的幽灵梦魇排在最前，身后是塔索亚的圣光独角兽和维拉的夜枭，而排在他们后面的是奥罗姆和奥利维亚这对堂兄弟，最后则是弗里兹家族的4人，安娜、卡列坠在队伍末尾，而双胞胎则骑着寒风翼龙飞在队伍的上方。目标：雷鸣城。第49章燃烧的旅馆。白苍等人及时在通往雷鸣城的道路，不像上次有商队需要照看，这次9人都是骑士团的正式成员，因此行进的速度很快。白苍骑在幽灵梦魇的身上，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不过其实也没什么需要考虑的，上层都给他们下达了肃清的命令，那么杀就完事了。他们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那座旅馆内可能会隐藏着超出他们应对范围的敌人。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噩梦小队顺利抵达了雷鸣城的外面。作为前往翡翠城之前的最后一站，雷鸣城城门处的人流量很多。白苍没有直接带领着噩梦小队进去，而是先让其他人休整一番，自己先进去寻找这里的军事长官。由于雷鸣城离凯撒王朝也比较近，所以这里的军队总共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城防军，另一部分是驻扎在附近的血霜军团成员。随手拉住一个巡逻的士兵，白苍向他亮明了自己铁血骑士团少尉的身份，然后让他带自己去找能管事的长官。房间门被敲响后直接被推开，长官一脸不爽地看着进门的身影，张口就骂：平时没教过你们理。白苍直接取出一枚令牌丢给他，同时示意领路的士兵出去。而长官看到令牌后，脸色瞬间严肃起来，在士兵出门后才开口：不知特别行动小队来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城防军配合吗？白苍也没有客气，我是这支特别行动小队的队长苍白，我们接到上级命令，需要彻底肃清一个旅馆，希望城防军能配合我们提前封锁周边。他在说到彻底肃清这几个字时，语气咬得很重。城防军长官听到后也明白了他们任务的性质，当即点头同意配合。随后他出发去调集士兵，而白苍则回到了噩梦小队的身边。检查一下，马上要执行任务了。听到白苍的指令，众人姿态娴熟的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备、武器、道具，坐骑，确保自身的状态良好。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白苍迎着众人隐隐有些兴奋的目光发出了命令：走！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穿过被城防军疏散出的道路，白苍等人疾驰进入雷鸣城，目标直指旅馆。而在同一时间，城防军的士兵们已经提前隐秘地清散了旅馆周围的群众。老板只觉得周围人流量有些少，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里剩余只有这座旅馆中的人和伪装成行人的士兵们。马蹄践踏在地面上，像是战前的鼓点，眼看着视野里已经出现了目标，白苍比了几个手势，小队默契地分开，围堵住敌人可能逃跑的方向。此时旅馆的老板已经发现了白苍等人的存在，意识到不对的他赶忙呼喊旅馆的保卫人员，可迎接他们的是白苍投出的火焰炸弹。之前白苍练手制作的炸弹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直接一连扔了10几个炸弹进去。旅馆内的人还没反应过来，炸弹已经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猛烈燃烧的火焰伴随着爆炸席卷了旅馆内的空间，强大的威力将这座建筑从内部摧毁，火光夹杂着黑烟直冲天际。一时间，雷鸣城内其他的地方都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有人想来了解情况，可都被周围的士兵给顶了回去。白苍等人静静地伫立在旅馆四周，看着眼前的建筑从底部开始崩塌瓦解在火焰中，烧焦的气味弥漫在他们的周围，似乎所有旅馆内的人员都葬送在了这片废墟之中。但白苍没有放松警惕，让其他人保持警戒的同时，自己主动走上前去查看情况。就在他的脚步快要靠近还在燃烧的房屋时，一道狂躁的吼声从面前传出，紧接着废墟中就冲出几道身影，目标直奔白苍。好在噩梦小队的其他人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身影冲出的一瞬间，上空中双胞胎的兵刃、远处维拉的黑气箭矢都发射了过来。刺骨的兵刃撕开被烫伤的血肉，让白苍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图案，也认出了眼前这些身影的职业——兽灵战士。果然是凯撒王朝的人。白苍面对这些兽灵战士的袭击，不退反进，残月弯刀切开空气，朝着要害砍去。首当其冲的一个身影还想躲避，但身上黑气掠过，原本就被烧伤的腿部在突然发力下扭伤。残月弯刀是咬住突然僵住的他，然后接连的刀光闪过，白苍的手下又多了一缕亡魂。但他还没有停下，残月弯刀在空中的弧度抖拐，斜掠着杀向另一个兽灵战士。这个倒是反应了过来，身上野猪图案光芒闪过，
砍在他身上的锋刃好像在砍在韧性十足的皮革上一样。白苍的嘴角掠过一丝狞笑，手中力道加重，断筋攻击发动。虽然还是没有砍下他的这条胳膊，但也废了他继续被用来战斗的可能。紧接着，凛冽的刀光连续划过，这个兽灵战士也倒在了地上。这时，奥罗姆也支援了上来，狮子的吼声让这些敌人搏命的打算化为泡沫。被镇住的他们承受了接下来所有的攻击，伤痕满身的倒了下去。在噩梦小队众人的配合下，这些敌人没掀起什么风浪就被解决了。火焰还在舔舐着倒塌的旅馆，有士兵认出了这些兽灵战士的脸，正是旅馆的老板和一些在这里工作的佣人。白苍安排了一些人收集这些尸体，然后又安排士兵熄灭并清理还在燃烧的废墟。虽然旅馆老板和佣人的身份已经被拆穿，并且死在了这里，但这次任务是要肃清所有可能潜藏的敌人。白苍担心旅馆中还有隐藏的密室或密道，打算把这里检查个遍。而且不只是士兵，噩梦小队的其他人也被他安排检查废墟，以他们的接受过的培训，有更大概率发现这里可能隐藏的秘密。突然，嘈杂的声音响起，白苍望过去，是一个几乎被烧成焦炭的人和维拉在战斗。厄运骑士的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干净利索地杀死了这个装死偷袭他的敌人。而随着废墟上的火焰被熄灭，尸体被一具一具搬出清点，确实有士兵找到了一间隐藏的地下室。第50章，敌后破坏。在发现地下室后，白苍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对着其他人嘱咐了几句。白苍带着塔索亚进入了地下室。地下室中一片漆黑，好在塔索亚是圣光骑士，他手指一伸，一颗光球就从指尖飞到了地下室的上方，驱散了黑暗。接着，白苍和他检查了整个地下室，可以发现的是，这里在不久之前还有人生活的痕迹，只是此时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物品留存，看来是被带走或者销毁了。塔索亚和白苍离开了地下室，示意士兵们再去搜索一遍，以防遗漏什么。看着士兵们忙碌的背影，塔索亚不禁有些感叹，看来特别行动小队的任务也不怎么困难嘛，我就来这里堵了扇门，任务就结束了。听到他发言的维拉也赞同的点点头，这次任务他就射了几箭，杀死了一个想偷袭他的兽灵战士，然后就没了，感觉没什么难度。只是这时爆炸的声音从远方传来，白苍他们回头望去，发现在雷鸣城的另一边火光冲天。维拉的表情有些呆滞，而一旁城防军长官的脸色难看。白苍走上去和他交流了几句，然后示意塔索亚和奥罗姆留在这里，其余人跟着他前往事故发生的地方。而跟随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城防军长官带领的士兵。凭借坐骑出色的速度，白苍他们先一步抵达了爆炸发生的地方。而一来到这里，他们就看见了至少上百人在进行战斗，其中一方是城防军和血霜军团的士兵，而另一方就是他们刚才见识到的兽灵战士。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白苍他们直接投入了战斗。由于目前战场形势混乱，白苍没有选择使用不死不休，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光环。与此同时，噩梦小队的其他人也投入了战斗。双胞胎骑着寒风翼龙在战场上充当救火队员，哪里的友方快不行了就去支援。奥利维亚则仗着自己的体型巨大肆意冲撞，狮子的吼声响彻战场，将不少敌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安娜和卡列泽和维拉组成3人小队，维拉负责射出厄运箭矢，而他们则负责收割。注意到队友们的表现，白苍自然也不甘落于人后，烈阳审判发动，突然出现的圣光锁链缠绕住不少兽灵战士。他们的对手看到难得的机会出现，发了疯的攻击。审判之火还没出现，就已经有不少敌人直接陨落在了这里。白苍等人的亮眼表现自然吸引了敌人的关注。附近几个兽灵战士直接不顾自己的对手，朝着白苍冲了过来，身上的狼图案凝成虚影，笼罩在他们四周，身体剧烈变化，最后直接变成了狼群朝白苍奔来。面对突然被围攻的局面，白苍并没有慌张，法力消耗，召唤侍从，10个骑士侍从凭空出现，反包围了已经靠近白苍的狼群。在光环的加持下，这些骑士配合默契地绞杀着变成狼的兽灵战士们，有着白苍在一旁用弓箭辅助，这波针对他的袭击被侍从们轻松解决。而在另一边，雷恩和瑞恩也击落了变成苍鹰的对手，寒风翼龙的啸叫回荡在战场上空，时时刻刻威胁着兽灵战士的安全。奥利维亚这边还在和敌人缠斗，觉醒巨人血统的他每一次挥动长剑，敌人都要躲避，不然只怕会被直接拍到地面上去。有着狮子坐骑的配合，他的胜利也是囊中之物。维拉这边就更不用提了，攻击他的兽灵战士根本无法抵抗厄运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安娜和卡列的辅助，他们3人甚至是噩梦小队中最快解决袭击的。看见噩梦小队这边都化解了攻势，兽灵战士们的气势都有些衰落，而友军的士气大增，连攻击的力道都重了几分。白苍等人在战场的各个角落肆意地击杀着眼前的敌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快战斗胜负的天平朝着这边倾斜过来。而陷入劣势的兽灵战士们也没有逃跑的迹象，
反而一个个怒吼着拼死战斗。所以最后，即使星霜帝国这边取得了胜利，伤亡比例也不小。战后的白苍等人与友方的一个少尉聚在了一起，询问着事件的缘由。在少尉的叙述中，这些凯撒王朝的兽灵战士是突然从雷鸣城中冒出来的，他们一开始就将目标瞄准了城中的各处重要建筑，那座被炸掉的仓库就是他们的杰作。白苍回想起了前世，星霜帝国和凯撒王朝爆发的战争，就是从不断派人袭击对方的后方阵地开始的。看来这种苗头现在已经露出了端倪，只等双方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战争就会爆发。之后，白苍等人见这里没有自己的事，就返回和塔索亚他们会合。来到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是时候返回了。等他们回到训练场时，威尔少校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见到他们返回，威尔少校首先恭喜他们任务的顺利完成，然后就谈到以翡翠城为中心，不少城池都出现了和雷鸣城类似的事件，并且凯撒王朝在边境的军队也在调集，战争的阴霾已经覆盖了翡翠城的上空。为了报复凯撒王朝造成的破坏，军方再次增加了特别行动小队的数量，并给予了他们新的任务，那就是深入敌后进行破坏。当然，像白苍这种实力的小队，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凯撒王朝后方的各个村子、小镇，类似白苍之前去过的枫叶村和黑石村。也就是说，噩梦小队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前往凯撒王朝的新手村进行破坏。想到这里，白苍的脸色有些古怪，他想到了自己来到翡翠城后还没怎么用过的血脉收集装置，还有即将到手的猩红血酿，看来觉醒血统的机会近在眼前了。第51章准备。噩梦小队的敌后破坏任务并没有现在就去执行，毕竟这个任务还需要其他人员的配合，这样才能穿过凯撒王朝的防御，直达后方。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白苍示意其他人自由活动，而他则和安娜他们一起去领取之前的奖励。威尔少校拿出一瓶药剂递给白苍，然后又掏出2把造型夸张的镰刀，分别交给安娜、卡列，然后就带着奥罗姆去了另一个地方转职。白苍端详着手中的药剂，里面的液体呈血红色，并且看起来极为粘稠，虽然有些像血浆，但它在阳光下会散发出奇异的光芒，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猩红血酿，翡翠级，玩家服用后觉醒高品质血统的概率提升，且血统至少为翡翠级。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效果1顶1的强，尤其是还能和白苍的血脉收集装置配合。由于猩红血酿的效果在血统觉醒前会一直保持，所以白苍选择直接在这里服用了它。入口柔，一线喉，药剂进入白苍的嘴后直接就滑了下去，只留下醇厚的味道让他回味。白苍咂了咂嘴，想再来一瓶细品一下味道，可惜他没有。这时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样，什么味道？有一股酒味，但还挺好喝的。白苍客观地评价道。他转头一看，发现噩梦小队其他人并没有走，反而待在这里眼巴巴地看着他和安娜卡列。而刚才问他感受的就是觉醒了独眼巨人血统的奥利维亚。唉，当时我要是有一瓶猩红血酿，没准就能觉醒出泰坦血统了。奥利维亚有些感慨，语气中不无羡慕。没事，说不定我能觉醒泰坦血统呢。白苍语气轻松地回了一句，然后去围观安娜和卡列的武器去了。奥利维亚在后面对他翻了个白眼，然后也跟了上来。而此时卡列正拿着新武器和同伴们炫耀，镰刀通体蓝白色，像是由冰块制成的一样，看上去一副易碎的样子。而在刀刃与刀柄交界的地方刻着一个哀嚎的骷髅头，让这柄镰刀看上去多了几分邪气。卡列挥舞着新到手的武器，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另一边的安娜虽然没有那么张扬，但还是抱着一样造型的镰刀不放手，脸上的笑容止不住地表现出来。受不了了，跟你爆了！来自同一个家族的雷恩看不下去了，要和卡列战斗，试试他武器的威力。卡列欣然同意，双方随便找了个空地就开始了战斗。而卡列一出手，众人立马就发现了不同，因为他释放的冰刃无论是飞行速度还是大小，破坏力都比之前要强一些，而且每一次挥舞镰刀时，那个骷髅头都会发出尖笑的声音。雷恩很明显就受到了他的影响，出现了几次失误。一番战斗下来，原本被稳压的卡列居然和雷恩打了个平手。虽然是没有坐骑的战斗，但也能看出他新武器的威力了。对了，你的武器有名字吗？塔索亚好奇地问道。一听到这个问题，卡列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哼哼，我打算叫他卡列之牙，他就像我锋利的牙齿一样，能撕碎敌人。说着，他还笑了起来，洁白的牙齿露在外面，和手中的武器交相辉映。你开心就好。而就在这时，奥罗姆的声音传来：什么开心就好？白苍转头一看，奥罗姆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回来了，看样子收获不少。而看见他回来，奥利维亚立马上前邀战，要看看他转职后表现怎么样。于是白苍他们又开始围观起这对堂兄弟的战斗。转职为猩红骑士的奥罗姆战斗风格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血色的光芒覆盖全身。如今的他喜欢以伤换伤，
只要血液流得足够多，他才不在乎这些是来自于他还是对手。战斗持续了一小会就停了，虽没分出胜负，但众人还是看出了奥罗姆实力上的提升。一时间，大家对接下来的任务期待都增加了不少。下线后，白仓浏览着游戏论坛。作为和 N 次游戏同时出现的官方论坛，由于所有人都查不到这里发言人的 IP 或真实信息，并且游戏内录制拍摄的内容都可以直接在这里提取出来，所以玩家们都很喜欢在这里发言。白仓找到凯撒王朝板块，在这里有许多新手村的图片和视频。白仓将一些可能成为他目标的新手村资料都一一记下，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准备。而在浏览期间，他还注意到有玩家拍到了一些全副武装 NPC 路过的视频。昼伏骑士云雾村，白仓记下了这个地点，他应该也在凯撒王朝与星霜帝国的边境附近。了解了一些敌人境内的信息，第二天，白仓和噩梦小队的其他人就开始了战前的准备。虽然都是深入敌后搞破坏，但白仓他们可不打算和之前的兽灵战士一样将命留在那里。而军方上层也确实没有把他们当炮灰，每个人都被发放了大量的物资和补给品，同时也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空间印记，遇到危险时只要用意念启动就能回到这里。因为这次执行任务的特别行动小队很多，为了不浪费兵力，白仓他们被划定了活动的范围，大概包括7、8个新手村和一个叫做金岩城的小城。其中金岩城是他们和另一个小队共同的活动范围，必要的时候可以一起搞破坏。而对于他们在敌后的活动，威少少校并没有给予限制，以破坏为核心，一切行动都由他们自己发挥。如果能对敌人的军队造成伤害最好，做不到的话，破坏新手村，收集情报也行。在临行前，威尔少校还特地嘱咐他们，在凯撒王朝内行动时要注意保护自己，只要不招惹特别厉害的人物，空间标记都是有效的，所以他们要把握好搞事情的尺度，不能太吸引仇恨，要不然敌人一把空间禁锢，他们就完蛋了。第52章，突袭新手村。进入凯撒王朝境内的方式是传送，星霜帝国的法师们会同时将执行任务的人员传送到敌后，同时法术会干扰空间波动，防止敌人追踪到他们的位置。白仓在翡翠城内用接近的遥远留下来了一个空间标记，然后就和同伴们一起来到了提前准备好的传送点，又检查了一遍自身的状况，确保准备完全。随着传送的时间来临，噩梦小队的周围出现刺眼的光芒，当光芒消失后，他们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凯撒王朝境内一处森林里，光芒闪过，白仓等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迅速侦查周围的环境，确保没有被发现后，噩梦小队转移了位置，并确定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地点——云雾村外。这里是距离金岩城最近的一个新手村，之前就有玩家发过昼伏骑士路过这里的视频。在来之前，白仓他们就商量好了进入敌后的第一步行动，那就是找到隐蔽的躲藏点。毕竟他们不可能无时无刻出去搞破坏，因此先找到藏身地点是最重要的。噩梦小队的其他成员将目光投向白仓，白仓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一片密林，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强盗。他们的营地好像在地点上都挺隐秘的。想到这里，白仓当机立断下达了指令：走，我们去找强盗。强盗这种存在，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有。虽然云雾村附近的强盗们都因为最近军队的调动躲了起来，但噩梦小队还是凭借身上的道具找到了他们的营地。没有任何言语，9名骑士一起出动，在他们碾压般的实力下，强盗营地直接被屠干净了。奥罗姆将血液吸出来，尸体都埋到地下。然后白仓他们拿出准备好的隐形道具，将营地隐藏了起来。原本这个营地的位置就比较偏僻，再加上隐形道具的加持，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这里隐藏的东西。布置完第一处藏身点后，白仓他们又如法炮制，找了另外2个营地，将他们变成噩梦小队备用的藏身处。第一步行动宣告结束，白仓他们待在营地内讨论着下一步要干什么坏事。由于是初来乍到，噩梦小队没有把目标对准金岩城，而是决定先屠一个新手村看看情况。白仓把目标定在了岩土村，这是云雾村附近的一个村子，如果金岩城的人想到达这里，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云雾村。确定了目标，白仓等人带上准备好的隐藏自身信息的装备，套上头盔和装备，出发了。而在岩土村外，一群玩家正在练级，他们对付的怪物是7级的泥浆野猪，在新手村附近算是比较难搞的野怪了。不过这些玩家也不是普通玩家，平均等级都到了6级，有的身上还有青铜级装备，在如今的玩家中也算是仅次于第1梯队了。贪狼星一刀杀死残血的野猪，看了看经验条，然后朝周围的同伴喊道：大家再加把劲，我马上就7级了，升级就给大家发奖金。听到老板的激励，玩家们也卖力了几分，他们都是贪狼星在线下招募的员工，虽然现在元的价值更高，但钱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而就在他们卖力刷怪时，马蹄践踏地面的声音从远方传来，而且好像不止一个。贪狼星抬头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漆黑独角马，披挂着铁甲的他背上是一名骸骨包裹着的钢铁骑士，而在他的后方还有着洁白无瑕的独角兽，展开破烂服役的兽马，仿佛黄金铸就的狮子，踏过就留下冰渣的鳞甲马。在这些卖相不凡的坐骑身上，都有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各色的武器被握在手中，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那不是苍，脑海里的想法还没掠过，数道来自天空的冰锥就刺穿了他的身体。在地上尸体瞳孔中飞过的是2只庞大的翼龙和他们身上的骑士。白苍一发疾风骤雨射杀掉练级的玩家们，然后打着手势让他们同伴加快速度。他并不在意地上的玩家们是否认出了他，反正他一会就要屠村了，虚假的存在感也不可能再隐藏他。噩梦小队的9骑急速朝着岩土村的方向冲去，沿途的玩家们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被冰锥或弓箭射杀。转眼间，白苍他们的眼中已经出现了岩土村的大门。看到白苍他们的身影，大门附近还在对付史莱姆的玩家不由得发出了呼喊，可他的声音还没传出多远，噩梦小队已经旋风般袭入了村内。在进入岩土村后，他们迅速分开，按照行动前分配的目标，直扑村内的各个重要 NPC 和建筑。而此时，岩土村附近的玩家们耳边都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岩土村突发剧情任务，星霜帝国的复仇。由于凯撒王朝在星霜帝国内造成的破坏，星霜帝国决定派人前来报复，岩土村不幸地成为了目标之一。玩家可选择凯撒王朝星霜帝国阵营加入，守护破坏岩土村。加入星霜帝国，后果未知。任务奖励未知。虽然大多数玩家之前都不知道凯撒王朝和星霜帝国是什么，但不妨碍他们此刻高喊口号，冲向噩梦小队的成员，或者跟着白苍他们冲。为了凯撒王朝，凯撒王朝的荣光由我来守护。星霜帝国万！我先干死你这个二五仔！那不是苍白吗？管他是谁，直接杀了这个帝国狗！在任务触发时，新手村内玩家不能伤害的限制就不复存在了，攻击像雨点般朝着白苍砸来，但都被蓄能光盾挡住了。白苍现在没有功夫理会这些玩家，所以他选择朝他们丢几枚炸弹。火焰、冰霜、酸液，各色的爆炸在密密麻麻的玩家群体中绽放，大量的玩家直接被炸回复活点，怒骂声不断的响起。卧槽，怎么还有炸弹？苍白你不讲武德，居然拿炸弹偷袭！而趁着他们被炸懵的空档，白苍冲到了岩土村村长的家中。第53章屠杀。岩土村的村长在外面骚动时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急忙拿起武器。可白苍来得有些快，见到村长的瞬间就发动了猎杀标记，接着就是烈阳审判，圣光锁链牢牢束缚住慌张的村长，长枪精准的命中要害，然后审判的火焰开始燃烧，恐怖的伤害数字浮现，村长被白苍当场击杀。而在白苍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一部分同伴也完成了自己的目标。系统的提示在凯撒王朝阵营的玩家耳边响起：警告，岩土村村长已死亡！警告，岩土村铁匠已死亡！警告，岩土村粮仓已被破坏！接连不断的警告提示着他们任务已经失败了一大半，这让他们非常难受。但也有人站了出来，一名7级的玩家高声指挥：大家听我说，我们要奋兵保护剩余的目标，我们人多，而且就在新手村里，被杀死也不要怕，复活点就在附近，只要用人海战术拖住他们，我们就赢。一支箭矢飞来，直接把这个指挥的玩家秒杀。顺着攻击方向看去，远处白苍的手中正握着骸骨狩猎者。白苍的耳边自然也响起了系统提示，他扫了一眼，发现奥利维亚、塔索亚两人的目标还没有完成，看来是被玩家们缠住了，并且此时村长家附近已经被玩家们包围了。白苍入侵者和玩家的双重身份给予了他们不小的刺激，凯撒王朝阵营的玩家们都想杀死这个 N 次中的第一玩家。如果白苍想突破出去，就必须从这些玩家当中杀出一条血路。不过好在他有神话级技能不死不休，白苍现在的等级是13级，再加上战争骑士带来的成长，现在的他在属性上可以完全压制这些岩土村的玩家们，这就代表着不死不休可以将他们全部变为只知道杀戮的机器。玩家群体们人潮涌动，争先恐后的朝着白苍挤去。突然，一部分玩家开始朝着身边的人攻击，猝不及防之下，玩家群体们陷入了不小的混乱。卧槽，帝国狗，全是反骨子是吧？你 TM 打我干什么？仿佛像是传染病一样，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加入到反骨的队伍中去。悍不畏死的他们给周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白苍此时也开始了行动，幽灵梦魇载着他朝着人群冲去。白苍手中骸骨狩猎者不停的攻击，反正眼前都是互相拼杀的玩家们，白苍只管攻击，玩家们会用身体接住狂风骤雨射出的箭矢的。在猎杀标记的加持下，白苍每一次箭雨射出就能够短暂的在拥挤的人群中制造出一片空白，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不断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仿佛他现在并不是在和玩家们战斗，而是在玩一个无双割草游戏。
幽灵梦魇跑到哪里，哪里的玩家就会混乱起来，互相攻杀，然后白苍一片箭雨下去，玩家们就纷纷倒下，为幽灵梦魇制造出前进的道路。就这样，白苍直接从玩家们的包围中冲了出来，而他留在身后的是成片倒下的尸体和还在混战不休的玩家。白苍的身影没有停留，驱使着幽灵梦魇朝奥利维亚他们的方向冲去。而在他的前方，白苍看到了寒风翼龙在地面上的影子，双胞胎也赶了过来。奥利维亚和塔索亚的目标是盐土村的军械库，作为靠近边境的村子，这里当然会有存放武器的地方。刚开始，由于噩梦小队袭击的突然性，他们很快就到达了这里。只是军械库外的保护魔法阵有些超出他们预料的坚固，塔索亚把他们带来的炼金炸弹全都丢出去了，也只是消耗了魔法阵一大半储存的能量。无奈他们只能自己拿着武器继续砍。可随着白苍他们顺利完成各自的目标，凯撒王朝阵营的玩家们就都来到了军械库这里。面对不断复活赶来的玩家们，即使奥利维亚和塔索亚的实力强劲，一时间也僵持在了这里。直到白苍他们的到来打破局面，见到这么多的玩家，寒风翼龙背上的双胞胎二话不说直接丢炸弹。刚才没用完的炸弹此时化作空投，落在玩家们的头上，每一次爆炸都造成了理论上的最大伤害。白苍也没闲着，不死不休，疯狂的发动，在场的玩家们陷入了和之前一样的混乱中去。而此时噩梦小队剩余的人员也赶了过来，安娜和卡列挥舞着镰刀就往里冲，像割麦子般收割着玩家。奥罗姆和他的坐骑此时已经被鲜血覆盖，流动的血液裹在他们的身上，像是蠕动的魔物，碰到的玩家直接受到猩红血液的腐蚀伤害。维拉此时也展现了他厄运骑士的技能，浓郁的黑雾从他周身朝外扩散，进入其中的玩家好像倒了8辈子血霉一样，法术反噬，行动困难，受到的伤害都是暴击，直接死伤了不少。见队友们都来了，奥利维亚和塔索亚也不用再小心保持自己的体力、法力，恐怖的雷光窜动，麻痹大量的玩家。接着塔索亚周围的圣光凝成长满锯齿的飞轮发射，所过之处都是被切成2半的尸体。噩梦小队等人的合力战斗直接短暂的清空了军械库附近的玩家。虽然远处还有复活的玩家不断涌来，但白苍他们已经趁机攻破了保护性的魔法阵，几枚火焰炸弹下去，直接引爆了军械库中原本就存在的炸弹。于是全村人都看到了满天的火光，玩家们的脸色一片死灰，而系统的提示更是加剧了他们的痛苦。警告：盐土村军械库已被破坏。突发剧情任务：星霜帝国的复仇结束，凯撒王朝阵营玩家失败，3天内盐土村复活点失效，玩家可互相伤害，盐土村附近怪物主动袭击概率大幅度上升。而在玩家们还在因为任务的失败惩罚而一片哀嚎时，噩梦小队的众人已经离开了这里，踏上了返回藏身地的道路。第54章龙血。在距离盐土村不远的地方，白苍等人急速掠过，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几名玩家试图跟上他们，眼见快追不上了，他们只能大喊：苍白大佬，等等我啊，我们是和你一边的呀！苍白，带我们走吧。噩梦小队的其他人将目光投向白苍，他没有理会身后的呼喊，示意继续前进。很快白苍就甩开了这几个玩家，回到了他们的藏身处。在回到营地后，众人都放松下来，活动着快要发麻的手，各自找了个地方休息。这些冒险者可真恐怖啊！奥利维亚不由得发出了感叹，而在他的旁边，塔索亚也赞同的点点头，就连安娜、奥罗姆等人也表示附议。虽然这次突袭任务很顺利的完成了，但玩家们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死亡后就能复活的特性，还是悍不畏死的狂热态度，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虽然现在玩家们的实力还很弱小，但之后等他们都成长起来，肯定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讨论着，他们还把目光投向白苍。说起来，他们噩梦小队的队长也是冒险者，虽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长，但实力已经超过了他们。看来这个群体确实有无限的可能啊！白苍注意到了他们的目光和话题。冒险者确实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只要给他们安排一些任务奖励，这些不死的冒险者就会乖乖的听从指挥的。白苍对于冒险者这个群体的评价让其他人有些惊奇，这些不死的冒险者真的会因为一些任务而服从吗？卡列的脸上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真的吗？那等我回去后就找一个村子试试看。对了，队长也是冒险者，我能不能？坐在旁边的安娜一巴掌打在他的腿上，阻止了卡列的发言。其他人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远处的白苍其实也明白卡列想表达什么，但他并不在意。卡列如果给他一个奖励是神话级武器的任务，那就是让白苍当他的坐骑，白苍也心甘情愿。他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久违的查看起血脉收集装置上的数据。精灵 2.962%， 兽人 2.415%， 矮人 1.781%， 妖精 1.362%， 泰坦 1.283%， 龙 1.078%。在血脉收集装置升到翡翠级后，
白苍击杀过不少敌人、强盗、咒缚骑士、兽灵战士，还有今天屠杀的玩家，终于有足够多的血统达到了可以觉醒的地步。在龙血统后，都是浓度还不到1%的血统了。白苍直接忽略不管，他理想的血统已经出现。他的目光看向龙这个血统，这就是白苍思考过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首先，龙足够强大。在百族中，龙和泰坦是最顶级的血统，无论是在肉体还是法术能力方面，两个血统都能为白苍带来巨大的提升。其次，龙的种类足够多。作为最顶级的种族之一，无论是在什么地域，都会有龙活动的痕迹。火山、大海、森林、沙漠、天空，各种各样的龙生活在不同的区域。无论是泡熔岩域的红龙，还是口吐酸液的黑龙，亦或者狩猎在冰川的白龙，它们在拥有强大体魄的同时，也有着不同的天赋和特殊能力。这就意味着白苍在之后的选择中还有宽泛的余地。当然，这些优点其实泰坦也可以满足，但众所周知，泰坦的体型是巨大的，而白苍又是个骑士。如果他选择泰坦血统的话，就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幽灵梦魇的体型和他的体型可能不太适配。所以，综合多种因素考虑，白苍还是选择了龙之血统。觉醒血统的方式也很简单，在血脉收集装置上，每一个达到1%浓度的血统后，都有一个觉醒按键。白苍直接选择龙之后按键的点击，在那一瞬间，白苍能感受到胸前血脉收集装置开始向他的体内注射些什么，温暖的感觉从心脏处传来，随着心脏的跳动，暖流传遍白苍的周身。恍惚间，白苍好像化身为飞翔于天空中的巨龙，他越过高山，潜入大海，在沙漠中休息，在冰原上狩猎，所有生物都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即使是宿敌泰坦，也败给了他的龙息。傲慢的情绪不由得占据了大脑。这样的体验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才结束。白苍知道，这是血统中潜藏的记忆。每当血统达到一定浓度时，他都会遭受这样的体验。只要他沉浸其中，血统就会潜移默化地让他的思维朝着纯血龙的方向转变，直到他主动将自己的血统浓度提升到100%，选择成为一条真正的龙。血统为他带来了力量，而这就是他必须经历的抉择。系统的提示声在白苍耳边响起：恭喜玩家觉醒龙之血统1%。而在外界，系统的公告又一次的出现：恭喜玩家苍白成为首位觉醒血统的玩家。检测到已有玩家成功觉醒血统，属性面板增加血统栏目，玩家可自行查看。紧接着，系统的奖励就到了白苍的背包中，这次是一个钻石级的宝箱。而与之前的奖励不同的是，这次的宝箱是血统专属宝箱，也就是说，宝箱中爆出的东西只会和血统有关。没有留给宝箱任何的思考时间，白苍直接将其从背包中取出，瞬间打开，光芒闪过，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瓶药剂。金黄的色彩让它看起来高贵而充满生机，粘稠的液体在瓶内缓缓流动。不知怎么的，白苍在看到它时，身体突然传来饥饿的感觉，想一口将它直接吞下。黄金之血药剂，钻石级。服用药剂后，根据玩家血统种类的不同，玩家将获得适配的血统器官，血统浓度得到大幅度提升，小概率学习到与器官适配的血统技能。第55章血统器官。血统器官吗？白苍看着黄金之血药剂的效果，内心有些惊喜。血统器官原本是血统达到一定浓度后才会出现的产物，例如独眼巨人的眼睛、夺心魔的触须、兽人的兽耳。产生这些器官后，血统拥有者一般会获得器官自带的特性，比如兽耳的听力就比正常听力要强上不少，有的还会更加敏感。白苍的血统是龙，那么在服用黄金之血药剂后，就有可能觉醒龙心、龙尾这些器官，再加上血统浓度提升的效果，说不定他能直接获得2个血统器官，还可以学会龙息或者别的技能。将药剂取出，白苍直接服下。与猩红血酿不同，黄金之血像是岩浆一样灼热，滚烫带来的痛感很快传遍他的全身。白苍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快沸腾起来了。如果有人看到此时的白苍，就会发现他青筋暴起，全身皮肤都红了起来，甚至在周围都出现了白色的蒸汽。黄金之血药剂生效很快，白苍在滚烫的感受中能清晰察觉到自己的额头和背部传来异样的感觉，好像血肉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迅速成长。他摸了摸额头，发现那里已经长出了2个大包，仔细触摸，指尖能感受到其中的印制。异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白苍摸着额头大包的指尖，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拿下来一看，原来是猩红色的血液，像是破土而出的种子。一对龙角出现在了白苍的额头之上，起初看起来还有些小巧，但很快变得粗壮起来。龙角沿着额头向脑后延伸，然后又划过弧度，朝着上方生长，尖锐的末端斜指向天空。与此同时，白苍的背部一对龙翼也长了出来，宽阔的龙翼即使合拢起来，也足以罩住白苍周身。硕大的骨头节节分明，组成了龙翼稳固的架构，在末端还长出了锐利的骨刺，让龙翼更显狰狞。
黑色的鳞片覆盖了龙翼与背部的一片区域，增加防御力的同时，也让阳光下展开的龙翼更具压迫感。白苍先是摸了摸自己的龙角，坚硬而有质感，龙角接触手掌时传回的温暖感觉让他觉得有些奇妙。然后白苍又试着动了动自己的翅膀，扇动的狂风吹动地上的落叶，龙翼从两侧进入视野，将他的躯干包裹住。白苍的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他仔细地观察着近在眼前的龙翼，漆黑的鳞片紧密相接，层层排列叠加，覆盖在遒劲的肌肉上，有一种力量的美感。白苍上手抚摸，鳞片粗糙而刺手，但他意念一动，眼前的鳞片又变得光滑而柔韧，可以自由切换。他对于自己的这两个血统器官非常满意，虽然还需要继续摸索着使用，但起码在外形上足够霸气酷炫。白苍打开属性面板，查看自己的血统栏目。血统龙，浓度 9.47%， 器官龙角、龙翼，技能龙威震慑、风暴聚集。龙威震慑是适配龙角的技能，被动效果是一些低级的单位感受到龙威后会恐惧并远离白苍，而当白苍主动发动这个技能时，一定范围内所有的单位都要进行一次智力检定，没有通过的单位将被震慑一定时间，表现为无法行动或施法被打断反噬。而风暴聚集是适配龙翼的技能，被动效果是能让白苍的自由驾驭风元素，也就是说它之后可以用来辅助飞行或利用风元素攻击。而当风暴聚集被白苍主动使用时，在它的周围会形成持续一段时间的龙卷风，以白苍为风眼，龙卷风范围内的所有单位都会受到狂暴风元素造成的伤害。这两个说是技能，实际上是血统器官带来的天赋与技能的结合。而黄金之血药剂带给白苍的好处并不止这些，在血统浓度得到飞跃式的提升后，白苍的属性也得到了不小的增长，无论是力量体质还是敏捷智力，属性面板上的数字都涨了不少。而有些让白苍意外的是，它的魅力属性竟然也上涨了3点。虽然血统浓度的上升确实会导致美丽的增加，但那一般都是 15% 以上才会发生的情况。白苍猜测可能是血统种类和器官的原因，毕竟龙这种几乎完美的生物魅力属性不可能低。而身体内流淌着龙血的白苍现在自然也很迷人，俊美的面孔，挺拔的身材，冷酷的气质，再加上龙角和龙翼为他带来的人外感，可以说凭他现在的魅力，如果照片被发到论坛上，瞬间会引来大批的粉丝舔屏。不过魅力属性的增加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白苍而言，他现在更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技能。白苍找了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身后的龙翼展开，阴影出现在他身前的地面上。白苍一边扇动翅膀，一边调集风元素，很快微风开始萦绕在龙翼周围，白苍逐渐加快频率，耳边呼啸的声音越来越大。在感觉差不多后，白苍向前快跑几步，在风元素的辅助下，他先是在空中滑翔了一段距离，然后龙翼猛地扇动，白苍的身影越来越快，最后直冲天际。眼前的景象迅速变换，作为拥有丰富飞行经验的重生者，白苍很快就掌握了使用龙翼飞行的要领。有着风暴聚集的他，只需轻轻震动翅膀就能飞出遥远的距离。此时的他已经冲出了密林，来到天空中与飞鸟们肩并肩，可还没等白苍靠过去，这些鸟儿就被他身上的龙威震慑，乱叫着想要离开他的周围。见状，白苍直接发动了龙威震慑，精神上的压力猛地袭来，像是被定身了一样。这些飞鸟直接僵在了那里，翅膀一动不动，然后它们就从空中摔落了下去。白苍遥遥地看见这些飞鸟，直到快坠落进森林里才恢复了过来，挣扎着扑腾翅膀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白苍在空中肆意的飞行，时而猛地合拢龙翼俯冲下去，时而展开双翅旋转着冲上天空。漆黑的龙翼好像变成了他的原装器官，被他随意自如的掌控。第56章突发状况。在实验了一番新得到的血统器官后，白苍满意的从空中回到地面。之前在服用黄金之血药剂时，他收回了身上的装备，现在重新装备上。好在N 次中的装备能根据玩家体型的变化自动调整，此时骸骨战甲就在头盔和背甲处分出了缺口，正好可以让白苍的龙角和龙翼伸出去。他意念一动，宽大的龙翼合拢收在背后，正好被骸骨战甲的披风遮盖住，只有在披风被吹起飘扬时，才能看到白苍的龙翼。他转身返回营地，噩梦小队的成员们此时还在休息闲聊。注意到白苍回来，第一眼看过去没什么不对劲，再看第二眼，雷恩察觉到了异常，他用手肘顶了顶一旁的弟弟，哎，你看。瑞恩看过去也发现了不对，队长的头上怎么多了一对龙角？话语的最后，他的声调猛地拔高，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什么龙角？奥罗姆探出脑袋四处打量，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白苍的头上。苍白，你这是？见噩梦小队的同伴都看了过来，白苍也没有隐瞒，毕竟以后还要一起作战。龙翼从身后猛地张开，同时他把装备卸下，露出完整的龙角。如你们所见，我觉醒了龙的血统。噩梦小队的众人有那么一瞬间以为自己陷入了幻境，怎么就一会的功夫，队长就说自己觉醒了龙的血统，还多了龙角和龙翼？
可意识到这里是现实后，他们瞬间就围了上来，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表情，疯狂发问：“苍白，你这是怎么办到的？”这是一脸好奇的塔索亚。确实是龙角。这是一副专业样子的雷恩。队长要不要和我打一架，看看实力？这是好战的卡列，然后他就被安娜拖到一旁。维拉看了看此时白苍霸气的造型，在一旁露出了羡慕的表情，而奥利维亚正在背后观察龙翼，同时视线忍不住的下移，想看看白苍是不是还藏了一条龙尾巴。看到众人的反应，白苍也有些无奈，示意他们安静下来，之后才说明自己是服用了黄金之血药剂，身上才多出了2个部位。原来如此，我就说为什么你身上会突然出现龙角和龙翼，就算是血统畸变也没这么快的。作为独眼巨人血统拥有者的奥利维亚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不过就算白苍说明了原因，众人的目光还是不断朝他身上靠，毕竟是龙之血统，还是要多看2眼。而他们这边的骚动也引起了另一边坐骑们的注意，2只寒风翼龙对拥有相似翅膀的白苍很有好感，而幽灵梦魇则看着白苍的龙翼陷入了思考，主人他都会飞了，那要我还有什么用呢？在噩梦小队的众人对白苍的血统惊叹时，另一边玩家们也在感慨白苍的不做人。不是，魔主到底要领先我们多少才肯罢休啊？别急，说不定他的血统很垃圾呢。你这话自己信吗？该死的神秘人，破坏我们新手村还不够，竟然还用系统公告刺激我们！神啊，快把这个魔鬼收走吧！外界反应最大的就是刚被白苍他们杀了个遍的岩土村玩家们。他们刚刚接受自己新手村没了的事实，就不得不面临试探性进攻的野怪们。由于没有了复活点的保障，岩土村的玩家们并不敢拼死杀怪，只能抱团寻找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打算躲到下线时间来临。这时系统的公告传来，最破防的就是他们。一想到之前像割草一样把自己杀了的人，现在正满脸笑容的领着系统奖励，这是真的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啊！甚至有的玩家怀疑白苍觉醒血统正是他破坏新手村的奖励，要不然为什么时间这妖巧，他刚破坏完岩土村之后就觉醒血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他们猜的并没有错。不过这些对白苍来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他正在筹划着下一次袭击的计划。噩梦小队众人围坐在一起，在他们的中央摆放着地图，他们这次敌后破坏任务的活动范围都在上面了。眼下岩土村已经被他们破坏，白苍打算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为下次袭击制定更完备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冒险者这个群体。塔索亚开口道，虽然作为圣光骑士的他能打能抗能奶，但之前被玩家们围困的经历还是让他有些无力感。如果没有队友赶来的话，只凭他和奥利维亚，说不定真的走不出玩家们的包围圈。对于塔索亚的提议，奥利维亚也附和的点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炼金炸弹也要多准备一些，这个比较好用。接着雷恩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白苍和安娜都记录了下来。下一步，白苍原本还想打算讨论一下之后要破坏的地点，结果这时警报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当中。白苍立马起身查看，发现是他们回到营地后在云雾村附近设置的侦察道具发出的警报。白苍将水晶球的警报关闭放到地图上，他手指一点，水晶球播放出了一段影像。大批全副武装的骑士在道路上前进，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成群的弓箭手、战士，每个都装备齐全。而在这支队伍的中央，驼兽们拉着被紧紧包裹的货车前行，货车一辆接着一辆，大批的物资被护卫在队伍的中央。由于侦察道具放置得很远，以免被发现，影像有些模糊，但这并不妨碍白苍他们从中获得信息。昼伏骑士、兽灵战士、幻影射手，还有一些小众的隐藏职业。噩梦小队的众人脸色都严肃起来，这样的队伍可不容小觑。他们是因为岩土村的事来的吗？卡列忍不住发问。有一定可能，但概率很小。塔索亚沉声回答道，看到他们中间的货车了吗？这么多的东西，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凑出来的。没错，而且之前威尔少校的情报显示，金岩城附近可没有这么多幻影射手，他们应该是凯撒王朝从别的地方调集的队伍。白苍接着塔索亚的话向下分析，只是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第57章空间封锁。侦察道具返回的影像不是很长，即使噩梦小队反复观看，也只能分析这支队伍的情况，看不出更多有用的信息。那些驼兽看上去很疲惫啊，感觉他们应该赶了很久的路。瑞恩指着水晶球分析道，而且不只是驼兽，那些人的姿态看起来也很疲惫。雷恩附和道，但他们来的方向就是金岩城，难道没有在那里休息，而是一直在赶路吗？这时候卡列插了一句话，不管他们要去啊，既然他们状态这么差，又护送了这么多东西，我们要不要偷袭他们？他的脸上带着跃跃欲试的神色。不行，白苍直接否决了这个提议。这支队伍的人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没弄明白他们的情况，如果是陷阱的话就完蛋了。塔索亚也赞同的点头，还是不要太冒险比较好。
这样吧，我们先按兵不动，在突袭岩土村前，各个地方都被我们放了侦测道具，还是先等等看这支队伍的动向。白仓敲定了应对方案，然后又安排噩梦小队的众人加强警戒，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直接远离这里。而在另一边，布莱恩用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朝着旁边的人询问：“怎么样，有动静了吗？”“暂时没有，看来这些黑发猴子还挺谨慎的。”“没有就算了，正好我们也省了点事，把这些东西运到前线，任务就结束了。”布莱恩带着轻松的语气说道。“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些东西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直接传送前线去，反而要派我们这么多人从后方护送过来？”同伴的语气疑惑中带着些许不满。“就是啊，还有金岩城的那个死胖子，我们任务都这么重了，还好意思要求我们帮他做事？长官也是，和我们无关的事也要答应吗？”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布莱恩将满腹的牢骚都倾泻了出来，然后他的后脑勺就被扇了一巴掌。布莱恩回头看过去，队长正一脸阴沉地盯着他，显然听到了他刚才的发言。看到队长的表情，布莱恩不敢再说话，默默地继续赶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白仓他们终于收到了侦察装置最新传回的影像，还是那支队伍。影像中他们停留在了岩土村附近，在留下了一些人和物资后，他们就又重新出发了。而在他们远离后，留在岩土村的人直接朝着侦察道具的方向射了一支箭，道具被破坏。影像到这里结束。白仓他们默默分析着其中的信息，经过讨论，他们认为好消息是这大批的人马大概率不是冲着他们而来，而是要运送物品到前线。坏消息是金岩城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并派出了人手来重建岩土村，而周围的村子应该也会警戒起来，防备他们的突袭。当然，这只是他们暂时的分析，不排除那大批的队伍误导他们的可能。毕竟这中间还是有疑点的，比如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的士兵来护送物资到前方，而不是传送过去？要知道，两个国家在空间传送方面的应用可是不相上下的。星霜帝国已经在各个前线都布置了空间传送法阵，没道理凯撒王朝做不到啊。白仓的思绪顺到这里，突然想到了前世凯撒王朝在战争初期用过的一个战术，他们将整个前线附近的空间都封锁了起来，任何涉及空间的法术、道具、装备都不能使用。星霜帝国就被这一招打了个猝不及防，因为凯撒王朝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无需空间传送的完善物资运输体系，而星霜帝国这边因为没有准备，导致前线物资匮乏。前世白仓在刚来到翡翠城时就接到了不少运输物资到前线的任务，白仓的思路豁然开朗，看来凯撒王朝很有可能已经做好了空间封锁的准备，所以这支队伍才会提前护送物资到前线。但他又想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噩梦小队可是还在执行任务，而他们返回星霜帝国的手段正是传送，如果不能够在空间封锁前回去，那他们可就要被困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白仓立刻拿出情报交流道具，将这支队伍护送物资到前线的情报传了回去。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推想，而是强调编造了不少这支队伍的疑点，比如长途跋涉不休息的护送物资，队伍中有人提到禁锢、空间字眼等等。将情报传递完，白仓示意众人继续保持警戒，等待着后方传来的下一步指示。而在岩土村，玩家们欢欣鼓舞地搬运起了各种物资，因为他们接到了新的任务，重建岩土村。而发布任务的就是白仓他们看到留在岩土村的这些人，他们是金岩城得知岩土村被破坏后派出支援的人马，之前隐藏在护送物资的队伍中，假装没有发现侦察道具，一旦白仓他们敢抱着侥幸心理出来偷袭，这些支援人马就会和物资护卫们一起剿灭白仓他们。不过噩梦小队没有上当，他们就索性不装了，大摇大摆地开始重建岩土村。而这些支援的人马也发现了玩家们的妙用，只要发布任务再给点奖励，这些不死的冒险者就会爆发出十足的热情。这不由得让领头的人冒出了一个想法，让不死的冒险者去地毯式搜索那些黑发猴子的踪迹，只要有一个人发现线索，即使死了也能把情报带回来，这简直是天然的炮灰啊！领头人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于是一部分玩家接到了任务，找到他们，撕碎他们。凯撒王朝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烦人的星霜猴子，他们需要找出敌人的踪迹，然后用最残忍的酷刑折磨他们。玩家可接受任务，前往岩土村附近搜寻敌人的相关线索。任务奖励元、经验、凯撒王朝阵营声望等。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很兴奋能接到这样的任务，既能获得奖励，也算是找白仓报仇。但问题是岩土村现在还没建好，复活点也没刷新，这要是因为任务死了怎么办？一时间玩家们陷入了烦恼。第58章搞定收工。而正在观察玩家们的领头人此时也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些冒险者没有动静呢？他专门找人问了一下，这才明白原来因为岩土村被毁，这些冒险者短暂失去了不死的特性，这让他有些失望，但也记下了这个情报，摧毁冒险者最开始出现的村落能打破他们的不死性。不过岩土村这边没有动静，不代表其他村落的玩家不会行动。
在距离白仓他们最近的云雾村，已经有大批的玩家开始了地毯式搜索模式，并且不只是云雾村，靠近边境的所有村落都被发动了起来。凯撒王朝方面已经得知了星霜帝国派人前来报复，再加上白仓他们和别的特别行动小队做出的成绩，命令已经被传达给了金岩城和其他边境城池，让他们发挥玩家们不死的特性，将潜入境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与星霜帝国还在保持初步接触的态度不同，凯撒王朝看中了玩家们不死的特性，打算把他们当作炮灰来使用。当然，随着双方战争烈度的增加，星霜帝国方面也会加大对玩家们的利用。所以在白仓等人还在加强警戒等待后方回复时，已经有大批的玩家冲入了新手村附近的密林，开始寻找可疑的踪迹。可能是从岩土村的玩家那里获得了情报，在金岩城附近搜索的玩家们都大体了解了噩梦小队成员的外形和坐骑，而他们最熟悉的当然是白仓的骸骨战甲和幽灵梦魇。虽然一开始得知白仓做下了这样的事情后，玩家们也很惊讶，但转瞬间逮捕游戏第一人的刺激心理就填充了他们的内心。你虽然比我强，那我就让 NPC 来制裁你。不少玩家甚至开始一边喊口号一边搜寻，找到神秘人，让他吃啃大瓜，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小老鼠。苍天已死，玩家当立，天下苦其久矣。尽管一部分的玩家在刚进入密林就被野怪们杀死了，但也有不少玩家团队抵抗住了野怪的攻击，甚至这些团伙都开始选择结成同盟。再加上有一些执着的玩家，即使复活从新手村跑回来，也要继续搜寻。一时间，密林里的野怪们都杀疯了，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多口粮。而玩家们的动静当然也被白仓他们注意到了，在听到玩家们呼喊的口号时，噩梦小队的成员都看向了白仓，眼神古怪。没想到队长你在冒险者里这么有威望。卡列看着白仓憋出了这么一句话，让其他成员脸上多出了一缕笑意。没办法，谁让我领先他们太多了。白仓先是夸了自己一句，然后在其他人不愧是你的表情下转移话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点是他们真的有可能发现什么线索。塔索亚赞同的点了点头。作为噩梦小队中最先感受到玩家人海战术压力的成员，他对于玩家们的态度向来重视。但我们现在除了躲在这里，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出去只会暴露自己的踪迹。安娜的语气也有些无奈，没办法，不死的侦察兵太可怕了，他只能寄希望于玩家们发现不了他们的营地。不过白仓可是知道玩家们的德性，在这么大的基数上，难免会出现一个两个奇葩的玩家咬着他们不放，还是不能任由他们肆意的搜索下去。白仓看了看现在的时间，距离玩家下线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长，他打算做点什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装备，白仓有了灵感。我有个计划，你们听我说。密林里，大泡泡挥动法杖，身前的地面变为泥沼，亮出獠牙的几只野狼直接陷了下去。其余同伴对着动弹不得的野怪一顿输出，最后分润了经验和掉落。泡泡这个技能还真是好用啊，再刷一段时间我就能升级了。一个手持双剑的战士在旁边感叹道。还再刷一段时间之后能进来密林不死就不错了，也就是现在玩家数量多分散了野怪，不然我们哪有这样的机会。旁边的一个弓箭手语气嘲讽地说道，再说了，泡泡的蓝量也撑不了那么久。说着他还朝女法师丢了一瓶法力药剂。其余玩家懒得搭理这两个人，趁着法师恢复法力的时间闲聊起来。哎，你说我们找到神秘人他们会有什么奖励啊？我感觉至少要1件白银级装备吧，估计我们看到他们就要死了。也是，要是我有他那么强就好了，我也可以去杀对面的 NPC 去。还是别做白日梦了，你先升到10级再说吧。这个玩家团队也接到了搜寻白仓等人的任务，但他们并没有卖力查找，反而趁着这个机会练起级来，收获还不错。而就在他们讨论时，呐喊声从不远处传来，我找到他了，就在那。语气激动兴奋，下一秒一道骑着马的身影从他们不远处掠过，然后数量众多的玩家都跟了过来，朝着那道身影远离的方向追去。那是神秘人。双剑战士语气疑惑地问道，与周围的同伴对视一眼，他们也不休息了，追。白仓骑在幽灵梦魇背上，示意他控制好速度，不要太快，保证身后的玩家始终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追逐他们的玩家队伍不断扩大，一开始还有人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一听说是找到神秘人了，立刻也加入了追逐的队伍。白仓不理会身后准头偏到离谱的远程攻击，驾驭着幽灵梦魇在密林里兜圈，他的路线诡异难定，但跑了一段时间后，基本上密林里的所有玩家都被他吸引了过来，甚至于他还远远地看到了岩土村里的 NPC， 只是他们被玩家们挡在了后面。白仓看了看时间，马上快要距离下线了，他示意幽灵梦魇停下来，然后将他收在马鞍里，转身朝着追逐的玩家们奔去。一缕缕的风开始环绕在他的周围，轻柔的声音逐渐变得呼啸凄厉起来，龙翼展开煽动，混乱的气流吹动附近的落叶，飓风席卷着杂物，将白仓的身形遮挡了起来。
冲天的龙卷风出现在玩家们的视野中，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白苍顺着来时的方向前进，将追兵们全部卷入龙卷风中吹起。在下线前1秒，白苍将身上装备一换，易容面具戴上，确保虚假的存在感，效果开启，搞定收工。满天的玩家和白苍同时消失，留下龙卷风还在肆虐着这片密林。